还是乏味的树林，泥泞的忏悔路，车继续开。南极勾起太多回忆，甜蜜的、鲁莽的、心酸的、满足的，那些画面那么清晰又那么远，深刻绵长又不知所踪，令他们心有悸动。那辆黑色很酷的机车丢在尤旭家的地下室整整3年。尤旭的父母叫他去拿，他表示不需要，叫父母把机车卖了。这么多年，他跟父母的关系没变，说淡不淡，有忙必帮，说深不深，他有天大的困难也不会向父母开口。住在一个城市，1年见3面，中秋、端午、春节，无事不见。影视作品里，父母与孩子经过多年的接触，梦幻的拥抱与理解，没在他们之间出现过。室友们各奔东西或成家立业，没了联系。尤旭不分昼夜的忙着挣钱，他的世界很小，只装得下谭梦溪一个活人。谭梦溪也一样，他再没有联系过医院或学校里的人。他感谢他的导师在他堕落时拉他一把，开诊所初期还年年拜年。后来老师说自己脑袋里长了个肿瘤，要静养，渐渐断联。他妈改嫁后，母子恭恭敬敬，逢年过节发个红包或问候，像是刻意疏远，实则互相饶恕，不打扰已经是最好的祝福。谭梦溪的高中没逃课暗恋，大学没组乐队惹人尖叫，没有保研，只有挂科，散发着平庸的寡淡无味，不像别人嘴里的青春。尤旭一出现，他的青春又走了极端，把这辈子的叛逆和热烈全部用在尤旭身上。34岁的尤旭已经送过谭梦溪无数份礼物，大的小的，随手的、刻意的，不分节日，只要他多看2眼，买就是了。33岁的谭梦溪不会再为一份小礼物感动到流泪，还能收下一份生日礼物后，向他提出分手，称得上铁石心肠。那枚象征贫穷和苦难的戒指，在青春里闪烁着遗憾的光。如今他们家的床头柜里10几个戒指摆着。去年恋爱纪念日，尤旭又给谭梦溪挑了一个蒂芙尼钻戒。谭梦溪不要，用这个戒指换他们1天不去诊所。前一天2人用手机商量纪念日去做什么。谭梦溪列出长长一串没做过的事，尤旭笑他在写人生清单。1天1夜做不了这么多事。他更换交易条件，白天在家不出门，甚至不起床，晚上出门看电影、逛公园、吃垃圾食品。换到了吗？没有。那天有个大单，他们还是去了，庆祝压缩成一顿丰盛的晚餐和一个疲惫的夜晚。回味到这里，谭梦溪好像捕捉到什么影子，翻口袋拿烟，无心的样子，多盯了尤旭一眼。尤旭抓住他的眼神，看我干什么？谭梦溪说，你送我的礼物里面好像戒指很多。好像是。因为那个退掉的戒指吗？尤旭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他的挑选属于下意识行为。礼物种类就这么些，总不能送颗萝卜白菜，可能吧？你那时候不是很高兴吗？退了挺可惜的。我现在有很多了，没机会戴，才可惜。谭梦溪点燃香烟，看向自己空空的双手，戴着明晃晃的戒指，不方便戴手套，又不能不戴手套给人切麦粒种，一摘一戴很麻烦，要时刻惦记放在哪里。尤旭说，你可以不做事的时候戴。谭梦溪吐出一口烟雾，口吻戏谑，比如现在。不可否认，正是现在。尤旭想说对，转念发现不对。谭梦溪收拾行李时只带了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再分手又不是度蜜月，好像他跟那些戒指一样，不在必需品内。他回呛一句，谁叫你走太急了。空气里莫名有了火药味，谭梦溪皱起眉，又盯了尤旭一眼。尤旭挑起眉毛，又看我干什么？谭梦溪回呛，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我一直在看你。尤旭坦坦荡荡。
谭梦溪又气又笑，看出什么了？气质不一样。那肯定了，以前我穷的要死，现在敢买5位数的外套。不开玩笑。尤旭也笑，若有所思一会儿，我知道你很内向，现在跟那时候比更内向。谭梦溪自嘲，一个敢打赤膊上沙发跳舞的人，活成了社恐。他不再去吵闹的地方，震耳欲聋的音乐掩盖不了他的烦躁不安。每天10几个小时接收陌生人的声音，近乎压榨的程度，把他的神经弄得极其脆弱。随便一点声音，关门太重，说话太大，路上的车喇叭太用力，都能让他们紧绷和衰弱。尤旭撇撇嘴，世道炎凉。说真的，我跳得像狗屎，这辈子看不到狗屎舞了。谭梦溪竖起手掌，停住，不要再提。看见谭梦溪红了脸，翘着嘴角，哭笑不得的样子。再看后视镜里的自己，尤旭不免恍惚，现在我在你眼里什么样子？谭梦溪扭过头，花了几分钟看他。尤旭的脸变化不大，发型和穿衣风格没变过，身材比以前结实，属于成熟男性的健硕，以前有种少年期的矫健。他诚实回答，没那时候好玩。不好玩了，简直无聊透顶。哪里不好玩？我偶尔说我们晚上喝点，你怎么做的？谭梦溪问。尤旭的眼珠转了半圈，他好像会拿出手机查查诊所有多少个预约在明天早上。只喝微醺，不耽误早起的量。我有次向你埋怨，再接待多一点那样的顾客，我会叫你坐火箭离开，再把地球炸穿。谭梦溪又问，你怎么说的？尤旭劝他冷静，看在人家刚在诊所付了5位数的份上。谭梦溪抢在他之前开口，你没做错，只是不好玩。静了1分钟，尤旭漫不经心的样子，我可以再买辆机车，买以前一样的型号。你真想买，还是因为我说你不好玩了？谭梦溪说实话。尤旭垂下眼睛，不止不想买，还极度厌恶机车。汽车多好，安全舒适，自己买的，没有谁借此威胁过他。他说实话，因为你。谭梦溪给出建议，别买。这个建议是对的。尤旭却觉得不是滋味，说不出的沮丧，不再说话。气氛忽然冷下，谭梦溪插上线给手机充电，自动连上了音乐软件，开始播放。他们共用一个音乐账号，号是尤旭开的，列表歌曲是谭梦溪一首首加进去的。作为驾驶的人，尤旭拥有 80% 中控台的控制权。手指在方向盘上一摁，音乐暂停。谭梦溪有点莫名其妙，手指放在中控台的按键上。没摁，我想听歌。汽车平稳行驶，尤旭的心跳很乱，做不到不动声色。你还想去南极吗？他想问，你还爱我吗？问不出来，幼稚，可怜，像求着爱。不想。谭梦溪回答很快。尤旭的呼吸有一瞬间暂停。这不是标准答案。不标准的答案仿佛意味着变质的初心。12年前的谭梦溪不要再跟12年前的尤旭回家。他不信。为什么？就是不想去。你不该不想。人会变的，蠢朋克都解散了，我不想去南极又有什么问题？你以前的理想还是买车后到处旅游，你做到了。谭梦溪摁下按键，音乐声响起，没什么该不该的。他现在不想去南极，不想长途跋涉，也失去了去极地的勇敢和好奇。不再喜欢电子音乐，喜欢抒情安静的慢歌，偏爱 Lana Del Rey。尤旭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意识到自己在用青春挽回现在。接二连三的暗示，得到接二连三的不好玩，别买，不想就是不想。他恨不能给10几分钟前愚蠢的自己几个耳光，不再沮丧。愤怒夹杂了强烈的不甘。他又把音乐停了，张嘴带着刻薄劲儿，难以想象。我看来美好的过去，
现在的你看来，好像1分钱不抵。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不要混为一谈。不，我猜你已经悟到什么，要为你的青春忏悔。站在上帝视角看青春期的自己，谭梦溪喃喃，有些事，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尤旭冷冷喝出一声，哪里错了？谭梦溪咬住下唇，不想回答。他们总能想到一起，好事叫心有灵犀，坏事叫心照不宣。没有喋喋不休的患者，鸡飞狗跳的邻居，山里没有第二辆车。第三个人几乎没有声音。他们像关在笼子里的2头野兽。你看我的眼睛，我揣摩你的心。再不能用明天还很忙，今天已经很累了来敷衍。没有信号，两人的手机不合时宜的哑巴着，哪怕随便来2个广告推送，他们都能低下头阅读。他们避免不了强大的安静，再不能找借口装作听不见内心的喧嚣。回忆里有些沉寂的黑暗，他们不是好东西。不停歇的发问，闪躲的眼神里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内容是什么？什么使你们12年避而不谈？骨缝却在隐隐作痛，有悲伤情绪翻涌。所有问题的答案到了该追问的时候了。尤旭和黑暗一起向谭梦溪叫嚣，回答我。车内两人能听清对方的呼吸渐渐紊乱。谭梦溪咽了口唾沫，我不想说这个。你把我甩了，说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路上你的表现很好，没有那么内向。尤旭语气平和，右手摊开，似要跟谭梦溪进行一场长谈。继续吧，感受、坦诚、实话。谭梦溪扶住额头，这不是长谈，一字一句不怀好意，更像审讯。你不会想听，我想听。有人错了。尤旭问，谁？谭梦溪说，我。哪里错了？尤旭逼问，像一场博弈，在对方若有所指的问答里找薄弱点，围堵、剑拔弩张，迫使对方露出突破口。谭梦溪疲于玩含糊其辞的把戏，深吸一口气。现在，如果有人说要放弃学业事业，为了跟人谈恋爱，我会劝他不要。谈恋爱不是错，但这种事情赌不起，也不该赌。错的是一个年轻人，不是因为年轻人的爱。爱是无辜的，出现在他们身上，他们正好年少轻狂，仓促盲目，他们承受不住，显得爱太沉重。尤旭不同意，你说这是赌博，你赌我能给你幸福，我做到了，你怎么能说他不对？谭梦溪把窒息的感觉压下去，不是每个人能有我的运气。假如我是你的弟弟或者儿子，你看着他为了一个认识2-3个月的人休学，什么也不会，也不做，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那个人身上，你也会觉得这个行为大错特错。我没有弟弟或者儿子，假如不了。你太难沟通了。不难，尤旭摇摇头，因为错的是你精神出轨。迟来的剑落下，正中劈在谭梦溪头上。他的思维停转了2-3分钟，脸颊火辣辣的，像敞开的伤口撒过盐。刺痛和寒意爬上他的脊椎，全身打了个哆嗦。他别过脸，对着自己这边的车窗，蜷缩起肩膀，几次张嘴又合上，艰难开口：我没有爱上别人，也没有打算跟别人怎么样。尤旭斜眼看他，你不拒绝别人的示好，我不想看见他说那些，你再游离，你贼心不死。静了10几秒，漫长尖锐的沉默几乎把2个人的耳膜划破。谭梦溪恶狠狠地扭过头，掀翻棋盘，撕心裂肺吼了出来，因为我后悔。我没有告诉过你，我后悔的要死，我他妈亲手把自己毁了。尤旭还在开车，喉结几次滚动。谭梦溪死死盯住他，反应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尤旭的脸部肌肉轻微抽搐，有话压在舌根说不出。惊愕、痛苦、悲哀在这张脸上轮番上阵，难以遮掩。
他和尤旭感同身受，还多了委屈和怒火中烧。他已经善意提醒过，尤旭还是往他心口捅了一刀，怎么能放过反击的机会？哪怕咬牙切齿，他要继续说，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跟原生家庭、有没有钱、成绩没有关系，我失去了学习、工作、生活的能力。我的生活除了你没有别人，除了跟你在一起，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在自己眼里是个废物，我甚至通过少吃一点减少负罪感，天天怀疑自己在拖累你，恨自己怎么会活成这样。那时候的我认为自己不能后悔，后悔代表承认自己错了，代表退缩，会丢下你，代表我不相信你。我不能失去你，所以我选择忍受，忍受所有可能会跟你分开的个人意愿，不分对错。当那个人说起这些，只有那个人向我说起这些，我假装自己在计划复学，还没有完全失败。我好可悲，通过陌生人的言语获得精神慰藉，用这种肮脏的方式逃避现实，给自己积攒见不得人的希望，找到了可笑的自尊。这么多年，终于说出来了。谭梦溪的胸口剧烈起伏，头脑清醒的状态下，对自己进行了解剖式的坦白。屈辱和痛苦达到巅峰，还尝出丝丝头破血流的恶劣快意，好像死了一次又活过来，畅快淋漓。缠绕在他们之间的痛苦是一根陈年的荆棘的刺，长在他们的肉里，不露头。谭梦溪挑破皮，划开肉，全力拔出一半，伤口直冒鲜血。人是贱的，能耐住剧痛、感染和留疤风险，把它连根拔起，耐不住剩下一半就此埋没，另一半刺归尤旭了。他的情绪早在火山似的喷薄，急不可待的到达出口。你以为我的日子很好过吗？你跟我说要不别过了，不给我任何希望，我还是等你来。我都没有学会养活自己，先学会了养活你。你说你放弃那么多，变成一个废物，难道我没有放弃好的工作机会？谭梦溪说，你的放弃正是让我产生痛苦的原因，可我不会后悔。当然不后悔，你放弃是你愿意的。我的放弃为了迎合你，我愿意为了一点维持我们生活的钱，每天累得像狗，睡觉跟晕倒一样，雷都打不醒。但你一翻身，我就知道你要喝水。尤旭咬牙切齿的问，难道我没有好好爱你？有，没错，我只想要你，有你就够了。我以为你后悔的是精神出轨，结果你他妈后悔当初选择了我，而且还不向我好好道歉。我道歉了。谭梦溪失控的大叫，捶了座椅一拳。我那时候还双膝跪下舔你，讨好你，主动爬你身上，把自己玩烂了，挖到记忆最深最黑的地方。什么天生脆弱又极强的自尊心，早不见了，也不值钱。他喘口气，捶过的右手剧烈抖动，明白过来，原来你根本没有接受。尤旭反问，是你会接受吗？谭梦溪哭似的笑了下，你不只有我，你还有你的瑜伽老师。顿了一会儿，尤旭觉得自己占领上风，我故意的。谭梦溪歪过头，重复，故意。我要让你体会我当时的感受，空的聊天记录可以折磨你很久。他知道谭梦溪会看见，故意发条不疼不痒的动态，故意跟一个喜欢评论留言的男性互粉，回复私信后又把聊天记录删除。只要他不说，足够谭梦溪真真切切的体会痛苦和无助。像他一样。谭梦溪哆嗦着找出烟盒，眼眶泛红，没有泪，只有火在烧。他不忘夸奖，你做到了。尤旭勾起嘴角，我知道。复仇者得到被复仇者的肯定，没什么比这个回馈更能体现复仇的成功。谭梦溪点燃了烟，大口大口抽去半根，貌似走神的看向窗外。我们还在忏悔路上。话题没有沿着复仇瑜伽老师继续厮杀，尤旭有些意外，不明白他这句话有什么意思。
谭梦溪面无表情的看向他，有人要开始忏悔了。尤旭不屑的哈一声，晚了，我不接受。反正他们已经撕毁所有，像徒手撕开一片丝绸。突然又猛烈，他们失去理智，言语攻击淬了毒，充满灼烧感和腐蚀性，发展成一场关于真相的审判，置对方于死地。谭梦溪点点头，把话题转了回去。你等我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个电话，你的话传不进我耳朵里。我已经找回状态，补考能过，不会莫名其妙休学。如果不是那个电话，那个尤旭活不下去了的电话，惊悚，威力无穷。尤旭捶了方向盘一拳，12年了，你他妈还在后悔？我不后悔了。谭梦溪像在感慨，我只是想不通，你妈怎么知道我的号码？尤旭的牙关偷偷发颤，连同心底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谭梦溪撩起眼皮，还是属于他个人风格的轻声细语，你回答我。要吵，打开天窗吵个痛快，多少不可言说的丑陋全部摊开吧。回忆起那段时光，尤旭怀疑自己没开过灯，不然画面为什么能这么暗？原来这是他的人生最黑暗时刻。谭梦溪推开他，父母逼迫他，他还是跑去租了房子，花光全部的钱，执意构建他们的家。他绝望又固执的等待谭梦溪来，一个人打扫卫生，布置家具，笨拙的选窗帘颜色和厨房用品。很多次他不怎么睡得着，彻夜抽烟，苟延残喘，又不肯放弃希望。他看见行尸走肉的自己在阴暗的客厅破旧寒冷的沙发上，孤独的蜷缩着，好像从未入睡过。电话响，他匆匆接起，以为是谭梦溪。接起电话，面对最亲切却最不支持他的人，他的情绪爆发，像个小孩子对着话筒里的妈妈边哭边喊。他给了他妈谭梦溪的号码。尤旭咬住后槽牙，我给的。谭梦溪继续验证，你为什么给？他劝我，我说我不想听，说了那句话，我活不下去了。他问我想听谁的，我说你的，可我不能打你电话，你也不回我信息。他说他来办，叫我把你的号码给他。你希望你妈传达你的话，对吗？尤旭几次酝酿，对。谭梦溪的嘴唇颤抖，明明验证完了，没有得到些许得意。尤旭和他妈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合作，明知道他会被这个电话吓得发疯，也不能让心爱的儿子变疯，说出活不下去这种话。要是他没有当真呢？他问，如果我没有来，你会自杀吗？像你说的，活不下去了。尤旭不想回答。谭梦溪静静等待，像一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尤旭受不了了，对爱的人坦诚代表毁灭的话，那快些让刀落下。他回答，不会，这才像你，自杀太没脑子。谭梦溪盯着他，神情并不意外，你一向沉得住气，更适合谋划一场阴谋。理性的、残忍的、诡计多端的男人，当年谁的错更大？是私奔到一半后悔莫及，还是隐晦的威胁对方与自己私奔？阴谋。尤旭的镇定已经装到末路，你他妈说话真狠。心中埋藏多年的问题得到意料之中的答案。谭梦溪认为自己该笑一笑，他喝的发笑，刻意吐气的声音冷血无情，像蛇在尤旭耳边吐信子。你要是会，至少是爱情的什么来着？殉道者。尤旭踩了脚急刹车，额头渗出细汗，你不会希望我去死？谭梦溪当然不希望，但杀红了眼，不否认是他最大程度的残忍。我来找你的时候，你表现的我是一个天大的礼物，帮你活过来了。你看着我抛弃所有，一步步走向你，你敢否认？心里没有窃喜？我窃喜了，我很满足。我一想到我们分手的话，你会跟别人在一起，会有别人趴你身上，我就想杀人。
我不能杀人，也杀不完世上的人。你承认了？你的卑鄙、自私、可悲膨胀的占有欲，你把我当成你的私人物品。我只比你大1岁，当时的你会做错事，我也会。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生该是什么样。尤旭大吼。谭梦溪用漠然的语气应对他的吼叫，你还是不承认？你把自己幻想成一个好人，满是爱，满是怜悯，拯救了一个缺爱又迷失自我的弟弟。漠然比嘶吼显得更危险，对尤旭而言，谭梦溪每一句话化成匕首，往他的心脏扎。他又冷笑，比每一次都明显，都恶劣，别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谁主动勾引我？谁欠操的嘴脸几乎贴到我脸上，一遍又一遍，明知道我想要什么，是什么人，反复给我台阶下。谭梦溪的舌尖抵住脸颊，扶在手套箱上的手指伸了伸，差点给尤旭一个耳光。出于安全考虑，他没给，泯灭烟蒂，狠狠剜了尤旭一眼。说得好，看来以后你不需要台阶，我也不用再替你的行为打掩护。你给我打什么掩护了？我犹豫，你推我一把，说养我没关系。我后悔，你拉住我，要我别离开你。那时候的我在痛苦什么？你明明知道，你就是一个字不提。你在害怕什么？怕我脱离你的管控吗？我只需要向你提供情绪价值，别的一概不重要。我是你养的宠物，每天2腿1张，只知道挨操的玩意儿。尤旭的冷笑僵在嘴角。是的，他清楚知道。那个年少无助的谭梦溪哭着说自己没用，去网吧上班，强颜欢笑，做梦也想回去实习。一直在等他说，你是个傻逼，怎么会为了爱情休学？快他妈滚回去！如果他不接受分开，他还可以说你为了我放弃所有。我很感动，因为年轻的羞耻心，他不能撤回自己发出过的死亡威胁，因为自私，要把谭梦溪捆在身边，还要顺手抹掉谭梦溪人生里别的可能，因为害怕拒绝听见谭梦溪说出与他的意愿相悖的回答。太复杂了，他本能的把一切营造的轰轰烈烈，为谭梦溪造一个家。他不想吓到谭梦溪，年轻的自己的确爱得爆裂，铁一样的心肠，宁愿眼睁睁看着谭梦溪陷入痛苦，什么也不说。不管别人会怎么处理，有人一定会抱着侥幸心理，把黑的涂白，把白的涂发光。睁眼说瞎话不是尤旭的行事风格，他也点了一根烟。供述事实，我说过，我讨厌成全这种说法，爱情里没有成全。你认为我行为恶劣，我不这么认为。谭梦溪说，你果然知道。尤旭说，我还知道，你恨过我，恨我差点毁了你的人生。谭梦溪摇头，我更恨自己是个傻瓜。你简简单单一句可笑的谎话，我他妈赴汤蹈火。那时他有很多的恨，恨尤旭很少，恨自己爱尤旭更多。从看见尤旭的第一眼，已经走进可怕的天崩地裂的野兽和野兽之间的爱恋。尤旭是一把钥匙，把他害怕的地狱完全打开，伸进他的躯体，把他搅得稀巴烂，他失去原本的形状，不再是他。你是傻瓜，我不是吗？尤旭踩住刹车，用力挂上空档，情绪已经失控到不能再开车。他解开束缚在肩头的安全带，让内心的火山喷发。一个字不留，你精神出轨，我问你爱不爱我？你这次说分手，我还要舔着脸跟来？我愿意用一辈子来偿还我的阴谋，回应你的赴汤蹈火。因为我爱你，没有任何办法停止爱你。想想真是好笑。我尽全力避免你跟我再吃一次苦，最大限度满足你所有需求，让你感到幸福。我不是天生无聊的工作狂，我也可以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没人不喜欢休假和旅游。你害怕每天醒来又是同样重复的一天，我不害怕吗？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
总得放弃点什么，所以我从来没想过，不和你在一起生活会不会更好？你怎么敢想离开我？你以为你选另一条路就不会过上重复的生活？我告诉你，你这辈子不会再碰上一个我这样的人，不会有人像我这样爱你，比我更爱你，不会有。你现在觉得我不好玩，专横、自私、阴险，我就是这样了。真可惜，没人研发后悔药，我他妈倾家荡产买给你吃。谭梦溪对着挡风玻璃睁大了眼，近10秒钟没眨，眼眶干涩又酸痛，有种哭不出来的哭，再抽走他全身的力气。没有等到他的声音，游旭发动汽车，发动机的白噪音嗡鸣，车身几次轻微颠簸，谭梦溪抓住车门把手，随车身左右摇晃，思绪也混乱飘散。他想到他们讨论过网上的帖子，经常有人在经历几年之痒，他们曾经嗤之以鼻，痒是什么滋味？没痒过。他们过着正式的夫妇生活，三观审美口味一致，各方面超级合拍。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是别人永远补不上的，他们好像为对方而生，根本找不到替代，是挑不出问题的一对完美爱人。大部分时候，游旭是他的一生挚爱，换任何一个男性，他都会失去欲望，各个方面，心灵肉体当场出家。有时候，他觉得游旭像个陌生人，比如现在。他又想，怪不得大家都说心情不好的朋友们去运动吧。他们推车、露营、收拾露营留下的垃圾，反复搬动车内沉甸甸的行李。运动这么几天，火一样旺盛的生命力回来了，连架都吵得比以前有力。他们像一对仇人，因为熟悉，刺向对方的刀也分外锋利。他们甚至不需要对视，像正常开车、乘车的两个普通人在交谈。你一言我一语，偶尔抬手在空中用力的比划，把对方碾得粉碎，留下灵魂在深处发出绝望的尖叫。他们养在第12年，抓破一层表皮，发现过去和现在全是问题，开始痛了。脆弱的神经绷到极限，谭梦溪的太阳穴闷痛到不能忍受，胃也痉挛翻涌，好像晕车，可他从不晕车。游旭，我不舒服，开慢点。谭梦溪改口，不，时间还早，停车吧。游旭的腮帮子紧咬，降了速度。停车？为什么？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还在生上次的气。放心，我不会丢下你，我们不是要去找什么活。游旭只看前面的路，随便播放一首歌 Chris Stapleton 的 Cold。 你要听歌，听吧。缓和的钢琴加架子鼓前奏响起，谭梦溪并没有好受什么。停车。游旭还是没有看他，不，一辆旅行车的车内空间，走投无路不能分开的两个人，无休止的争吵和羞辱，他们不是面临感情危机，是感情和泄露。伴随这首悲伤曲调的沙哑独唱，车不是在往湖边开，在往万米悬崖开。谭梦溪望向前方，抓在把手上的右手摁下门锁。滴，车内瞬间响起刺耳的警报。游旭猛地扭过头，谭梦溪推开车门，跳了下去。游旭跳下一条干涸的水渠，把谭梦溪救了出来。路边废弃的水渠堵满干透的泥巴，泥巴上堆积一层厚实的腐烂的植物，浮土层上还长了一层高高的绿色灌木。亏得水渠里东西多，不然摔下去直接砸进水渠底部的水泥壁。谭梦溪灰头土脸的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嘴唇惨白，脸色看不出来，太脏，一身枯草落叶，右腿的裤子膝盖破了洞。游旭的脸白成一张纸，双手在半空无措的伸着，不敢碰他，骨折了没？谭梦溪丢了魂似的，缓缓摇头。这一跤把他的大脑强行重启，屏蔽了跳车前的所有情绪，留下一大片崭新的空白。别的地方？游旭又问。花了5分钟，
谭梦溪找回自己的名字、神智，还有肢体的掌控权。他情不自禁又惊恐的骂了声，频频吸气，低头检查起自己伤势，没有骨折，头和脸好好的，身体散架了一样痛，双手表皮破损，膝盖和脚跟软组织挫伤。从谭梦溪跳车，游旭停车下车，跳下水渠把人捞上来，无意识的做完这一系列行为，时间太短暂，没空顾及自己。谭梦溪没事，没有血淋淋的恐怖场面，他也在一大片空白里找回自己，情绪和神智也归了位。归位1秒不到就崩溃了，大骂，回音很大，仿佛地动山摇。谭梦溪哆嗦一下，差点捂起自己还未穿孔的耳朵。游旭对他吼：“你他妈在想什么？”谭梦溪眨了眨眼睛，滚下好几颗眼泪，痛的。你是傻逼吗？你是不是傻逼？你在路上偷偷吃错什么药？你的脑子装了大粪。你是我见过最他妈傻逼最疯的人，我回去一定送你进精神病院，找你那个精神病医生朋友，关你他妈一辈子。你他妈发疯，你疯到跳车！游旭不为他的眼泪动容，完全失去理智，撕心裂肺的咆哮：我玩不过你，你他妈赢了！谭梦溪，你赢了！谭梦溪歪歪的坐着，头顶是游旭的狂骂。他好像聋了，盯住自己摊开的2只手，破皮的掌心火烧火燎。这下好了，他在游旭眼里不是无病呻吟了。理由正当，要是在城市，路人都会替他挂急诊。他又想，游旭爆发了，会不会把他埋在某个地方，就近推回沟里，远一点就找个悬崖。游旭的手脚剧烈发抖，抖得比谭梦溪还厉害。如果有心脏病，已经发作。把谭梦溪骂了个狗血淋头，还是气不过，胸口沤着一股恶气，令人发疯的憋闷且突突的抽疼，喉咙又着火似的灼烧，咽口唾沫，全是血腥味。他推翻谭梦溪，往谭梦溪屁股上啪啪啪的打。谭梦溪惨叫：你他妈敢打我！游旭叫回去：我他妈有什么不敢？他此刻的精神状态，路过的蚂蚁都能挨一句你他妈路过什么，外加几个大巴掌，摔过的屁股再挨巴掌，好像挨了几针青霉素。谭梦溪痛得翻过来，搡开游旭，游旭还要摁住他，他又推，重心不稳，跌回游旭腿上。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像撕心裂肺的喊了一通，没有意义的乱叫，又在游旭的胸口捶了几拳，手臂早没了劲儿，挠痒一样。游旭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想把他制住，用双臂紧紧箍住。谭梦溪觉得自己太虚弱了，不管肢体还是感情，他总是挣扎不过游旭。他在束缚中张嘴，咬住游旭的肩头。游旭僵住，隔着硬邦邦又厚实的外套，肩头轻微痛了下，几乎感觉不到有人在咬。风好像停了，树叶不再拍打，他的耳边只剩谭梦溪断断续续又压抑的呜咽。没多久，谭梦溪松开酸痛的牙关，额头抵在游旭的胸口，不再发出声音。游旭做了几个深呼吸，肩膀依旧剧烈起伏，轻声问：你怎么能做这种事？谭梦溪无力的抬起头，身体瑟瑟发抖，生理和心理又一起痛出几滴眼泪，噼里啪啦掉裤子上。你，游旭把你他妈咽下去，猛地抱住他，过于用力，勒得2人一同颤抖。我吓坏了，不是真的要打你骂你。对不起，对不起。他不止道歉，还要安慰。好了好了，我在，没事的。安慰不了几句，他还是难从排山倒海的恐惧和绝望中自拔，压抑不住痛苦和崩溃，把脸埋进谭梦溪的肩颈处。他质问谭梦溪，却用乞求的语气：你怎么能这样？谭梦溪轻轻的问：你为什么不停车？再说不出一个字，游旭卸下力气，尊严，愤怒，卸下一切，无声的痛哭。
谭梦溪空洞地望向远方，领口越来越湿，像天降一盆热水，顺着他的领口往里面倒。他淋着游絮的热泪，心像死了，血干涸了，麻木机械地跳着，一刻也不愿意动弹。这一跳车，那些尖酸刻薄的话，斤斤计较的往事，偏激的情绪，在惊恐这艘巨轮面前碾成了渣渣。他们坐在地上，满身灰尘，保持扭打又拥抱的姿势，像他们的情感现状，精疲力尽又狼狈不堪，只剩眼泪和沉默。过了一会儿，游旭擦干眼泪，去车里翻出药箱、毯子、一次性床单，到车旁找了块平整的空地，铺上床单，小心翼翼地扶谭梦溪坐上去。谭梦溪主动踹掉了鞋，乖顺的伸胳膊伸腿，任他脱下外套和裤子，抬眼望住他，看起来可怜巴巴。游旭单膝跪下，拿出消毒湿巾，把他暴露在外的皮肤擦了一遍，再拧开双氧水给他冲洗伤口，涂抹外伤药膏。双氧水不断丝丝冒出白色泡沫，谭梦溪伸着双手，鼻尖和眼眶全红了，一声没吭。两人衣裤脏得要命，游旭换了身方便的夏装。谭梦溪的双手双膝受伤，穿不了正常衣裤，只能里面穿睡袍，外面披条毛毯。该处理的处理完了，游旭拿出一瓶水，谭梦溪喝半瓶，他喝剩下半瓶，点起一根烟，自己抽了几口，伸手递到谭梦溪嘴边。谭梦溪垂着眼睛，欠身吸了一大口，余光闯入一抹细碎的金色，不禁扭头看去，一根根扭曲的树干间，湖水以半遮半掩又破碎的形状出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游旭跟随他的目光，他们在跟随这串金光一起看向道路尽头。道路两边的树冠低压，形成天然的画框，正中间的画忏悔路上的忏悔湖，上下两道主色，分界线明显。上层的对岸起了雾，像层飘动的白纱，柔和了黄的绿的红的颜色杂乱的树梢。下层的碧蓝色湖面波光粼粼，不断有白色的水鸟冲入水中。他们什么也没做，没说，在这幅画前呆滞的坐了半个小时。谭梦溪缓过神来，发现自己满嘴的沙，呸了一口。游旭问：我要不要报警？谭梦溪回答：不要。打救护车？不用。你确定？确定。经过十几分钟的沉默，游旭又问：还能走吗？谭梦溪说：能。我背你。不用。村口小卖部老板没说错，湖边风景的确好。湖对面的山顶竖了一座信号塔，手机信号满格。露营营地也出现了，一块颇有年头的正方形水泥地，正中间留了架篝火的洞，边上还有几堆黑乎乎的石头，那是露营的人留下的天然灶台。建设越现代，说明越安全。山里没有沙发和卧室，他们没心情欣赏风景，没胃口吃东西，没力气说话，自觉的一个睡车，一个睡帐篷，极度疲惫，身体和心灵受伤，还有现代设备给的安全感。三方联手把他们击晕，一觉从黄昏睡到第二天下午2点。潜意识里，谭梦溪不想醒来，醒来要面对游旭要么困惑要么痛苦的神情，还要承认自己做了什么。他不想承认自己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不想再玩气死对方的双人游戏。他累了，这份从头到脚的累渗透了他。他梦见自己在陌生的城市孤独的奔走，没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先在梦里找妈妈，找不到，开始在梦里找游旭。多年来对游旭的爱的依赖，导致他时刻敏锐，时常饥饿，在梦里嗅着游旭的蛛丝马迹。游旭也不在，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他没有这么沮丧和难堪过。崩溃的大哭。谭梦溪迫不得已醒来了，因为有人从身后抱住了他。后颈有一些轻柔的触觉，有热气轻轻呼上来，背后的胸膛温度适宜。
笼罩自己的气味也熟悉。朦胧的困意之中，他意识到这是游旭的嘴唇。他们在睡熟后自动会变成一种睡姿，游旭在背后拥住他，或者他拥住游旭，膝盖抵住对方的腿弯，完全契合。又是这个姿势，他几乎以为自己在家里，在他们的卧室。往常的此时此刻，他回过头，翻过身，手臂搭上游旭的双肩，再给游旭一个吻。不管什么大架小架，不会再吵。他下意识感觉良好，世界不止他一个人，产生翻身的冲动。稍一动弹，拥抱马上离开了他的背，像不愿意被他察觉。新鲜空气灌进敞开的车门，他觉得冷，缩起脖子，激起一身鸡皮疙瘩。梦里的情绪带到现实，现实有合理的解释。他有罪，远不止拒绝工作压力和摧毁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在他心里轰然坍塌？他的思维从茫然到心灰意冷，还有对自己无尽的懊恼和羞愧。安静了几秒钟，游旭的声音沙哑：“醒了吗？”谭梦溪选择保持不动。游旭说明来意：“我来拿衣服。”谭梦溪抬起眼睛，装衣服的袋子放在自己头顶。他们新买的纯黑色冲锋衣带羽绒夹层，一模一样。拿衣服，当然为了拿衣服。他勉强撑坐起来，蹭到掌心的伤口，不由自主会想到跳车的瞬间，还是心有余悸，越想越后怕，闭了闭眼睛。游旭帮他穿上睡袍，再披上冲锋衣，笔挺的防水面料，衣领竖起来，围出尖锋利的下半张脸，双唇放松的合着，眉梢也没上翘，毫无情绪。至于眼睛，游旭没看他的眼睛，谭梦溪也没看他的，扶住车门，小心的踩进拖鞋，站在原地给自己扣纽扣。游旭的手先他一步，扣上一粒粒纽扣，拉紧睡袍的腰带。谭梦溪木头人似的张开双手，光线明亮的难以适应，湖水和青山的颜色鲜亮，刺痛他的眼睛。身体在这根腰带里晃了下，他发现腰带系好了，哑着嗓子说：“谢谢。”游旭转身的动作一顿：“没事，你坐那里。”灰白的水泥地面对湖面大山，并排置了2把椅子。这么远看过去，椅子渺小又孤独。明明有2把，谭梦溪就是觉得他们孤独。忘了椅子们不过2分钟，他再一次眼睛不适，看来梦里的哭也带到过现实。去前座拿翻手套箱找墨镜。游旭放下手里的行李：“我来。”两人又这么面对面，目光错开，无话可说。谭梦溪自觉站到一边。游旭弯腰打开手套箱，谭梦溪的墨镜很多，光车里就4副。手指在这4副犹豫的滑动，他一眼认出其中一副是自己挑的，旧的，有2、3年了。恍然回到那天，新款到店，他立在柜台前拆开包装，一眼相中这副，送去诊室里的谭梦溪，说他适合你。谭梦溪再给仪器消毒，立马放下消毒剂，在室内戴上一副黑乎乎的墨镜，扬起脸问好不好看。游旭盯住这副墨镜，镜腿上银色 logo 正好对光，一闪一闪，好像在说选他。他选了他，没有回头，往后递给谭梦溪，手里一空，谭梦溪接了。他再回头，谭梦溪已经戴上，单手拢住外套，走向2把椅子。这地方经常有人露营，地面平坦坚硬，怎么走也不会有危险。看了一会儿谭梦溪的背影，游旭继续整理车内。座位放倒，睡袋敞开，毛毯乱七八糟团在角落，还保留睡过的痕迹，散发着谭梦溪的气味，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像手里的毛毯，软软的。现实和过去的差异令他难以适应，他往后一仰，把毛毯盖在头上，在满是谭梦溪气味的毛毯里大口呼吸。他想起自己为什么出来，因为他们不能分手，他要挽留谭梦溪。不得不承认，他带着浓重的个人情绪，表面跟谭梦溪一起出来，
实则宣泄自己的委屈和愤怒。挽留用力过度，像做了作业却得不到奖赏的小孩。撒泼打滚，急败坏坏，早已经超过挽留的初衷。从一开始，他们已经带上对抗意图。昨天那场恶毒的争吵，正是他们敌意把全部释放、一决高下的巅峰。谭梦溪的情绪跟那张脸一样有棱有角，强烈的浮于表面。震惊和愤怒双管齐下，叫嚣着一辈子不准他再靠近。谭梦溪把他逼急了，他快要窒息，必须搞点破坏，透口气，否则不能活命。破坏完了，无异于给他和他的爱判了死刑，他还在死前亮出真面目。他后悔了，这算什么真面目？明晃晃的没阻挡谭梦溪跟他过这么多年。后悔没用，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恶人，把人逼到跳车。谭梦溪的顽固抵抗对他造成短暂的毁灭性的精神创伤。他妈的，他根本不想逼谭梦溪跳车，谭梦溪自己跳的，吓得他大吼大叫，大哭大闹。天晓得他当时在干什么，跟条疯狗似的。他们把双方逼急了，他还是后悔了。后悔跳车的人不是自己。花了几分钟调整情绪，他一件件搬出露营家当。营地有现成的灶台，灶要烧柴，他们沿着湖边的营地捡树枝。谭梦溪走在前面，双手受伤，捡不了，看见合适的树枝，指给尤旭看。尤旭跟在他身后5步远，弯腰捡起一根根小树枝，塞进袋子。全程没一句话，捡了满满一大袋树枝。尤旭说：“我累了。”谭梦溪回头：“我也是。”身体和心全部累了。他们静静站着，有一段时间没说话。尤旭说：“走吧。”好。谭梦溪继续走。两人坐到灶台前，煮了一壶开水，泡出2杯热美式。生活习惯，醒来要喝咖啡，哪怕在下午4点的大山。尤旭喝了半杯，习惯性看向谭梦溪。谭梦溪陷在椅子里，坐得低，看不见脸上的表情。阳光又暖又亮，头顶的发丝泛着一缕缕的金光。右手的关节有2块淤青，别扭的握住杯子，咖啡的热气缓慢升腾。尤旭又看他的2条腿，膝盖受伤，不能弯，伸直导致睡袍的下摆回缩，露出一双骨感纤细的脚踝，赤脚踩着居家拖鞋。他放下咖啡，去后备箱找出一双干净袜子，回到谭梦溪面前，蹲下捞住他冰凉的脚踝。谭梦溪缩起这条腿，尤旭不让，握牢了，给他穿上袜子，不小心忘了。谭梦溪摇头，没事。他继续喝咖啡，抽烟，多看自己一眼都觉得搞笑，在心里骂自己真他妈悲哀，嘴里说着不给尤旭台阶下，脑子一抽，给了尤旭史无前例的一个大台阶。别说思考过什么样的生活，他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离了尤旭只能报警。眼下的情形证明他确实天真，抛弃工作，逃离生活，带上心爱的人，拥有一场心旷神怡的旅行。出发的时候不愉快，不要紧，他们在一起有很多时间来倾听对方的心，迟早会和解。他们听了，心生歹毒，简直是一场你来我往的言语虐待。原来旅行在出发时定好了基调，注定他们像2个卡在一起的齿轮，源源不断的愤怒成为他们的惯性，转到双方迸裂，不死不休。昨天的他们嘶吼、咒骂、崩溃，丢尽脸面；今天的他们没有眼泪，互相厮杀，耗尽了他们的力气，在铺天盖地的沉默里无法动弹。有谁赢了吗？没有。他们没了工作，没了生活，好像还没了爱情。2个人刻意避免说话，湖边有信号，干脆做点现代人做的事情，看手机。游戏的消息多到爆炸，他编辑了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身体不好，进山休养，还请多多包涵，群发给顾客们。谭梦溪坐在他身边，
发了会儿呆，也打开手机看看。卖房的、微商、免费领东西，还有不熟的几个人测试删除好友。精神科医生朋友给他留过言，以前在医院我要靠药物才能睡觉，现在每天睡得跟死猪一样，太消耗体力了。附图15张洗剪吹后的小猫小狗。谭梦溪面无表情的回复照片，好可爱。再回复精神科医生靠精神药物才能入睡，这个荒谬可恶的世界。附图2个摔破的惨烈的膝盖。对方回复很快，你干嘛了？不小心摔沟里了。世界确实荒谬可恶，眼科医生没长眼，不小心能摔沟里。不说了，遛狗去了。天天早上要溜住院的8只狗，溜完回来还要给他们洗。到底是上班还是铁人3项？好累。谭梦溪回了个好的表情包。翻翻朋友圈，助理3天连发9图，27张自拍照游客照，已经去旅游了。他化了漂亮的妆，穿了平时不穿的短裙，在各种打卡地点嘟嘴、翘腿、张开双臂拥各种地标和雕塑。谭梦溪一张张翻阅，受到照片内的情绪感染，不自觉翘起嘴角，给每一组点赞。他扭过身，手机已经举了起来，习惯控制不住。尤旭没看见，正板着脸一条条看消息，父母发的50多条。谭梦溪压下分享欲，把手机扔在一边，木讷地看向湖面。湖面不少白色的水鸟，半空飞冲入水，沉下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又是新的一天，醒来后他们还没说过话。谭梦溪对说话这个行为产生巨大的恐惧和微妙的熟悉感，像他们没有出发前他看待游旭手机铃声的态度。他怕他想不分白天黑夜，没有边界感，又怕他以后不想，说明他们的诊所生意惨淡。他不会按照他的心意，该想才想。游旭从没有那样失态过，如果说分手触犯游旭的底线，那么跳车犯了游旭的天条。游旭没有把他埋了，而是闷不吭声的照顾他，对他来说成了加倍的折磨。他不能叫游旭别照顾自己，那是幼稚的气话。10几年过去，他们好像走上相同的路。他是个不知廉耻的坏东西，犯了罪还要伸手接下好处。游旭不允许他拒绝，煎熬。他希望自己的大脑不会转，可惜他依旧保持敏感。游旭随便一个神态，要揣摩，要感同身受，装不出没事发生的样子。谭梦溪越想越喘不上气，忽然觉得活着真累，想找个地方躺下。目光把湖边的景色扫了一遍，他挑中湖边大块大块的石头，没有青苔，干净且干燥。他看一眼游旭，游旭还在回复后台信息，为事业操劳比为他操劳好。他这么想着，有了起身的动力，走向那块大石头。山里传出几声脆脆的鸟叫，风在不停拨动草茎，湖面偶尔飞出几滴细微的水花。躺下，什么也不做，全身晒着太阳，紧绷的神经似乎越来越松。纷乱的思想和焦虑的情绪被这份平静抽空。谭梦溪知道了，早该躺下来的。之前一切让他难以忍受，躺下放空，看天看云，好像不用再忍受什么。游旭翻完信息，回头找谭梦溪，找到了，灰褐色的石头和绿色的水草间，天蓝加白色格子的毛毯特别扎眼。谭梦溪的四肢摊开，躺在其中一块平坦的巨石上，巨石周围的白色芦苇随风轻摇，他一动不动。游旭大步走过去，谭梦溪听见脚步声，撑起双肘。游旭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棱角分明的脸在阳光下，眉骨和眼眶的阴影深深，显得阴影里的目光也特别深。这么望着他，没说话。谭梦溪也望向对方。好吧，那种煎熬的滋味又回来了。游旭确认他还安全，没有跳湖之类的危险打算，做事转身。
谭梦溪受不了了，直面迎战煎熬多次，提出分手。踏上旅行，打开天窗，一次比一次熟练。他往边上挪了点，空出一个位子。尤旭愣住，谭梦溪还在跟说话进行思想搏斗，伸出右手轻拍了拍这块石头。尤旭和谭梦溪一起坐在大石头上，谭梦溪偷看他一眼，又看石头下面清澈的湖水，双腿轻轻摇晃。尤旭无言往后倒下，硬邦邦的石头硌着他的背，不舒服。天空和阳光也刺得他想流眼泪。他抬起手臂遮住眼睛。谭梦溪在他身边躺下，躺不安稳，又坐起来，轻轻把尤旭的手拿开，要他看着自己。尤旭，我不是故意要吓你。尤旭眯起眼睛，冷冷的看着他，我不知道你在我身边会这么痛苦，痛苦到跳车的地步。我做再多坏事也不值得你去自残。别这样说。谭梦溪摇头，摊开2个破烂的掌心，你当我开门出去？不小心滚下楼梯了。如果在家，他或尤旭会开门出去，去诊所或仓库。分开工作等于分开冷静。这荒郊野岭的，只有车门。不小心。尤旭的心里有撮火苗起了，看谭梦溪认真的表情，理智把他灭了。谭梦溪尽力还原自己当时的心情，你不停车，我害怕我们会打起来，或者你把车开翻。你可以不动。当时我的情绪很乱，不能跟你在一个小空间里待着。我看见车多少码，知道车跟地的距离，以为知道跳下去会发生什么。谭梦溪非常想认真的陈述事实，他用严肃甚至凌厉的神情表明自己在掌握之中，脸颊却不受控制的抽搐。谁知道那条路边上冒出来一根沟，之前的路上两边没有水渠，他不知道山里会做水渠引水，更不知道山上还有大片的花生地，人家村民夏天要上来浇水。沟是意外，故意跳车后的意外。尤旭怔住，要不是那个沟，我应该稳稳坐在地上，结果我打了2个滚，摔进一根沟里。谭梦溪开始大笑，笑出眼泪，我被傻逼的自己逗笑了。他仰躺在大石头上，双臂抱住肚子，自暴自弃的狂笑了好10分钟。金飞湖面一群水鸟好不容易停下，他的肩膀还在抖动，问尤旭，我是不是不该笑？尤旭简直不知道自己该什么表情，傻傻的看着他。谭梦溪好恨自己诡异的笑点，根本忍不住，身体还痛着，发笑的同时又想哭，情绪完全错乱，整理不了。好糟糕！莫名的大喜释放了他的声音、肢体，还有乱糟糟的情绪。抗拒不了的狂笑过后，大脑出奇的清醒和冷静，眼泪还挂在眼尾，他抬手擦掉，对自己摇头，我好愚蠢，太自以为是了。尤旭垂下眼睛，确实。谭梦溪说，我只是愤怒和绝望，没打算去死。别担心，我不会自杀。整整2天，尤旭把手机静音，不敢轻易开口，害怕谭梦溪会去跳崖。这一刻，他能感觉到自己这颗不安焦虑的心，踏实又缓缓的回到胸腔。他没说话，继续闭上眼睛，石头好像没那么硌背了。谭梦溪松了一口气，尤旭不会再露出担心他会去死的表情。那些煎熬神奇的减少了，意外获得了不少说话的勇气。他之前下意识想自己要不要死皮赖脸的笑一笑，笨手笨脚撒个娇。以前他学过动画片的腔调说话，学蜡笔小新唱歌。尤旭每次都笑得肚子疼，抱住他狂亲，夸他学得好可爱。谭梦溪差点又把自己想笑了，嘴角却沉重，没扬得起来。山里昼夜温差大，趁着天没黑，气温还高，他们去湖里洗澡。尤旭先下水洗好自己，在湿淋淋的上岸牵起谭梦溪的双手。
谭梦溪小心的踩进浅水区域，坐上游旭特意搬来的一块矮石。晒了一天的湖水，温的。谭梦溪把睡衣放在一边，身上剩条泳裤，猛地接触冷空气，他低下头，抱住自己的胳膊搓了搓。倒不是游旭第一次帮他洗澡，而是第一次在空旷的湖边洗澡，好不适应。游旭在谭梦溪的头发上打了泡沫，瞥见谭梦溪的脊椎一节节顶起雪白的皮肤，明显瘦了。跳车留下的伤口发青结痂，细看惨不忍睹，整个人病恹恹的，眼眶莫名发酸。他弯腰打湿毛巾，呼出一口气，再直起身，他的表情恢复正常，用毛巾一遍遍擦洗掉泡沫，直到发丝不滑手。他在谭梦溪的身边坐下，搭住我的肩膀。谭梦溪搭上游旭的肩膀，游旭的额角还在滴水，肩头湿漉漉的，不好搭。他不禁用了些力气，手臂箍住游旭的脖子，不得不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上次身体这么亲密，还是在有浴缸的酒店。那时他们的身体亲密，心离得很远。这次他想，好像更远了。游旭的眉眼浓重，平时只觉得沉稳，轮廓深邃，现在沾了水，眉毛一簇簇结着，眉乱向上冲了起来，有种狂野不羁的感觉，好像骑机车戴头盔的游旭，阳光天真，无所畏惧。他又看向游旭高挑的鼻梁，湿润微张着的嘴唇，这双嘴唇吻过太多次，只看两眼，舌头自动联想到他的触觉。他带来的吐息，时而温柔，时而充满掠夺性的行为，舌尖还了解里面的牙齿，深深记得被咬时的刺痛。整整2天48小时，谭梦溪花大量精力避开跟游旭起冲突，忍受各种习惯的折磨。这么近，近到肌肤相亲，游旭的魅力一分未减，甚至更多。他看呆了，游旭给他洗好了2条手臂和上半身。游旭说：“站起来。”他回过神，站起来。游旭的手很大，手指长而笔直，骨感的指节大小不突兀，指甲修得圆润干净。这双有力量有男人味的手松松圈住谭梦溪的小腿，涂抹沐浴露，打出泡沫，跳过受伤的膝盖，直达大腿。另一只在他的背后摸过腿弯，顺着滑溜溜的泡沫往上，到达泳裤的边缘，没有停下的意思。游旭在他侧面站着，2只手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谭梦溪打了个哆嗦，感觉不太对劲。下半身洗完了，怎么还不停下来？他咽了口唾沫，低头一看，自己不受控了，脸颊疼得发烧。不是害羞，而是尴尬。精神在体面，抗拒不了生理本能。他稍微平稳情绪，指尖按住游旭的手背，我自己洗。游旭把他的窘态看在眼里，故意撇开他的手。你的手不能沾水，湖水不卫生。谭梦溪没再吭声，鼓起腮帮子深呼吸，脖子全红了，从锁骨一路红上耳根，再是2片颧骨。阳光下，游旭清楚看着谭梦溪皮肤上细细的绒毛，他们在风里，他的眼里无所适从的颤抖。谭梦溪的双手受伤，精神状态又萎靡不振，大概率没有碰过自己，一定憋了很久。他不介意做件好事，双方都好。在掌控谭梦溪的身体这件事上，他比谭梦溪还在行。还是那句话，他们太熟了，他能轻易拿捏他，各方面技术熟练。当谭梦溪在他的掌控下愉悦、颤抖、失去自我意愿，他的心理和生理也会自豪和满足。所以说双方都好，他也遵循心理本能，要做心情愉快的事。谭梦溪感觉有什么抵在腰侧，然后瞟到游旭的现状，仿佛有2个人尴尬，就合情合理了。好不容易，他的尴尬消散一些。游旭站到他的身后，左手圈住他空闲的手腕，让他别乱动，右手隔着他的泳裤施展一些本事。他近距离盯住谭梦溪，
舔了下嘴唇，欣赏谭梦溪的表情，眼里发出疯狂又兴趣盎然的光。面向湖对面，谭梦溪惊愕的微张开嘴，搭在尤旭肩头的手指猛地抠紧。耳边，尤旭哑着嗓子说：“放松。”山林海浪似的，一波接一波滚动，沙啦啦的翻涌，不断洒下细碎的落叶。那些落叶在空中各自打旋，有了生命似的慢悠悠的摇摆。尽管只有一条胳膊搭在尤旭身上，尤旭的体温、呼吸、动作却精准无误的传达给他。他感觉自己伸出数条无形的渴求的枝条，不敢漏下一丝信息，甚至巴望有个吻，只好咬住自己的下唇。落叶飘的时候，他也飘；浮上水面，他也浮。他无力的后仰，任尤旭拖住他的背，跟没过脚腕的湖水融为一体。波光粼粼映入他的眼睛，洒下一大片闪动的金光。抬腿，谭梦溪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喘匀了气，抬起发抖的腿和发软的膝盖。事后的余韵使他的大脑嗡嗡直响。尤旭用手把他完了，大白天没有遮掩，湖边他丢盔弃甲，拼命咬住下唇，才没有痛快的大叫。尤旭给他穿上睡衣，好像什么也没干，若无其事的搓洗起他弄脏的泳裤。他的视线水光朦胧，还有细小的光在流窜。我自己解决。尤旭拧干泳裤走了过来。回到营地，尤旭给谭梦溪的伤口消一遍毒，喷上液体创可贴。谭梦溪几次偷看他，发现他的眼里隐隐有笑意，大概是不自觉的流露，因为整张脸没有什么表情。洗澡好像洗掉了一切不愉快，还留下一些单纯的愉快。他们得到难以适应又理所当然的平静。谭梦溪的大脑放空了10来分钟，尤旭的体贴便开始循环播放。比昨天和前天更煎熬的时刻来临，几乎走向抑郁和窒息。他不禁说：“谢谢。”尤旭拧开一瓶水递给他，顺手的事。顺手像递瓶水这么简单。谭梦溪吃得发笑，边笑边摇头，感叹道：“天啊！”尤旭正弯腰拿出烟盒，听见他带着笑音的呼喊，抬起头，怎么？他们好像回到吵架前，不止分手前的相处模式。笑点低的谭梦溪会因为尤旭随便一句话笑5分钟，笑意收不回来，谭梦溪歪头看着他，有2分钟没说话。这1个礼拜过得好糟糕。尤旭点燃一根烟，看向湖面。是啊。谭梦溪点平自己的膝盖和双手，我把自己弄得太糟糕了。尤旭在烟雾后面笑了下，分手旅行的计划也挺糟糕的。忏悔录的风景过于枯燥，剥夺了他们在物质层面的享受，无法转移注意力，2个人全神贯注的注意对方。自热米饭和面包让他们丧失食欲，帐篷和汽车挤得要死，睡不好。3天没洗澡，心理卫生已经接受不了。他们又互相剥夺了精神层面的享受。冷战制止了性生活，脱离城市和工作，没有小礼物和分开冷静，猛然找不到缓解的理由。车是牢笼结构，他们困在他们的爱车内，本能的凶残的互相撕咬，不留余地。扒去成年人情绪稳定的虚伪面具，里头的东西面目全非，顶多在表面算得上人类。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指责谁先说出分手，谁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够。他们的狰狞程度超出对方想象，上升到谁的罪恶更大，谁的爱不够清白，发了疯的志气，企图把对方逼得低头，最好跪下忏悔。没什么比他们更糟糕的了。好在大自然安静又包容，给大地披上柔和的余晖，没把糟糕的他们排除在外。纯粹的舒爽了，笑了。谭梦溪有感而发，有时候做自己认为对的舒服的事，像在犯罪。尤旭同意他这句话，点了点头。比如自己糟糕的挽留方式，比如谭梦溪对他
对自己做的糟糕事。见他点头，谭梦溪像得到鼓励，你照顾我，对我太好了，我反而更难受，总觉得我应该向你赎罪。尤旭略感惊讶，你有受虐症？没有。谭梦溪哭笑不得，这些年你把那件事藏在你的心里。那又怎么样？我们说开之前，我没有为难过你。我仔细想了想，我那时候用性缓解了你的愤怒。我们性生活又过于和谐，这是作弊，这个处理矛盾的习惯不好。我们没有完全敞开的谈谈。尤旭皱起眉头，实话实说，我对你的缓解方式很满意。满分10分，打9.5分，0.5分扣在你叫的太小声。这个回答不在谭梦溪的意料之内，他的情绪从伤感到诧异，再到久远又清晰的画面，依然面红耳赤，再回到伤感。花了好一会儿时间，他硬着头皮继续说，但改变不了我给你带来了伤痛。尤旭闭上眼睛，只抽烟不说话。在这件事上，他有权利沉默。尤旭的沉默没有让谭梦溪退缩，他已经清楚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根本没有道歉和原谅，短暂的欢笑，用性安抚的愤怒，不过是片刻的愉悦，给痛苦蒙上一层纱。伤口愈合，痛意消失，疤痕永远在。人和人之间没有感同身受，尤旭永远不能体会他的心境，并且永远憎恨他象征离开的恶劣行为。不单尤旭在承担痛苦，精神出轨成了他的耻辱。一种疾病，一道可怕的魅影，在他开怀大笑或黯然伤神的时候，站在角落隐隐绰绰。遗留在人生里没解决的问题，好像会反复出现，直到解决为止。这件事把他们的一部分锁在那个时间点，越是不提，越是反复煎熬。做点什么，哪怕有一刻的轻微缓解，也是值得的。他要解救自己，还有尤旭，给不安的生病的灵魂一点止痛药。尤旭，你看着我。谭梦溪鼓起勇气。尤旭睁开眼睛，你要说什么？面对尤旭黝黑的眼眸，勇气又溃不成军，谭梦溪尽力让自己保持不要动，像配合他做检查的患者们，努力睁开眼睛，不要移开目光。只不过尤旭不会温和的对他说，再坚持一下，不要眨眼，不要乱看。这几句他常对患者说的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遍。谭梦溪用满是歉意和真诚的目光凝视尤旭的眼睛，语气正是，对不起。话落了地，他忽然觉得轻快，什么事也难不住他。我不阻止别人的嗜好，在精神世界给自己过上了没选择你的人生，我不该这么自私。他又说一遍，对不起，我真的非常愧疚。尤旭眨了眨眼睛，坦白来说，这句正是真诚的道歉，减轻了他心底的痛楚，但他说不出没关系。他觉得自己有些残忍，装出客观冷漠的样子。我该回答什么？谭梦溪的眼眶湿润，竖起一根手指，别说话。看。尤旭的目光不由自主跟上这根手指，缓缓移动，转向远方。天边悬着一轮落日。看了一场落日，谭梦溪和尤旭的情绪平稳多了。日落后，月亮躲进云里，周围黑得无聊。他们随便对付一口晚饭，不想玩手机，也睡不着。打手电筒去捡柴。谭梦溪走在前面，负责打手电筒。尤旭跟在他后面，只能看见一道黑漆漆的影子。先开了口，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吵成那样，好像疯了。多年同居生活不容易，他们吵完架会复盘吵架内容，哪怕是很小的事情。谭梦溪停下，手电筒的晃动也跟着停下，照亮一棚张牙舞爪的干枯灌木。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反应像应激了，没有光线，仿佛可以畅所欲言。尤旭想了想，我当时的语气也不好，我很羞愧，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谭梦溪的声音带了笑意，
用来掩盖苦涩和悲哀。我在车上对你说的那些话很伤人。尤旭没吭声。谭梦溪说，吵架的时候情绪会放大，语言也放大了。我不希望你去死，只是想气你。尤旭知道谭梦溪看不见，还是摇了摇头，本来也没把那句话留在心里。谭梦溪是什么人？刀子嘴都算不上，经常吵不过他。豆腐心倒是真的，他了解，过去轻易拿捏。回想自己发出的污言秽语，还有对谭梦溪的精准攻击，他认为自己也没好哪去。我知道。谭梦溪叹了一口气，生怕尤旭听见。那时候我无法忍受你养我，你不准我复学，我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我知道安心接受你对我好就足够了，问题在于我安心不了。我天生这副鬼样子，拿了别人好处，总有种欠人什么的感觉。尤旭啪的踩断一根树枝，声音低了一些，可能年轻的我没有获得你足够的信任。尤旭，我信任你，我甚至没想过离了你要怎么活。那时候的你经常心不在焉，我很多次怀疑你不爱我。我不是不爱你，我厌恶这个世界，更厌恶我自己。谭梦溪尽力复原当时的心境，不加修饰。我当时就像巴黎综合征，我以为的生活和我过上的生活差距太大，受了重大打击。我随便去做什么都可以养活自己，可我盲目狭隘，觉得在社会上要有一样拿得出手的本事，又只接受自己会做的事。爱情，我自认为的个人价值，我全都想要，结果我搞得一团糟。尤旭静静听着，大约人在本能上会选择逃避，在即将出口的话面前。谭梦溪体会到什么叫无地自容，灭顶的羞愧，山呼海啸的内疚，预想面临控诉的胆怯。这些复杂的情绪一寸寸向内侵蚀，上演一场关于本能意志的虐杀。直面错误和痛苦的滋味不好受，他的身体连同喉咙不受控制的发颤，全身的细胞在抗拒和尖叫。他感觉自己正石头似的一点点裂开，有火烧了他的脸皮，又一层层翻卷着掉下。不要只诉说痛苦，也不要找借口，往最坏了想，可以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谭梦溪在心里数了1、2、3，开口：尤旭，我没恨过你，恨你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不敢面对现实，不肯承担选择的后果，把错误的源头转嫁给你。我的心里会好受很多。只有走到再无挽回的绝境，人会开始直面自己的错误，看见自己的自私、懦弱、卑鄙。天没塌，地没陷，他还一身轻松，身上的伤口好像都没那么痛。弯腰捡了几根树枝，抱在怀里。尤旭差点接不住他这番真心实意，没有指责或包容，更别提理解，就是胸口忽的暖意融融，觉得舒服和轻松。他们之间的敌意和对抗，在不知不觉的渐渐消散。如果说12年的谭梦溪是首难读的诗，他们大吵一架前，谭梦溪的内向程度不亚于把自己锁在箱子，沉入海底。而现在，谭梦溪向他翻开了自己的封面，并且启动大白话翻译器，逐字逐句在他的眼前完全展现。可惜环境略糟糕，他们的身份是分手的人，各自狼狈，站在大山里的一片湖边，手里还抱着2捆柴。安静了几分钟，尤旭喊：谭梦溪。谭梦溪用手电筒指着一根树枝，你说。尤旭不想捡了，咬了咬后槽牙，在我当时的认知里，你不会在前途和我之间犹豫，因为我完全没有犹豫。你也应该这样，我感到挫败和受伤。谭梦溪问：现在看，我有犹豫的权利吗？尤旭深深呼吸着，有。也许换2个人，不是谭梦溪和他，当然有，这是人生常见的选择题。谭梦溪点头，谢谢你这样说，我又好受很多了。之前我觉得自己会下18层地狱。尤旭也直视自己，22岁的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他爱谭梦溪。
想谭梦溪老老实实让他爱。周围不断响起虫鸣，冷风一吹，他回过神来，在肚子里对自己评价：我好像根本没变。多年难以启齿，现在再提，有一种大人看小孩耍赖的既视感，丢脸可笑，却也懵懂热烈，惹得他苦笑。他扯了扯嘴角，不想活了，活不下去，活着没意思。应该每个人年轻时候都说过这种话，我没说过。在我爸妈眼里，不说我多出色，至少懂事听话。只有那一次，我开始想拿这话威胁他们，叫他们不要再阻拦我。结果只有我被你威胁了。谭梦溪接话，笑了出来，好逗。尤旭听见他傻兮兮的笑，有种磨牙的冲动，看见可爱的东西忍不住咬牙切齿的那种。这不正是我真正目的吗？谭梦溪不笑了，其实有迹可循，我最讨厌别人耍我。尤旭理解他的意思，随后感到深深的被命运看穿的无力。也是，父母这么大岁数，不是白长的，不会上他的当。如果他对别人说，大部分人当他发神经，只有谭梦溪会相信他真的活不下去了。谭梦溪自愿，且一定受他威胁。有一刻，尤旭不想再说了，怕谭梦溪的怒火重燃，怕谭梦溪对他产生恐惧心理。他对针锋相对感到疲惫和厌倦，又对现状感到绝望。他们像朋友，只是朋友，毫无顾忌的倾诉和忏悔，仿佛过了今天不要明天。朋友不好吗？不好，但比当敌人好。他叹了口气，用无视来否定你的个人意愿。这件事上，我确实自私了点。云飘走了，月光照亮谭梦溪的脸，正好对着尤旭。他把眼睛睁得圆溜溜，有股稚气未脱的感觉，边笑边学他说话，自私了点。尤旭认为他这副样子挺欠咬，你有骂直骂，不要阴阳怪气。谭梦溪扭身往营地走，你像个国王。好一句更严重的阴阳怪气。我们两个的地位完全不对等，永远是你在走，我在追，你才是一个国王，一个大小姐，一个主人。我是你的奴隶，你的一条狗。尤旭跟上他的脚步，没察觉到自己用着委屈无力的口吻。凭什么？凭我惯着你？谭梦溪忽然啊一声，无限感慨的样子。那时候我们怎么熬过来的？尤旭没反应过来。什么？我们都很伤心，穷得要死，前途一片黑暗，不管生活还是感情，都乌烟瘴气。尤旭觉得这个问题很蠢，答案清晰明了。那时候我觉得没什么比我们在一起更重要。我也这么想。谭梦溪轻声说，静了几分钟，回到上一个话题。我说过一次别过了，精神出轨一次，又第二次说分手。一段感情里，怎么有人能当2次坏人？太残忍。我觉得我在你面前像一个魔鬼。我在你面前呢，一个撕破伪装的反派。尤旭气哼哼的笑，谢谢夸奖。谭梦溪迈过一块石头，回身帮尤旭照亮脚下，反派挺好玩的。尤旭顿了顿，抬腿迈过去，怎么好玩？我们这样沿着湖边捡柴，挺好玩的。谭梦溪说，明天我们煮东西吃吧。边吃边看风景，像真正露营的那些人，在湖边度过悠闲的一天。再去爬山，到山顶搭帐篷，看星星。尤旭没有拒绝的理由。好。两人在月光下对视，看见对方脸上有笑意，气氛越缓和，茫然越在心头升起。他们互相拆去台阶，撕破伪装。他们承认自己做了什么，不再为自己辩解，不再挽回对方的心中形象。他们又分不开，还要前进。接下来他们该用什么方式相处？不知道。那就顺坡滚下去，遵从本能。还是一个睡车，一个睡帐篷。临分开前，谭梦溪问，接下来的行程有什么规定？尤旭回答，不要再互相折磨了，
清早，尤旭摆好桌椅，撑起一个小小的遮阳棚。谭梦溪坐在他面对，组装露营用的锅碗瓢盆。有几分钟，身边没有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尤旭抬起头，发现谭梦溪愣愣地看向远处。他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帐篷背后，10米远的地方，地上长了一蓬蓬紫色、黄色的野花，常见的路边野菊花。尤旭扔下遮阳棚，任遮阳棚塌下一半，向梅翻过去输液，折在地上。他走过去，在野花丛里弯下腰，问谭梦溪什么颜色。谭梦溪眼前一亮，没回答，跟了上来。起太早，没睡好。谭梦溪的嗓子特别哑，紫的。尤旭低头一朵朵挑选，摘了一小束，递给谭梦溪。谭梦溪双手接下，回到桌椅边上。他丢开那些锅碗瓢盆不管，找出空的矿泉水瓶，把花插进去，摆在桌子正中间。没装水，不稳。他还是喜欢用空酒瓶，能稳固的放很久。尤旭去车里拿来2个罐头，想问谭梦溪吃什么口味。谭梦溪右手支着下巴，对桌上这瓶花发呆，嘴角微微翘起。他不禁问，想到什么了，笑成这样。谭梦溪不知道自己笑了，咧起嘴角，想到以前住出租房里，我插的那些花都是你拿去扔掉，当空酒瓶里的花枝干枯变废，不能扔家里，要扔进小区的大垃圾桶。2抹背影从他们眼前飞奔而过，一前一后，步子又大又快。掉一地的叶子花瓣掉在房间、客厅、楼道、小区的道路。尤旭抱着枯萎的长长的枝条在前面跑，谭梦溪右手扫把，左手簸箕，在后面追着扫，生怕邻居们对他们有意见。2道美好的背影越跑越远，尤旭涣散的视线集中，心里酸涩酸涩的，不是滋味。继续开罐头，很久的事了。谭梦溪看向别处，睫毛颤动，很久的事。烧柴架锅，2人围着一口露营小锅，做了一锅奶油蘑菇罐头，煮金枪鱼罐头，看起来像模像样，闻着也香，甜甜的奶油味。谭梦溪用勺子舀了点汤，吹吹放嘴里，味道属于能咽下去，毒不死。尤旭也尝了一口，有点咸。他煮的亲手加的水，大量多余的盐，都是真空包装食材，调料不多，能吃就吃。谭梦溪又舀一勺，跟厨艺没关系，他烧的火失败控制了烹饪火候。要是嘴硬能当饭吃，他们真不至于吃罐头煮罐头。筷子在尤旭的手边，尤旭分出2双，自己先夹出一大块鱼肉，自然而然的递到谭梦溪嘴边。老毛病，一下子改不了。谭梦溪还举着自己的勺子，嘴角微微抽搐，对这块鱼肉的来临有点诧异。尤旭对自己无语，真想把筷子拐进自己嘴里，递人家嘴边了，不适合再拐弯。他有理有据的说，你吃饭太慢了，这东西冷了就行。吃完我刷锅，你捡垃圾。谭梦溪张嘴吃了，然后噎得弯腰，咳得满脸通红。尤旭起来给他拍背，帮他拿水。一顿折腾，2人分开坐回去，场面尴尬。谭梦溪还在清嗓子，眼角有点泪花。有一次好像也这样。尤旭立刻接到韩式拌饭，他们又想到一起了。上半年的事，谭梦溪在网上看见韩式拌饭教程，兴致勃勃要实践。尤旭要带他去餐厅吃，他死活不肯，发脾气似的，只吃亲手做的。尤旭拗不过他，买了个小小的电炒锅带到诊所。那天难得有空，他陪谭梦溪做，切各种丝，在诊所的茶水间折腾了大半天。拌好之后，有患者上门复查，谭梦溪叫尤旭先吃，自己坐回电脑前面查数据。尤旭把这一盆拌饭分成2份，一份给助理小琼，一份归他们2个。为了把视频里的教程完全复原，他特意去买了一把超大的。
铲子一样的木头勺子。怕打乱了谭梦溪的思路，也兴奋的要体现厨艺。他喂他吃，谭梦溪还在嚼，他伸大勺子，谭梦溪傻不愣登张嘴就接，只吃了2勺，谭梦溪噎住。尤旭给他拍背，给他倒温水，没用。他痛苦的打了几个小时的嗝，边打嗝边对尤旭笑。不用竭力回忆，谭梦溪和尤旭能轻而易举10天不间断的复述过去的美好瞬间。小郭逐渐冷却，腥味飘出来，不能再吃。尤旭有些恍惚，站在上帝视角看回忆，产生疑问：为什么不要我换把小勺子？或者你别张嘴。跟那时候一样，谭梦溪也打着嗝，怕你伤心。打嗝难受的不行，他要转移注意力，起身捡垃圾。再说也没浪费，你不是把剩下的全吃了？尤旭的嘴唇一张一合，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现在这般陌生疏离的模样。谭梦溪放下垃圾，坐回他面前，没发出声音，貌似在思考怎么回答。他们无力的四目相对，放任沉默的时间无限延伸。比激烈的争吵更加震耳欲聋，眼睁睁看着鲜活又珍贵的情感来了又走，走向湮灭。砰砰砰，他们身后出现了几声排气管放炮声，嚣张吵闹。尘土飞扬间，一辆贴满拉花的红色迷你 Coopers 闯入他们的视野。这辆小车和它带来的噪音把他们从我们怎么会变这样的迷雾中解救出来。车身灵活的斜在营地旁边，尾气弥漫到2人的小锅，还有2人脸上。谭梦溪和尤旭诧异的对视一眼。开门下来一个穿全套黑西服的女生，长卷发，大耳环，脚上踩着红白相间的球鞋。她摔上车门，对2人的存在一点也不奇怪，走过来打招呼：你们好。露营。谭梦溪怔怔的点头。哎，还是睡衣主题，有意思。他对谭梦溪一身睡袍点评道。谭梦溪还没说话。好香。他探头看向锅里，神情明显震惊，还有一些些嫌弃。你们煮的什么？罐头煮罐头。尤旭回答。他爽朗的笑了。你们吃，我来游泳的。谭梦溪又和尤旭诧异的对视一眼。女生不管他们，在车后拿出一双拖鞋，当场脱了西装外套和西裤。原来里面已经穿好了一套长袖短裤泳衣。她戴好泳镜，盘好头发，披上浴巾走向湖边。半晌，谭梦溪眨了眨眼睛，有点不习惯。我差点忘了地球上还有别人。尤旭也不习惯，莫名其妙的看向那个女生，注意力很快转向她的车。她的车不错。女生在湖边做起热身运动。谭梦溪扶住额头，一个女生来山里游泳，不奇怪吗？尤旭问，哪里奇怪？这里本来就是景点，天气又不是特别热。谭梦溪一向敏感，直觉也准。尤旭还在打量他的车，我们还在山里打架，比去湖里游泳奇怪多了。哗啦，女生扑进湖里，溅起洋洋洒洒的水花。他们不再说话，回头看过去。谭梦溪放下胡思乱想，也向往跳进水里，等他走了。我们去游泳吧。尤旭点头，好。这片湖难得的原始和清澈，谭梦溪前3天的伤口不能下水。他没心情，而且一个人去游没意思。2条黑色的胳膊在湖面摆了2下，他们看见他露头换气，又埋下去，双臂挥舞2下，直直沉下去了。尤旭猛地站起来，带到椅子和桌子。他边脱外套边向湖边奔去，回头大喊：你不要下水！谭梦溪手忙脚乱的起身，大脑空白，只知道跑，捡起尤旭的衣服又跑，捡起尤旭的鞋子。转眼间，尤旭扑通跳进湖里，几下游向女生的位置。没有热身准备，冰凉的湖水涌入尤旭的耳鼻，他下意识的跳下来救人。
这会儿全身哆嗦，头脑清醒。他咽了口唾沫，祈祷女生不要挣扎。这个女生显然是游泳老手，放松四肢，仰在水里半浮半飘。好在他没有游多远，游续几下到达他的身后，托起他的头。他吐出一口水，大口呼吸。别动，我拉你上去。游旭拽住他的衣服，他配合的没动，双手叠在胸前。两人安静又精疲力尽的到达岸边，谭梦溪搭上手，把女生拽了上来。女生躺在地上，缓过这口气，抹了把脸。你干嘛？吓死我了，我正好装溺水。游旭气喘吁吁的问，我救了你，你问我干嘛？谭梦溪疯狂点头，看起来很危险。不是，女生咧开嘴笑，我在玩浮泳。呆滞了几秒钟，游旭回头看神色尴尬的谭梦溪，再看这个女生也抹了把脸，世上的人是不是都有病啊？误会一场，三人无奈的笑。游旭回车里换身衣服，谭梦溪把他的湿衣服一件件晾在车顶。女生也换好衣服，朝他们走过来，正好看见停在树下的车，眼睛亮了。你们的车？谭梦溪点头。女生绕车走了一圈，鼓掌，大探险家 3.0T V6 发动机。游旭咬了根烟，340匹马力。女生与他对视，5.3秒破百。游旭十分惊讶，他竖起一个大拇指，有品味。游旭烟也不点了。女生拉开他们的车门，往里面看，我卖二手车的。原来是内行。游旭本来就对他的车表示赞赏，很久没跟人聊过爱好，这么一聊，隐隐有种在山里遇上知己的高兴。他几乎兴奋，双眼发光。你的卡丁车也不错，你开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听见你收油的放炮声。2.0T 192马力，你很懂啊。女生笑了，游旭也笑，爱好。谭梦溪站在两个人身边，看见游旭一脸高兴，情不自禁的问女生要不要去我们那边坐坐。他也跟着开心，沉闷一扫而空。多久了，游旭没有露出过纯粹快乐的神情，笑容总是短暂敷衍，带着焦虑和其他因素。露营小锅边上多了第三个人。谭梦溪重新烧热了锅，舀了一碗罐头煮罐头给女生。女生拢起自己的浴巾，连忙说不饿。你们在这里多久了？进山2天，湖边第4天。游旭说。女生回头，这也没多远，你们玩这么久？他们没走多远，油箱刻度能明显看出来，因为不停吵架，走得特别慢。游旭问，你怎么一个人来玩？女生摇头，我来惯了，心情不好我就来游泳。没人，我随便骂，随便尖叫。谭梦溪问，你心情不好？非常不好。女生略过名字，开始自我介绍。她是一个二手车销售，兼职做自媒体，提升业绩，天天拍短视频，写文案。然后你会发现你做的不够好。女生语气激昂，说起来一肚子气，信息数据非常让人焦虑。平台不断打压你，提醒你的流量不如别人，引导你费尽心思跟别人竞争。我掉头发，掉体重，躺下一闭眼，脑子里就是某某账号又有新点子，我要有更新的点子。谭梦溪听到这里，转头对游旭说，我们也一样。女生问，你们做什么的？个体户。游旭说，要他的好处，只能顺应他的规则。我们不付推广费，就不会上搜索前10，上首页。上了首页，就要不断推出新活动，给平台分成。引流来的人，给人家送东西，求人家写好评，用好评率继续引流。女生说，卷，大家就是卷。游旭抬起右手，做了个飞出去的手势，我们跑出来。他把营业状态改了，计划好的推广和活动也泡汤了。谭梦溪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英雄，
我这算不算反抗？算，绝对算。女生哈哈大笑，这半年偶过得特别辛苦，可以去那边尖叫一下吗？他们点头。女生去了离遮阳棚10米外的地方，对着大山和湖面，啊啊！他们睁大眼睛。他回来坐下，我以为我热爱我的工作，卖出一辆车，亲手给出车钥匙，我是有成就感的。做账号冲业绩之后，看着那些虚拟数字，一点感觉也没有了。他反思自己，工资早已经满足开销，到底怎么从稍微提升业绩变成追求高流量，势必碾压同行，已经追究不了。拿多少钱值得他每天自我压榨？多少钱也不值得。我发现我的精力很少，如果不投入到热爱，就会痛苦。我把账号改成自己的风格，舒服多了。他说，如果可以，我想每天睡到自然醒，打开钱包，钱会自己变出来。我跟你一样。谭梦溪又问，这样是不是太懒惰了？我承认自己本质上是个懒货。谭梦溪点头，我也承认。他们扭头问尤旭，你呢？尤旭没有过这么梦幻的想法。谭梦溪痴痴的笑，算了，不逼他了。女生继续说，我爱我的男朋友，我把注意力放在爱上面，想给他织条围巾。上个礼拜五，他认识了别的女生。话题一下子转太快，谭梦溪和尤旭没反应过来。尤旭不禁问，他认识别的女生跟你做自媒体有关系吗？没有，他想跟我拜拜。女生说。尤旭哑然。一般这个时候应该送上一杯水。谭梦溪问，我去找喝的，你要吗？女生问，有什么？谭梦溪起身离开，再回来递给女生一瓶易拉罐装可乐，手里还多了一瓶红酒。他在车里搬了不少东西，发红的指尖握住窄细漆黑的瓶身，兴奋的差点跳起来。尤旭，看我找到什么？后备箱的角落居然有一支酒，廉价红酒。某年七夕，他们去某个餐厅吃饭，餐厅搞抽奖，几乎人手一瓶，丢掉可惜，喝又不乐意，在后备箱扔了好几年。山里连家小卖部都没有，这瓶酒的珍贵程度跟黄金有的一拼。尤旭接过来端详，过期2年了。谭梦溪舔了下嘴唇，打开尝尝。尤旭拿出手机看时间，早上9点半喝酒。谭梦溪问，犯法？尤旭摇摇头，不犯法。他开了，谭梦溪尝了，没问题。女生喝口可乐，接着说，我有个很好的姐妹，她想兼职心理咨询，所以拿我当第一个顾客。她劝我，实在放不下，叫我男朋友来一趟。姐妹让他们分别写下，假如向别人介绍他，谈谈你的恐惧，写完再读给对方听，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写了，我发现在他眼里，我根本没有优点，全是他的怨气。女生骂了一句，我他妈当时脸都绿了，撕了他的纸，还撕了他的脸。谭梦溪问，你怎么写他的？他打球很帅，唱歌好听，做饭好吃，不说了。我是个瞎子。谭梦溪想了想，人类天生有视野盲点，他在我们眼球的视网膜后方，没有视觉神经，感觉不到光。这么一想，是不是可以理解自己偶尔眼瞎，偶尔盲目？女生饿了一声，谁没有盲点？章鱼，我要是章鱼就好了。谭梦溪表情认真，当人更好。女生扑的笑出来，你直接帮我骂2句渣男，我就会被安慰。你居然正儿八经地科普。抱歉。谭梦溪腼腆的抿起嘴唇，没事，你的安慰很有用。女生越笑越厉害，我写什么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姐妹。她又哭又笑，拉架的时候还喊了救命。她说自己是心理咨询，不能轻易崩溃，比我还崩溃100倍。谭梦溪率先发出一声爆笑。
尤旭也忍不住笑了。我男朋友走以后，我捡起地上的纸，看见他写完第一面。他对我有感情，想对我道歉，我没看到最后一行，就撕了。女生笑出眼泪，喜剧的内核是悲剧，笑得我肚子疼。三个人笑得气喘吁吁，笑意还留在脸上。女生叹口气，失恋了，我又感觉自己错了，戾气太重。谭梦溪给自己倒了半杯酒，心想我也做了很多错事，他的人生选择都经不起推敲，每一步都是错。也许高考后他就不该听父母的，他们硬着头皮让他学医，他明知道家里没钱，硬着头皮选了。恋爱、私奔、精神出轨、生日分手、发疯上路，接着吵架，形象和精神世界崩塌，跳车，搞一身外伤。有时候他希望自己在做梦，醒来回到生日前一天，一切还未发生。醒来面对现实，也知道逃避没有意义，滋味挺挫败的。年轻的他挫败之余是不甘和忧郁，现在的他挫败完了，记起一道沧桑的声音。谭梦溪举杯，年轻人犯错是正常的。尤旭发笑，这么老成？你爷爷说的。谭梦溪说。尤旭怔了，心底又有暖意在流动，眼眶发热，闷头喝了。女生说敬年轻人。谭梦溪说敬错事。该说的话全说完了，女生明显心情好。能不能用你们的车放歌？你们音响是 B 语哦，不要浪费。尤旭夸他有眼光，他立马弹起自己车上的音响，两人围着汽车狂聊。谭梦溪上了车，连上手机歌单，选了首电影主题曲 Freedom， 觉得气氛合适，音量开到最大。女生站起来左右摇摆，谭梦溪受到鼓舞似的，不由自主的跟着摇摆。女生惊呼：你会跳舞？狗屎舞。谭梦溪回答。尤旭坐在椅子里，单纯的笑。因为狗屎舞，因为他们高兴，他也高兴了。因为大山里、湖边、遮阳棚下，有两个人跟着节奏左摇右摆。汽车大开4片车门，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尤旭一起跳。谭梦溪喊，脸上起了细密的汗，眼睛和鼻尖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双颊挂着2片红晕。女生也挥动双手，一起一起。尤旭摆手，他从不跳舞。谭梦溪弯下腰，拉起他的胳膊，双唇残留一层酒渍，内侧鲜红，外侧水亮，嘴角好看的勾起。跟我一起。尤旭不会跳舞，跳起来一定很笨拙丢脸，但是谭梦溪在对他笑，他拒绝不了。尤旭跳舞的时候，四肢仿佛脱离大脑的控制，毫无节奏感的挥动，仓促又没有规律的步伐，像电影里的外星人登陆地球，路上找了个人类身体占有，刚占有完，在这儿跳舞。谭梦溪和女生笑得跳不下去，尤旭的脸都红了，自己也觉得好笑。3个人笑得东倒西歪，连滚带爬，分别躺上湖边的3块大石头，喘了很久才缓过来，太开心了。谭梦溪看着湛蓝的天空，脸颊发酸，好久没这样笑过。尤旭把双臂打开，我也是，我也是，我每次来对着山大骂特骂，没有哪次像今天这样爽快。女生坐起来，拿手机看时间，问尤旭，帅哥，你喜不喜欢那辆赛车红 Coopers？ 尤旭挑起眉毛，喜欢。他又问谭梦溪，你喜欢不？谭梦溪一头雾水，挺可爱。他对尤旭说，你这么有眼光，我16万刚收的，18万给你。你小男友说挺可爱，快买下送给他。什么？谭梦溪一咕噜爬起来，你怎么知道？很明显，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哪里看出来的？我说了，我经常来这里，你们没有钓鱼，你们在露营，还只有1个帐篷。杰克拿过全年销冠，
察言观色，小意思。女生在脸上写了个 gay 大写，只差写在脸上。你比他明显。尤旭当真认真考虑起来，17万。哇，你压价这么狠。女生皱眉，全款还是分期？尤旭回答，全款。女生啧了一声，全款不太好呀，没有贷款业绩。我没得赚。谭梦溪拉住尤旭，低声问，你疯了？尤旭垂下眼睛，你喜欢，我给你买。那是客套话，我没那么喜欢汽车。谭梦溪放更低的声音，我有权利拒绝，你不能硬给我。尤旭没说话，一脸倔样。谭梦溪又说，不要再只顾自己的想法。尤旭对女生说，不要了，不好意思。女生摆手，爬下石头，没事，朋友一场，开心就好。我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红色小车消失在树林，依旧能听见嚣张吵闹的油门放炮声。两人没说话，有一瞬间的恍惚，好像做了场梦。那辆车真的很不错。尤旭笑了下。谭梦溪说，这里是放松的好地方。这一刻，他一点也不讨厌人类，这个女生出现的多么合适，简直是老天爷派来救他们的。尤旭完全同意。环境原始，风景优美，也不是危险的深山老林。从最近的城市开车过来，走高速费不了多少时间，不用门票，根本没有景区大门。他们微笑着对视，自然的错开目光。尤旭问，你没那么喜欢汽车？谭梦溪清清嗓子，就是我的爱好不在车上。最近没在，还是一直没在？一直没在。尤旭挑起眉毛，有些诧异，这些年我跟你说车，你没有敷衍过我，你真的在认认真真讨论，我以为你也喜欢上了。谭梦溪不好意思的笑，我喜欢跟你讨论，你说起你的爱好很开心。我也开心，有问题吗？没问题。尤旭摇头，想到女生那些话，你喜欢你的工作吗？谭梦溪躺回石头上，其实没有喜欢不喜欢，这是我擅长的生存方式。但他的话给了我启发，一件事做得太久太认真，会不自觉的想要成就感。他追求虚拟数据，我追求缓解自己的同理心。你呢？尤旭也躺下，发现自己追求大量实在的营业额，也就是钱，自嘲道，跟你们比，我好无趣。谭梦溪说，你现在不无趣了。尤旭咽了口唾沫，心脏猛跳。谭梦溪，要不我们也做那2道题目。谭梦溪睁开眼睛，又想到一起了。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做感情问卷，他们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提问，想象中的完美伴侣是什么样子。他说尤旭，尤旭说他偷偷勾起嘴角，好，写哪里？尤旭说写手机备忘录上，免得被对方撕掉。谭梦溪又没完没了的笑。两个人端着手机分开，谭梦溪留在石头上，尤旭去了营地。第一个题目是，假如向别人介绍他，尤旭闭了闭眼，在脑海里描绘出自己眼里的谭梦溪。谭梦溪是他见过最善良的人，长得好看，力气在男人里算小的，从来没有真正的攻击性，还有种天生的吸引力。一个人说话越少，别人会想探究更多。谭梦溪偶尔说几个字，像个傻瓜，不是贬义词，这会向别人暴露出他的单纯。他认为谭梦溪离了他会很危险，世界基于谭梦溪这种人，好看单纯的人。他时刻充满危机感，保护欲满满，即使现实没人跟他抢。谭梦溪吃的很少，经常用液体代替食物，酸奶、咖啡、绿茶，这是缺点。谭梦溪有很多个杯子，玻璃的、陶瓷的、不锈钢的，他不停的喝水，哪怕在半夜。这个行为很可爱。写到这里，尤旭下意识咬住嘴唇，继续写。
谭梦溪很少主动要求买东西，几乎没有物质要求，有什么用什么，还常挑划算的用，精神需求很高，不让大脑空闲，每天都在关心病人，关心楼下的猫，关心这个世界。他心思细腻，做事也是。很多顾客夸奖他温柔，好说话。他做不到为难别人，碰上无理取闹的赖皮，亏本过2次。谭梦溪擅长聆听，过于擅长听得到别人说不出口的东西，看见别人的真实。谭梦溪喜欢想太多，经常自责，把一切的不应该放自己身上。他能听得到别人说不出口的东西，看见别人的真实，把一切的不应该放自己身上。尤旭写完这一段，心口猛地揪了一下，像有什么捂住他的头，使他喘不上气。3个小时后，谭梦溪回到营地，笑眯眯的背着手。我写好了。尤旭的眼眸也在闪躲，第一次约会似的，嘴角挂着一抹笑意。我也是。谭梦溪忽然很想抽烟，而且口干舌燥，心跳一阵比一阵快。他拿了根烟，顺便把手机递给尤旭。尤旭也把手机递给谭梦溪。开始吧。他紧张的看谭梦溪写的字迹。尤旭很有主见，我经常做不了决定，他能用力推我一把。他对自己几乎吝啬，对我可以用无私来形容。只要我开口，如果能买月球，他不会说一个不字。尤旭像个勇士，不怕老鼠，不怕困难，大部分东西吓不到尤旭。尤旭非常争强好胜，只要认为自己有理，在任何人面前都底气十足。面对刁难的顾客，他经常支支吾吾，掉进语言陷阱。尤旭从来不会掉进去，总是挺身而出，总是全身而退。尤旭能清楚找到目标，为了目标倾尽全力，还有很强的保护意识。做事考虑周全，专注、责任感，他没有见过比尤旭拥有更多这2项特质的人。尤旭会修很多东西，不会也能慢慢学会。关不拢的门，滋滋乱叫的水龙头，扫地机，诊所和仓库里的小仪器，电脑，甚至包括以前那辆老出故障的2手车。会修东西的男人实在性感。尤旭照顾他，比他妈照顾的还多，还好，毕竟他妈得照顾他爸。尤旭会按照他的生活习惯，为他布置舒适的一切，大到房子，小到他脚上的袜子。辛苦工作1天后，尤旭还能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没有尤旭，他永远找不到遥控器、钢笔，睡不上干净平整的床单。衣柜里不会凭空出现洗好的衣服，他随手乱放的书、杯子、零食不会自己跑进收纳盒。尤旭善良、顾家、热情、忠诚，是这个世纪少见的男人类型。不过尤旭的脾气越来越差了，不好惹。2个人看完，假如向别人介绍他，脸颊怪异的发烧，无言的相视而笑。谭梦溪接着看尤旭的恐惧。我第一次感到恐惧，是谭梦溪忽然出现，带着所有的行李，站在我的门前。对于年轻任性的尤旭来说，无异于把性命交给他。恐惧从他的心头一闪而过，如果他干不成什么大事，养不活他们2个，过不上幸福的生活，他该不该死？这种恐惧以排山倒海的可怕形式推动他，威胁他，迫使他在下一秒走向成熟。第2次感到恐惧是谭梦溪跳车，他又遭受了一次铺天盖地的恐惧，好像谭梦溪已经离开了他，即使他知道谭梦溪从未真正的离开过。尤旭在看谭梦溪的恐惧，我一直在恐惧中。从他说出分手，尤旭答应分手，他已经害怕。他在酒店和看露天电影时透露过，害怕他们变成陌生人，害怕看见尤旭找新的伴侣。我越来越认不清自己，对自己感到恐惧。忏悔等于杀了愚蠢的自己，只要狠下心，这很容易。再重新接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却有些难。他害怕尤旭原谅他，然后在以后某一天偶然提起来，
你还有1、2、3件事没有好好向我道歉。他也害怕尤旭不原谅他，继续忍受他带来的伤痛。光想想，他已经全身打哆嗦，承受不了第2次。我害怕下山。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和痛苦，对下山后未知的一切感到恐惧。两人又看向对方，这次没有笑，千言万语全部写在答案里。他们一个在害怕过去，一个在害怕未来。沉默的抽了2根烟，他们的额头一凉。下雨了。山里的天气反复无常。谭梦溪连忙折好椅子，不能淋雨的东西全部收进车内。尤旭拔掉地上的固定杆，大风会把遮阳棚吹烂。他们分头收拾完，躲进帐篷。帐篷故意没拉链，拉上太闷。雨斜斜打进来，尤旭脱下外套撑在2人头顶。谭梦溪抱住膝盖，坐在他外套的庇护下，额前的头发凝成缕状，湿漉漉的滴水。他们的身体没有接触，保持平静又客气的距离。乌云压着山，湖面暗成一大片沉沉的黑，水花沸腾似的飞溅。雷声轰鸣，也有闪电，照亮留在桌上的野花。脆弱纤细的花枝遭风雨摧残，折断，垂下脑袋。暴雨来得快，世界瞬间喧嚣，山林在狂风中弯腰呼啸。锅碗被雨水砰砰敲打，帐篷呼啦作响。谭梦溪痴痴地看着外面。我说过我很喜欢暴雨天吗？说过。尤旭说。那我再说一遍。好。在暴雨天，我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渺小的人类躲在坚固的水泥房子里，被窝里，很有安全感。谭梦溪抱住自己的膝盖，感受这份安全和轻松。渺小的人类不用顾忌太多。尤旭说，暴雨天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我们独立出来的第2年，客流量大，我们租了仓库，也是我们正式分开干活的第1年。那天雨特别大，天特别黑，下午2点像晚上9点。你发信息跟我说诊所没人。尤旭说到这里，不禁看向谭梦溪。谭梦溪脸上有太多雨水，浓密的睫毛也没有幸免，一左搓垂下，看起来极其温顺。他挑起眉毛，用目光问：记得吗？谭梦溪抿起嘴唇，用手背开去额角的雨水，顺势捂住半张烧红的脸。记得。那个暴雨天，谭梦溪跑进仓库，二话不说把尤旭拉进放杂物的小房间。装修仓库留下不少木板和硬纸壳，错乱地铺在地上。他发病了似的抵住尤旭的嘴狂吻，手往下一伸，解开尤旭的皮带。尤旭顺着他热情的力道仰倒在木板和硬纸壳上，又扬起上半身抱他。他急急忙忙脱去一条裤腿，身上还穿着诊所的工作服白大褂，张腿跪坐上去，裤子皮鞋和袜子蹭一地的灰。轰鸣的雷雨声里，他拥住尤旭的头，带着哭腔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好想你。小房间昏暗，尤旭看不清他的表情，身形利剑的用力安抚他，只是白天分开而已。完事后，小房间不仅杂乱，气味也让人害臊。他们抽了根烟，谭梦溪忍着不适回了诊所，尤旭留下来清理现场。帐篷外的雨势渐小，世界越来越安静。你少有那么热情疯狂的一面。尤旭看向湖面，喉结滚动几下。后来你不来了，我来诊所找你，你也很平常，忙这忙那，跟我聊聊天，抱一下，好像不会再想我想成那样。谭梦溪稍微想了想，也会想你，只是后来诊所忙了，闲的时候只想坐一会儿，不想动，也不想说话，默认把想留在心里是正常的，养成了习惯。这个习惯不好，尤旭在心里失落地说。诊所忙了，正因为他的运营得当，他忽然觉得自己挺活该。雨停了，像有人把天空和山林摁下静音，周遭没了一丝动静，剩下他们，只有他们。
尤旭放下外套，拿出半空的烟盒，自己先拿出一根，再递给谭梦溪。谭梦溪伸手接下。尤旭润了润唇，我没有跟瑜伽教练聊什么不该有的内容。谭梦溪的动作一顿，缓缓抽出一根，低头咬进嘴里。他是麦克的，对每个人都很热情。他把那附近好吃好玩的跟我说了，我回了些有的没的，不带任何暧昧性质的话。他看出我不会买课，没跟我继续说。尤旭忽然能理解谭梦溪上次不受控制的狂笑，抹了把冰冷发僵的脸颊，吃一下笑出来。他复仇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复仇会推动引发更多的流泻事件。当对自己做过的事感到绝望，又不能逆转时间，把过去的自己杀了，只好无助的站在第三人称视角，笑自己愚蠢、幼稚、冲动，怎么会犯下这样简单的大错？我把聊天记录删了，故意跟你怄气，假装我也可以削弱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我想刺激你，逼你重视我。他笑着吸了口烟，眼睛眨得用力，像被烟熏着。泛一圈红，我向你道歉，对不起，我要你相信我。他的贪婪不改，一直很明显，给了谭梦溪什么，必然向谭梦溪要回一点什么。谭梦溪仰起头，吐出一个烟圈。我相信，我没有说谎，我相信。为什么？那时候我确实生气，还试探过你，你表现得不像有别人。谭梦溪的目光平静，沙哑的声音无比清晰，说出来挺搞笑。我有种盲目的自信，我知道你爱我，回别人几句私信。又怎么了？尤旭怔住，谭梦溪还在吐着烟圈，好玩似的。尤旭别开了脸，那是烟熏着眼睛，不明意义的眼泪，已经不受控制的淌满整个眼眶。一个丑陋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宽恕，在他认罪之前，说不清悲伤还是满足。唰的一声，谭梦溪打开帐篷的顶部天窗，帐篷内涌入暗淡的光，还有雨水味的湿润空气。正方形的透明天窗内，灰黑的天，乌云边飘荡边消散。尤旭偷偷擦干净脸，没有泪了，对谭梦溪温和的笑。隔了这么多年，我说出来了，你有什么感觉？谭梦溪也抬起脸，面向天窗，淡淡的光线自上往下打在他的脸上，柔和了他的面部线条。他的目光放空，无心看天窗里的风景，认真思考问题，看起来温柔又冷漠。谭梦溪思考的越久，尤旭越装不了平静，自虐似的期待谭梦溪的答案到来。释然，仿佛意味告别过去，走向新的人生；不释然，等于不相信，怎么选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他不止眉眼和情绪焦躁，全身的细胞好像着了火，呼吸急促，希望我马上滚蛋，跟我老死不相往来。我以为会释然、原谅或得到救赎。谭梦溪有了动作，轻轻摇头，没什么感觉，什么也没有，好像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我有。尤旭咽口唾沫，天窗在他眼前旋转散开，我头晕。谭梦溪盯他看了半晌，摸他的额头，你发烧了。半夜又下了雨。尤旭躺在帐篷里，毛毯和羽绒服盖在身上，依旧瑟瑟发抖。谭梦溪在帐篷外面忙些什么，噼里啪啦翻东西，动静不小。不知道过了多久，尤旭昏昏沉沉的，对时间失去概念。雨好像又停了。谭梦溪钻进来，拿了条热腾腾的毛巾，我烧了水。尤旭有气无力的睁眼，怎么烧的？后备箱有个折叠水箱，我拿它接了半箱雨水。用咖啡壶烧的。谭梦溪脱掉他的上衣，声音忽远忽近，叫他抬手，他抬手；叫他翻个身，他翻身。压力导致的神经性皮炎也严重了，在他的双臂内侧发展成2块对称的深红色，还无意识抓破了表皮。全身用热毛巾擦过一遍，胳膊涂上冰凉的药膏，舒服多了，
他几乎要睡着。又是拉拉链的动静，他撑起沉重的眼皮，望向谭梦溪，眼白烧的全是血丝。不要走。谭梦溪不止回头，回到他身边，我不走。别出去，怕我丢下你。尤旭摇头，外面太黑，你一个人不要乱走。谭梦溪端向着他，抬手把他的枕头垫高些，又揉了下他的肩膀，让他安心。我不走，我去车里拿药。尤旭短暂的闭上眼睛，睁开，谭梦溪再往他嘴里塞维生素片。谭梦溪的手在他眼前晃，手被摔出的淤血正在消退，扩散，掌心一层浅浅的红色伤疤。他再闭上，睁开，这只手变出一片布洛芬，还给他灌下半杯水。高烧的身体把无力传染给了精神，脆弱和愧疚冲开清醒的栅栏。他不自觉笑笑，谭梦溪，你不像魔鬼。谭梦溪把毛毯盖自己身上，侧躺下，跟他中间隔了一拳距离。我像什么？尤旭说，天使。谭梦溪想笑，憋住了。尤旭烧得迷糊，烧出拙劣的油嘴滑舌。他不觉得自己在被感动，内心却有暖意在不断翻涌。除了头晕，还有没有别的感觉？没有。如果天亮不退烧，我带你下山。你的没人的地方怎么办？不要紧。谭梦溪说。他垂眼凝视尤旭的脸，眉头皱得特别紧，暗红的嘴唇干裂。尤旭有2天没剃须，下巴胡茬发青，看着就刺手。闲着没事，漫漫长夜总该想办法过。他找出剃须刀，把尤旭的头托起来，靠上自己大腿，剃好胡子，大腿渐渐麻了，他忍住没动。小睡了10分钟，尤旭醒来又喊谭梦溪。你没什么亲人，我以为我是你在世上最亲的人，一直在好好的照顾你。谭梦溪微微笑了，你是？一直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你有。尤旭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一股脑好多话要说，发烧又让他思维混乱，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热泪盈眶，眼里全是谭梦溪。有时候我用力咬你，因为我恨不得把你吃了，这样你一辈子不能离开我，我也不会失去你。难以忘记黑暗中五颜六色且转动的灯下，一片纤瘦灵活的赤膊，明晃晃的链子像一柄钩子，引他上前。他的唇舌躁动，疯狂渴望得到一些别人没有的秘密。那些害羞的若即若离的眼神，脆弱的梦交织源源不断的眼泪，化成一根挣不开的粗绳，扼住他的喉咙，剥削他的自尊，使他急不可待以身犯险，呆得只知道说便宜话。对他百般依顺，温柔甜蜜，把他活生生溺毙了。多年过去，他还能这么痴狂，爱情真的没有道理可讲。谭梦溪擦掉他的眼泪，你说话好可爱，我多想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尤旭勉强勾起嘴角，这次生日的我真的做不到，我做不到。谭梦溪抱住他，额头抵住他的额头，久久没有说话。尤旭问，你在听吗？在，我希望你快睡。谭梦溪的声音很闷，我不想睡。他费劲的睁着眼睛，尽管有什么东西要把他催眠，难以抵抗。我给你唱首歌好不好？好。尤旭闭上眼睛，好像离了地，在半空漂浮，睡在白天看见的那一团团乌云上，晕得难受。谭梦溪打开手机，选好歌曲播放，吉他前奏响起，尤旭在漂浮的乌云里摇晃。谭梦溪唱道，手在他滚烫的脸上轻抚，沙哑缱绻的清唱，冰凉的手心，逐渐生效的退烧药，这些很好的安抚了尤旭。他不再漂浮，稳稳落回温暖的毛毯，耳边是谭梦溪反复哼唱的天亮。是个大晴天。尤旭在高低不同的鸟叫声中醒了过来，他好久没睡这么沉过，没有闹钟，没有信息提示音，没有做梦。
昨晚那股强大的虚弱抽走了他的一些东西，他仿佛获得新生，身体健康，用不完的精力。谭梦溪没醒，在他身边蜷缩成一团。他低下头，仔细端详谭梦溪的脸，睡得很安静，几乎听不到呼吸声。边上放着2台手机，他拿起自己的，习惯性点开消息，居然有一些不是自己的回复。有个老顾客昨天问过他，5个月的婴儿查出先天屈光不正，他没回复，担心谭梦溪不想谈工作。回复里列出一些日常注意事项。老顾客说，谭医生，等你回来。谭梦溪回复，好，到时候把检查单全部带上。还有位老人经他们推荐做过白内障手术，今年忽然双眼性重影。儿子发消息问问。谭梦溪估计没力气打字，罕见的发出一条长语音。游旭点开播放，放在耳边，沙哑疲惫的嗓音，慢吞吞的语速，夹杂淅淅沥沥的雨声。你先带他去眼科排除眼睛上的病变，眼科没问题的话，再去查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年纪大了，糖尿病、动脉瘤、甲状腺的突眼也会引发重影，还有鼻咽癌和外伤，神经科一定要去。中风也有这个症状，带老人家都查一下。对方回，游旭心说，真他妈没礼貌，这种白嫖的他一般不回复，有问题早来诊所了，还在手机上问。谭梦溪不收钱，还回答这么多，这么认真。他情不自禁在谭梦溪脸上亲了一口。谭梦溪睁开眼睛，一脸没睡醒的茫然。游旭跟他鼻尖之间只有1厘米，若无其事的拉开距离。你醒了？谭梦溪坐起来，打了个哈欠，还发烧吗？没有。游旭摸了摸自己的手肘，你替我擦药了。这东西跟精神压力有很大关系，你已经很严重，不想它长到你脸上的话，放松一点。谭梦溪拿了瓶水，起身要去外面刷牙洗脸。游旭扶住他，你的膝盖怎么样？好多了，你看。谭梦溪露起裤腿，血痂已经掉了大半。你头还晕吗？他摇头，依旧搀扶着谭梦溪，谭梦溪也搀扶着他。他们互相搀扶，好像都老了，慢腾腾走出帐篷。2人吃过早饭，清点了水和食物，收拾完露营家当。谭梦溪靠在车门抽烟，游旭坐在车尾。谭梦溪，还想游泳吗？想。谭梦溪说，游吧。他们把衣服脱了，边跑边踹了鞋，跳进湖里水晶般的湖，扑腾起漫天的水花。2个人在湖里自由泳比赛，期间除了大笑，没有别的话。他们游了个畅快，又坐在石头上，把身上晒得干爽温暖。汽车再一次启动，沿湖行驶，往山顶出发。谭梦溪按下车窗，把手臂伸了出去，开心的啊呀呀大叫。游旭扯着嗓子问，你昨天给我唱了什么歌？打雷姐的 Say Yes to Heaven， 你还要听吗？要。谭梦溪坐回来，重新播放，又伸出手臂唱了起来，完全不顾形象，嗓子破音，调子稍微离家出走。无所谓，他只是要大声唱歌。游旭也跟着一起唱，2个人缓慢的摇晃，大声的唱，过完默契的3分半钟。在音乐忽然停下的瞬间，对着笑。游旭问，你还有什么要想做的？去流浪猫狗基地做义工，去街头的拉卡 OK 亭唱歌，去山顶呼吸新鲜空气，去海边游泳租船钓鱼，还有谭梦溪说，现在我要种一棵树。种一棵树？游旭问，去哪里种？山上。怎么种？到处都是树，我们随便找一棵土浅的，把它一个地方。谭梦溪看向游旭，笑得眼睛弯起来。等下雪天，游旭下意识接到，可以去看他落满雪的样子。谭梦溪笑盈盈的看着他，一句话掀起了一场记忆的海啸。时间线错乱，
空间也错乱。尤旭生日的时候，谭梦溪从凌晨12点开始期待。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是为他庆祝，大喊祝你生日快乐。他闭着眼睛说：谢谢宝贝，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晚。你先去诊所，晚上再说。谭梦溪可怜巴巴的低下头，好吧。转眼到了过年，诊所内新年气氛浓郁。谭梦溪抱住他说：过年了，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我们又度过一年了。我们要买好多零食，躺在家里看7天电影。谭梦溪还会拿出手机给他看本地公众号。公园在开元宵节灯谜会，一脸艳羡的放大图片，一张张念给他听，让他猜一猜，隔着屏幕体会灯谜会的乐趣。每次熬不过大年初3，他要独自去诊所给顾客开门。每次他都会对谭梦溪说：你可以在家等我。每次谭梦溪都会说：没事，我一个人在家也无聊，我跟你一起去吧。有2年，谭梦溪在家种了一些花花草草，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先给他们浇水。南方的夏天很热，阳台上的花草度夏艰难。他向尤旭说起这些小事，尤旭在跟供货商打电话，回头说给他们拉一张防晒网。他有些撒气的样子，拉了你也不看，你根本不看看他们。他们开花的时候很好看。尤旭摸了摸他的脸，扭身去看，花草已经晒干，死了。过了一段时间，谭梦溪说：我想种一棵树。尤旭问为什么？谭梦溪向他描绘一幅景象，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足够养出一棵大树，看它开花结果。到时候他们老了，坐在树下说话喝咖啡。尤旭说他们家养不下树，当场打开楼盘广告，查看带院别墅。谭梦溪说不一定要养在家里，有空去公园捐一棵，等下雪天可以去看它落满雪的样子。一个南方难得的大雪天，他们并排站在诊所门口。诊所内还有4位顾客在自助挑选。诊所外不少人在雪中追打，哈哈大笑着，笑声传进2个人的耳朵。谭梦溪望着鹅毛大雪，尤旭，我想跟你打雪仗。尤旭回头看身后的顾客们，等等。谭梦溪面无表情地说，等完雪就脏了，我们好惨。尤旭偷偷拢一下他的肩膀，让他看这条街上还在忙碌的那些人，挣钱吗？大家都这样的，是吗？谭梦溪的鼻尖通红，像冻的，还有点鼻塞。尤旭点头，推他进诊所，外面好冷。谭梦溪依旧在诊室忙碌，亏本2次内的一次，一对夫妻白嫖检查，还拿了2盒药，进货价都没付到。尤旭怒气冲冲过来，人已经走了，质问谭梦溪，你怎么能放人走？谭梦溪白着脸，向他求助似的，他们在这里耍赖，声音很大，又不付钱，打扰后面进来的顾客了。那是无赖，也没多少钱，这是底线问题，别人对你耍无赖就能强买强卖，诊所会倒闭。尤旭崩溃的大喊，我亲自给他们检查很久，又跟他们理论了很久，已经很累了，难道我要跟他们对骂？你不要对他们露出这种表情。什么表情？这种怜悯的、友善的、试图理解的。大部分人不会理解，没有人像你这样，能不能拿出点脾气？谭梦溪试图控制自己的表情，瞪着桌面，眼眶渐渐红了，没有落泪，显得更加委屈和不服气。这不是我的错，你为什么总要吼我？他在看尤旭，好像第一天认识尤旭，无助茫然。我不是那么好脾气的人，是你一直说能做的价格都可以做，我才会跟他们协商，我只想做得更好。委屈的面孔渐渐被兴高采烈又自豪的表情代替。谭梦溪站在空荡荡的客厅，属于他们的房子跳到他身上。尤旭，我们好厉害，有房子了，什么也不愁，我们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后来变成我们有只牦牛的车，岂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再后来又变成游旭，到底要买多少东西？会觉得生活很好。消瘦的雪白身影立在诊室内，有点驼背，回头看向他，口罩上的眼睛无光，声音疲惫不堪。游旭，有人预约，你先回家点个外卖，我忙完回来吃。大家都是这样的，顺应某个不用明说的成年人规则，放下没有必要的需求，扼杀冒头的童心，任热烈的感情日渐消沉。他们相爱第6年至第12年，不用细细回忆，把出发前度过的每一天复制粘贴，拥有合格成年人的稳定，近乎懦弱的完全封闭。去年恋爱纪念日，谭梦溪用很多样东西来换一个戒指，去流浪猫狗基地做义工，去街头的拉卡 OK 听唱歌，去山顶呼吸新鲜空气，去海边游泳租船钓鱼，在家睡到自然醒，晚上黄金时间断不工作。他们不缺做这些事的钱，却没有一样做到了。直到最后，谭梦溪说，我们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车还在开，游旭故作镇定的点了根烟，这些话你对我说过。谭梦溪说，我对你说过，你没听见，我觉得有点浪费，所以再说一遍。就像眼睛和鼻子的关系，越近越容易忽视。我听见了，只是游旭感到难堪，你甚至没有对我抱怨过，没有怪过我，我该怎么怪你？我挑不出你的错。谭梦溪也很为难的样子，他不能接受在对方眼里的形象变成每天板着脸怨气连天的唠叨鬼，互相嫌弃，吵不完的小架，看不完的冷笑。事实证明，任何事情不能避免。他尽力避免形象丑陋，现在觉得自己不像个人。避免小架，没见过比前些天更夸张的大架。游旭的视野有些模糊，攥紧方向盘的手不自觉用力，手背青筋鼓起。他明显感觉到了有什么东西正在抽离，脱离他的掌控。开到头了，再没有能过汽车的地方，留下一条工人向山顶走的石头小路。来爬山的人行程相同，小路的左侧压出2块平地，停2辆车刚好。游旭把车靠内规矩的停好，拿出过夜行李，还在郁闷的情绪里，动作不由慢慢吞吞。谭梦溪双手搭在双肩包上，脚步轻快，几步踩上爬山的台阶。游旭，快点过来！游旭看见他转身，不等自己的样子，暂时丢下情绪，赶紧追上去。小路穿插在树林和巨石之间，静谧阴凉，空气里夹杂绿叶的味道。放轻呼吸，能听见巨石底下有细细的溪流。他们走了20来分钟，坡度越来越高，绕一座小山峰转了个弯，视野猛地开阔，垂眼能看见他们走上来的路。再看远处，一片毛茸茸的金黄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平整的一大片草，在杂乱的树林里特别扎眼。谭梦溪哇了一声，好美，像是山坡。山坡上隐约有条细线，应该是一条路，已经有人去过。游旭环视周围，仔细找找，不难找到过去的办法，可以过去。谭梦溪兴奋的点头，去看看。在周围转了几圈，他们找到了有人往山坡前进的痕迹。青苔遍布的溪流边有一片石头，它的反光，溪里还放了几块石头，方便踩过去。到了这片柔软的山坡，地势高，风大，没有树，阳光足，纤细金黄的杂草没过脚踝，在风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谭梦溪离开树荫，走向刺眼的阳光，爬上这块山坡。地面长了一层嫩绿的小草，往上踩的脚感似乎有弹性。他脱掉双肩包，脱掉外套，张开双臂，往高处奔跑而去。风拨乱他的头发，掀起上衣下摆，把他的工装裤吹得往后抖，好像整个人要飞起来，飞到世界的尽头。他没有回头，游旭，快来！游旭也脱下双肩包和外套。
跟随他的脚步。谭梦溪到达山坡顶上，抬手遮住眼前的阳光，看向跑过来的游旭，不由自主的笑了。游旭和他一起站在山坡上，喘了2口气，看向四周，好美。无云的蓝天没有边，身后低矮的绿色山脉起伏，而坡下的杂草乍看过去像油画里的麦田，好像在这里呼吸能彻底的呼吸。谭梦溪说，要不要从这里滚下去？我没做过这种事。游旭扭头看他，他的眼眸在阳光下颜色浅亮，头发胡乱飞舞，整张脸汗涔涔的，写满了鲜活劲儿。我也没做过。游旭说，这是什么怪异的行为，但又充满吸引力，仿佛大脑在说滚下去试试。他大致扫了眼，坡上没有石头，当场躺下。谭梦溪也躺下，2个人头顶对头顶，手捂住脸，从这一大片山坡滚了下去。天空和大地在旋转，压倒无数金灿灿的杂草，偶尔有几根草茎滑到脖子，偶尔滚到对方的胳膊。他们短促的惊叫又控制不了发笑。他们闭上眼睛，继续往下滚，直到一头枯草灰头土脸的躺在山坡底下。青草与枯草混合的气息里，谭梦溪仰面对着阳光，胸口剧烈起伏，他的眼眶发热，心里庆幸感动。原来在生日那天，平常的一天，他在平常的小范围活动，猛地意识到自己呼吸困难，要窒息了。他要离开，必须马上，再不行动，他会被毁灭，会消失。过去的生活像一件假屁屁衣，闷不透气，领口拉到最顶端，搁着下巴，勒住脖子，拉链还不凑巧的坏了。枕室的空调太足，回南天又太多霉味，他离开天花板掩盖的地盘，体验未知的东西，想太阳暴晒他，大雨淋他，想出汗，想瑟瑟发抖。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危机，内心比身体更需要自由空气。路上这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就是他要做的事。这一瞬间，他感受到自由。谭梦溪看向游旭，不管你陪不陪我，我都会来做这些事。游旭呼出一口气，摘掉他头上一根枯草，我陪你来了。刚才滚下去的时候，你的脑子里还有营业额、贷款、理财那些。谭梦溪枕住脑袋，放松的躺着。游旭捏着这根草，回味刚才畅快淋漓又纯粹的玩耍行为，肌肉酸痛的颤抖，灵魂在尽情的狂欢。他笑着摇头，没有。开心吗？游旭想了想，发自内心的说，很开心。在太阳下，草地上这样空躺着，已经很开心了。谭梦溪说，天气真好。是啊，我说的好，不是说太阳这么大，没有云，天这么蓝。谭梦溪盘腿坐起来，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游旭扬起上半身，双臂撑在身后，杂草在他的身边摇曳。哪种好？我们在12年前的6月认识，那个6月之前，我的天空好像永远是悲剧的阴暗的灰色，1周7天下雨，还没有人跟我说话。然后我遇到你，我才知道世界可以很热很亮，很有意思。谭梦溪的声音都惬意了，尾音拉得轻又长。今天的天气跟我遇到你的那时候一样好，我也跟那天一样开心。耳边杂草沙沙响，山风呼呼吹，嘈杂却又因为谭梦溪的话感到宁静。游旭呆呆地看着谭梦溪，阳光融入他的身体，混入血液，舒适的温暖着。谭梦溪拿出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你笑得很好看。游旭根本不知道自己笑了，我看看。照片里他眯起眼睛，咧出一口大白牙。他瞪大眼睛，好傻。傻？谭梦溪说，不傻，阳光有亲和力。傻笑。游旭感觉自己的形象严重受损，恨不得抢走谭梦溪的手机。
不能抢，他板起脸，摆出冷酷的表情，竖起一条腿。你给我拍过一张。不要，这是虚假的英俊，我喜欢真实的傻。谭梦溪拒绝，打开自拍，在原相机里，我的脸还有点歪。有什么关系？没我傻。你以前经常这样笑，有时候幼稚的发小脾气。我一哄你，你又藏不住开心，对我露出这种表情。尤旭的下巴都要掉地上，经常。谭梦溪又拿照片给他，就是这样。尤旭看着自己无忧无虑又傻气的表情，心中感慨万千，好像是。我记起来了。什么？我小时候就喜欢这样笑。在谭梦溪面前，尤旭有些耐心，还会低头。在别人面前，他更现实，性情接近狂躁，极少发自内心的祝福或者替他人着想。在他11、12岁之前，还是个小男孩时，他爱笑，发自内心的笑，冒傻气。后来我发现，我的同学朋友总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我。我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就是觉得我很傻，小丑，说些逗我的话，觉得我好欺负。尤旭说，你看小孩子之间多么单纯的恶意。他不傻，只是单纯感受到美好，比如吃到好吃的，得到一辆自行车，听见爷爷的夸奖。谭梦溪拍拍尤旭的肩膀，无言安慰。尤旭接着说，我受不了那些目光，学会控制表情。加上发育后长得高，没人再敢用看小丑傻子的眼神看我。如果说儿时是控制表情，抵挡无端恶意，创业后这张皮囊长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创业后，他去跟供货商们接触，发现过于诚恳和傻笑，对方便会把他当一个新人，用最高的供货价给他，哪怕售后也比别人更不耐烦，更吝啬。他不再笑，笑也是虚假的皮笑肉不笑，点到为止，让自己看起来沉着冷静，像个老手，更严肃凶狠。成熟的男人有的循规蹈矩的像具尸体，脑袋空空，吃饭睡觉，有的狗狗营营，算计每个人，精明的像头畜生。尤旭没有那么爱钱，也没有那么贪图享受，自认为良知还在，自由意志消散的不成样子。他在实现一个个目标的行为上愈发熟练，不像尸体，不像畜生，焦虑的单一的活着，倒像动物园里有刻板行为的大型动物。当然，成熟的男人里还有谭梦溪这个例外，像疯了，跟这个世界拼了。环境一直很恶劣，少数人会感谢你的友善，理解你的真诚，大多数人会蹂躏你的单纯，加以利用。尤旭看向谭梦溪，眼神多了宠溺又无奈。成长的过程中，有人变了，有人没变，你是不变的那个死心眼。谭梦溪说，我变了。尤旭歪着头，怎么看也没看出来。谭梦溪再次打开自拍镜头，我的眼下多了2根纹。尤旭又笑，第二次傻笑。谭梦溪支起下巴，我爱看你这副表情。尤旭垂下眼睛，猛地爬起来，用行动来掩盖内心的失落。因为谭梦溪说爱的这部分，他亲手把他抛弃过。他伸出手，像是邀请，再玩一次。好。谭梦溪拉住他的手，掌心紧贴，借力站起来。如果感到美好，你放开了笑，我不会笑你。不用他说，尤旭也知道。在山坡上打了不知道多少个滚，分享了2个不同口味的面包。他们往山顶走，心情太好，尤旭一时难以抽离，有些好话，坦白的话，再不说会抓心挠肝死。他咽了口唾沫，谭梦溪，我一直在挽留你。谭梦溪毫无迟疑，我知道。他还没来得及屏住呼吸，残忍的答案就这么砸了下来，砸得他晕头转向。那你，他惶恐又茫然。在我看来，你的行为不叫挽留，挽留是做点好事，希望对方留下，走也可以。
谭梦溪脚下的步子不停，你不同意我走，还要我低头，有点像惩罚。不听话的小孩要受罚，拿走他最珍贵的东西，直到他低头认错，再还给他。尤旭追上他，我罚你。我在酒店向你求和，在商场向你求和，你全部拒绝了。你要我向你承认说分手是错。尤旭无力的张嘴，难道不是错在唇齿间徘徊？随后他沉默了，好像是这样。一对情侣因为性格不合、目标不同这些原因沟通失败，说出分开是合理的。我向你提出改变生活，你不同意，我没办法说动你，也无法说服自己同意。你认为过去几年你很幸福，我不认为，可以说分手。尤旭直白道，因为我也不同意分手。我愿意补偿你，我自愿放弃诊所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全部给你。那一部分是我辛辛苦苦获得的，天天当销售说哑嗓子，做的腰间盘差点突出，看了多少人脸色。我想我有权利处置。没这么简单。不简单。谭梦溪摇头，自己几乎脱了一层皮，很难，很难。他们骂破喉咙，跳车，还打了一架，现在又开始吵。尤旭不想吵，你嫌累，我们可以请医生，你在家待着。谭梦溪也想缓和气氛，我不讨厌工作，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你要存款你全部拿走，你要是愿意，我们去把车子过户，所有资产移到你名下，不愁没安全感。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不能离开我。你刚还说爱这爱那，分手了哪来的爱？尤旭闷头往前走，你做不到。谭梦溪一把攥住他的胳膊，他有怒意，忍住没发，悲伤的瞪着谭梦溪。谭梦溪抬起眼皮，目光直直打进他的眼睛，小提琴拉出的高音一样尖锐，只有分手能把你从诊所里赶出来，不是吗？这么多年，尤旭还是这样，任何事不准他偏离自己的轨道一点点。他也还是这样，做不到安心，无法让自己的大脑停转，忽视不了自身感受。在尤旭面前，他没有选项，寸步难行，永远无路可走，只能跳车。尤旭僵住。谭梦溪又说，你喜欢休假和旅行，我们得到了。一丝疑虑从心头窜过，尤旭望向谭梦溪的双眼渐渐失神。熟悉又突然的手机铃声响，把两人吓一大跳。尤旭的思绪被打断，烦躁的拿出手机，他爸的电话，对谭梦溪用口型说，我爸。谭梦溪比了个 OK 手势。尤旭爸开场不说你好，诊所怎么没开门？我叫几个老同事去找小谭看看，他们跑了几趟，一次也没开。我给你发消息，你2天回一条。我在山里，没信号。尤旭说，小谭怎么不在？他也在山里。你们一起？休息一阵子。多久？有半个月了。明天回来。再看。尤旭预想到后面会有长篇大论，回头看一眼谭梦溪。谭梦溪拿出烟盒，倒了倒，盒内好像没几根。点了根烟，他又往后躺下。自从在湖边躺了一次，谭梦溪几乎走哪儿躺哪儿。他爸劈头盖脸一大串话，再看，顾客会跟你再看。一次去了别人家，下次还去别人家，累积客源就是累积财富。你做生意，这么简单的道理也不懂吗？你看街上哪家医院诊所会关门？关门影响口碑。尤旭没找到插嘴的机会，我懂。懂还休息什么？太远，1-2天回不来。小谭呢？你叫他接电话。尤旭再回头，谭梦溪躺在斑驳的阳光下，加了烟的手悬在溪水上，时不时弹一下，吐出的烟雾在树荫里弥散，画面很惬意。他对他爸说，他睡着了。大白天睡觉？不说他，我只说你，
你就是这样让人失望，供你读进我们单位的专业。你要跟他搅得翻天覆地，你爷爷教你们过起日子。你年纪轻轻就想退休？我没想退休。尤旭走到谭梦溪身边，伸手。谭梦溪把这半根烟递给他。他爸在问，你搞什么休息，像什么样？我具体该什么样？别人有出息的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尤旭慢条斯理的吸了口烟，又呼出来。还是这样，他爸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就人身攻击。开心一扫而空，他狂躁的大喊，要是动动嘴皮子能指点人生，我也可以当人父母。我只是休息，没有要去当流浪汉。他爸也吼，你吼什么？我给你介绍生意，我还错了？你的错大了。尤旭咬牙切齿，把父母的罪恶罗列出来。你从来没有觉得我过得辛苦，这么多年，你还是觉得抬不起头。我活成现在这样，没靠你们一点，又怎么样？还是没出息。没长成你们想要的样子，你们就会把我这个人全部否定。我们12年前，你们怎么对我？哪有儿子谈恋爱了不能回家的？哪怕我找个人结婚，不是你们想要的，你们还会像当年那样对我。我从头到尾没有错过，错的是你们污蔑我的个人意愿，把它当成对你们的挑衅，挑战了你们身为父母的绝对权威。尤旭捅了一路的疮，再来一扇有什么关系？天不会更塌了。沉默5分钟，他爸问，为什么说这个？已经过去很久的事。尤旭说，你先说的。电话那头，尤旭他妈的声音出现。两人嘀嘀咕咕一会儿，他爸语气不耐烦，你到底要说什么？我证明了自己，却没有得过一句好话。尤旭挂断电话，整个人像经历过一场飓风，极端的愤怒过后，面对一地狼藉，也愕然。他无措的回头，谭梦溪已经站在他的身后。走吧。爬到半山腰，谭梦溪偷偷瞟尤旭几眼，没看出他还要发狂，开口，你们好多年没吵架了。尤旭点头。谭梦溪说，可能你好多年没叛逆了。尤旭语塞，还真是。好多年他没有出格的行为。如果这次把诊所关了，出来旅游算出格的话。谭梦溪说，人跟人沟通真的很困难，怪不得在西方故事里，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如果大家没有沟通困难，就不会有纷争，人类可以修一座通天塔，直上天堂。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之前还在发火，谭梦溪说句话，尤旭忍不住想笑。你安慰人的话越说越老成。你了解我，我说不出。谭梦溪说，我不喜欢你爸妈，没法替他们说假话。他的话如此诚实，在传统观念上诚实的不像话。尤旭了解，他们之间客气什么？父母对谭梦溪的态度表面客气，见多了面还会尴尬的无话可说，散发一股以后总会分开的疏离。10几年的坚持，捂不热一对老人的心。要说喜欢，他真要怀疑谭梦溪是不是换了个人。尤旭说，我不再喜欢机车，不单因为成熟了，知道机车没那么安全，还有机车代表他们威胁过我，所以我会问你，真心想买还是因为我？你好像会比我先听见我的声音。谭梦溪耸了下肩膀，不否认，我不喜欢他们，也不讨厌，没有他们就没有你，感谢他们把你生得这么帅，有善心，有责任感。尤旭的爸妈骂归骂，不会真的不理他。尤旭跟他们闹，也不会真的不顾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合不来，又感情深厚。在旁观者角度来看，来体会，谭梦溪说，他们爱你，在乎你，但他们的行为，尤旭说到这里，升起一股无奈的愤恨，在心里接上这句，像在惩罚我，扣他的车和钱，要他承认不结婚生子是错。
现在又不断指责他不够努力，攻击他没有出息，要他承认关门和休息是错，他死不承认。谭梦溪也不向他承认分手是错，他有些失神。树叶茂密，谭梦溪在一片绿荫里停住脚步，皱起眉凝视了他。尤旭，你想要他们的肯定吗？我没想过。你希望他们道歉吗？谭梦溪换个方式，为过去的事。尤旭迷茫的面孔瞬间多了层阴霾，希望吧。谭梦溪把眉头皱得更紧，没有再说。铃声又响，山顶信号太好，尤旭的手机变成过去那副吵闹的德行。尤老板，你好，我们打电话是来问一下明年的独家代理权，你们这边还需要吗？需要。需要的话，月底30号记得来希尔顿酒店参加我们公司举办的订货会。没有达到要求金额，独家没办法给的。不需要了。尤旭断开电话，对谭梦溪说：“怎么有种地球离了我不会转的感觉？”谭梦溪投给他一个加油的眼神。手机又响，还是尤旭他爸。啪！尤旭扬手把手机砸了。现在他不喜欢信号好，受不了了，一刻也安静不了。地球离了他一样会转。谭梦溪向下倒了，很快又恢复过来，捡起地上的手机放进自己的双肩包。我给你买过一个新的，正好跟那些包裹一起。尤旭问：哪些？剃须刀、主机，你购物车里全部的，我替你买了。地址填了家里。什么时候？湖边有信号以后。为什么？我想买。尤旭静静的站了一会儿，还是问为什么。谭梦溪没回头，给他一道背影。我想到你收到他们会开心，我就开心，买自己开心。山顶是一大片陡峭又光秃秃的石头，几棵自由生长的歪脖子树，不适合过夜。他们搭好帐篷，距离山顶走路5分钟左右。这是在山上的最后一夜，明天最后一天。他们在帐篷边挑选一棵长歪了的树苗，绿叶，杆子直，品种不重要，好看就行。土质松软，加树苗扎根不深，随便一拔连根起来了。尤旭用小小的铲子挖好坑，谭梦溪把树苗放进去。两个人跪坐在地上，谭梦溪用手拢起一捧捧土，往小坑里放。尤旭扶着树根，心虚的抬起头。那些没有实现的愿望，敷衍过去的小事，谭梦溪委屈或惊吓的面孔，在他心头幻灯片似的闪过。光线昏暗，只能看见谭梦溪跪在地上的模糊身影。谭梦溪说：“不用扶了。”尤旭拍掉手里的土，两个掌心潮乎乎的，紧张的发抖，声音低得像在赎罪：“谭梦溪，我会做你一辈子的后路，为你的人生负责。你可以把我当成任何人，老公、哥哥，值得信任的朋友，当一个提款机也行。”谭梦溪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疯狂的话。你不用这么做，没人逼我这么做，没有法律会制裁我。男人什么鬼样子，你我都清楚。别这样。又遭到拒绝，尤旭觉得不可理喻。你不能什么也不要。谭梦溪做了几个深呼吸，缓解心底无端升起的负罪感。残忍又理性的说：“我能，你没有义务对我的人生负全责。我是不是吓到你了？”尤旭补充：“我跟我爸吵架。”有点。我在你眼里像精神病。不像，你一直喜欢去网上卖二手，我们每部旧的手机都会保持最好成色。你把手机砸了，像应激了。尤旭难堪的静下来。谭梦溪说：“我以为我们会拥有一次美好的旅行，谁知道越走越可怕。事情也不是完全糟糕的，我们解开了一些心结，缓解了一些痛苦，对工作的看法也不一样。现在我特别庆幸我们出来了，我可以24小时看着你。”他好像找到了一个答案。压实最后一捧土，
他精疲力尽的坐下。尤旭，我看见你写的恐惧，下午你爸妈打你电话，你变了个人一样狂躁。我忽然有点明白。明白什么？尤旭陷入某种恍惚呆滞的状态。你说你不是天生无聊的工作狂，营业额带给你的压力却能导致你生病。我也不想生病，没人想生病。我想我们快点过上美好的生活。我没有否定过我们的心血，我们得到了很多。谭梦溪说，你在害怕。我说过吗？你的每一句话我会听，没说的我也会听。谭梦溪替尤旭他们过去这些忍受伤痛的岁月感到悲伤。他顾不上手脏，轻轻抱住尤旭，好在我们把话说开了。吵完那架后，我对你说我不后悔，也不恨你。你有感觉到心里轻快了，舒服了吗？尤旭脱离恍惚呆滞，有。谭梦溪拍着他的肩膀，哄小孩似的，口吻温柔。我感谢你这些年辛苦工作，也感谢你爱我，陪伴着我。尤旭在这个拥抱里找到平静，观察自己的心。他受伤了吗？他也会害怕，他很脆弱。谭梦溪说，你说避免我跟你再吃一次苦，不对，你在避免自己受苦，怕穷，怕走投无路。在尤旭眼里美好的青春，也有他深深惧怕的无助。贫穷、租房、低声下气，给他留下一生的伤痛。他的皮囊无坚不摧，他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定令人敬佩。在脑海里重读一遍自己写下的恐惧，他感到震惊，无言以对。谭梦溪又说，你不需要机车，我也有了很多戒指，那些已经过去了。我们有还清了贷款的房子，洗100次衣服也不要紧。有还清了贷款的车，存款、理财，就算这些都没了。我们还有工作经验，不管发生什么，也不会沦落到过去的地步。隐忍的时候，最怕精准的安慰，安慰像一把号令枪，理智再压不住冲出来疼痛和脆弱。尤旭抱住谭梦溪，颤抖的敞开心扉。不太喜欢那段时间的生活方式，用不太喜欢还是客气了，应该用巨他妈讨厌。现在已经冷静，他试图解释事情没那么复杂和夸张。我爸只要回我一句行，你好好玩，我不会跟他吵起来。他明明很开心，他爸要说些气人的话，他只想在坡上打滚，他爸凭什么不想他打滚？他一听到这些话就想发狂。谭梦溪认为他还是想复杂了，大家经历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你爸妈一辈子活得严肃，你希望他对你说好好玩？不可能。所以我们说不到2句就会吵，我不想吵。你不想吵，你害怕吵，你想得到他们的认可，希望用最有力的方式打他们的脸。这么大岁数，你逼他们放下面子跟你好好谈，他们可以不谈，也可以永远不给你正面回馈，那你永远不承认自己过得好。谭梦溪对他摇头，你本来就没有按他们的意愿去走，不喜欢头上有领导，不喜欢按部就班，你正在做适合自己的事。在你父母眼里，不管是个体户，还是你以前说过的自由职业者，只要不符合他们的预期，你把诊所运营到平台排行第1，全市第1，他们还会觉得万一经济萧条，不如单位好。这是事实，你反驳不了他们。尤旭也反驳不了谭梦溪，他爸妈绝对会这样认为。苦笑，你看得比我清楚，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儿子，没有感情会影响我。说实话，我不太了解你们家相亲相骂的模式，但我们都有父母，都经历过这些。我以前也觉得自己可怜，没做错什么，被妈妈嫌弃。现在在想，那些话没影响我活到今天。你现在怎么想的？谭梦溪很久没有聊起自己的家，如今再聊，居然还挺适应，没什么尴尬和拘束的感受。在常年的苦难面前，他和他妈活成悲观主义，把期望放到最低，对生活的容忍度就高了。
他妈对他的期望就是能挣钱养活自己，不管有没有这个期望，他都会达成，这是成年人的生存基本条件。他和他妈更像两个临时组队的个体，个体排第一，别的东西可以往后放。谭梦溪的语气平和随意，向自己承认怎么也做不到。很难吗？尤旭惊愕地说，做不到。他多么要强，除了极力证明，根本没意识到还有这种想法，怎么也做不到。符合不了父母的完美期望，我妈改变不了她的观念，接受不了我，我该怎么向她证明我的清白？没法把自己重组，变成一个听话的人。我就是叛逆，就是同性恋，我就是会跟他反着来。我就是厌学了，我做不到。承认自己做不到之后，那些话不再是沉重的期望和必须达成的指标，只是字词组成的言语。也许这个想法不够励志，改变不了实际情况，但在听见，他的心里会比较舒服。尤旭声音闷闷的，有些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谭梦溪叹了口气，你不只控制不了自己，还要扭转别人的思想，控制你根本控制不了的东西。别人的思想，别人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别人也包括父母。尤旭听出他语气里的无力，低下头，没吭声。其实大家都会控制不住自己。谭梦溪为这个迟来的答案感到绝望，要是早些把一切撕开，该多好！你把一切想得太坏，我又把一切想得太好，我们没有我们想象中合拍，总是不在同一个频道。离下山越近，他越隐隐害怕，悲伤且无助。尤旭同样悲伤和无助，不想听见这些预示结局不美好的话，抗拒情绪跟潮水似的把他裹挟其中。他的双臂死死勒住谭梦溪，勒得谭梦溪肋骨发痛。他们在这棵小树下抱成一团。过了很久，谭梦溪怔了怔，本能的开导对方，也开导自己。这次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很多个瞬间好开心。吃辣子鸡的小猫，乡村道路上狂奔的身影，酸涩的梨，坐在商场的过道喝咖啡，抬头是空调出风口。谭梦溪骂老人，尤旭骂谭梦溪是毒蛇。湿漉漉的散发酒气的脸，不知道装疯还是真疯。咔一下咬断耳机线，两人站在巍峨的山下，一起抬头仰望。黑暗中的怪叫，他们100米冲刺跳进车里，狼狈的想笑。尤旭捧起一把小野花，紫色的，在风中摇曳。湖边有泪，有疯狂，有大笑和舞蹈，还有今天两个人在草坡上咕噜噜打滚。尤旭的肩膀抖动，笑了。谭梦溪也笑。纵使他们是两团伤人的火，不断碰撞，也飞出不少美丽的火星子。尤旭放开谭梦溪，谭梦溪能喘口气了，甩了下酸痛的肩膀，不经意间抬头，惊呼：那是银河吗？夜空横跨了一条星星组成的光带，银河的轮廓若隐若现。光污染严重的城市很难见到纯净的天空，况且他们也几乎没有抬头看过天。璀璨的星星像一颗颗碎钻，镶嵌在一条浑浊又深沉的绸带上，在他们的头顶无声的闪动。尤旭仰起头，也惊呆了，是银河。他们从小就知道天上有银河，这是第一次亲眼欣赏它。没有一丝云遮挡，神秘的银河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指着星星，你一句我一句说起来。尤旭，你看这个颜色发红，我喜欢那个蓝色的，好看。那里有3颗排成一条线，看我们头顶有一群星星凑成了一个问号。他们并肩坐在一起，抬头抬久了，产生晕眩的感觉，又觉得一切是这么美好和幸运。尤旭看着银河，不禁想，如果谭梦溪生日那天，当谭梦溪说出我们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谭梦溪用了我们，他立马说好。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因为一句分手对谭梦溪穷追猛打吗？没错，出于爱的惩罚，他
他明明已经在爸妈的手里体会过，行为通过血液遗传了似的，变成了刻板印象中的大人。他把分手当成挑战他在爱情地位里的绝对权威，而不是难以忍受的爱人试图撩动他的心弦。如果他提前知道这趟旅行会耗尽他们的爱情，从爱人变成仇人，下山也许再变成陌生人，他还会不会出发？没有如果，他们已经出发，找不到答案。此刻他只知道自己爱谭梦溪，过去也爱，这次比过去浓烈10000倍。谭梦溪对目光向来敏锐，何况游旭的目光过于灼热，无法忽视。半个小时后，他在黑暗中与他对视，我不想再想太多了。游旭等他说下一句，没有说话声，先有衣物摩擦的动静。他挪了位子，坐在游旭的面前，双手攀上游旭的双肩。视觉的减弱大幅度增强了谭梦溪扑面而来的气息。游旭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臂，搂住这片贴向自己的腰。谭梦溪侧过脸，吻上他的脖颈，手指在他的后脑勺和脸侧抚摸。游旭，我想接吻。这么浪漫的氛围，不接吻，在谭梦溪的世界已经构成犯罪。游旭呆住，有双柔软湿润的嘴唇轻轻含住他的喉结。他咽了咽，双唇便配合的吸了一下。谭梦溪凑到他的耳边，悄声说：“好久没有接吻了，你怎么忍得住？”游旭回答：“一点毅力，一点斗志，一颗不服输的心。”2秒钟后，毅力、斗志、不服输的心往边上放一放。游旭豹子似的扑向谭梦溪，他踉踉跄跄往后跌坐，仰倒在满是杂草落叶的地面。他挣扎着要起来，游旭把他压得死死的，手法熟练，右手一把攥住他2个手腕，左手摁住他的后脑勺，防止他脑袋乱晃。游旭低头堵住他的双唇，他还没来得及张嘴，游旭的舌头先往他牙关里撬，死咬他的下唇，几乎要咬出血。谭梦溪跟他对咬，游旭表示请便，哪怕自己舌尖刺痛，乘机缠住谭梦溪的舌头。没命的顺。亲过了瘾，他狠狠咬了一口谭梦溪的下巴，边喘边笑。早忍不住了。谭梦溪的双臂举在头顶，全身无法动弹。他尽力抬起头，啃着游旭的嘴，含糊的控诉：“别咬人。”游旭放开他的手腕，粗鲁的推低他的肩膀，唰的拉开他的外套拉链。外套里只有一件长袖睡衣，体温烘的纯棉布料柔软温暖。游旭的手冰凉，指尖从领口滑到肩头，禁锢似的把他搂住，生怕他跑。受惊的小马一样，谭梦溪猛地挺直了腰。我抱抱你，什么也不做。游旭低下头，贪婪的嗅着他的味道，额头抵在他的胸口，滚烫的呼吸在他纯棉的短袖上留下一块潮湿的印记。谭梦溪深吸一口气，坐吧。不行，我怕你觉得自己掉价放荡，还有什么来着？谭梦溪僵了一会儿，这是自己的话，反手捶了他一拳。又气又笑，我发疯，你有一半责任。游旭也吭哧吭哧笑，笑得他胸口更痒。他低声祈求：“你没感觉到我？”游旭不说话，专心吻他，吻得他喘不来气。他咬牙切齿地说：“给我分手炮，你说过的。”轮到游旭又气又笑，我想温柔一点。他跪在地上，不急不躁，手掌附上谭梦溪的鞋面，扯开鞋带，丢掉一只鞋。不用眼睛看，他欠身又亲谭梦溪几口，手伸向谭梦溪的腰。轻车熟路，金属碰撞发出咔嗒轻响，是谭梦溪的皮带。谭梦溪真的烦了，别再上诉的。难道你不行了？激将法用在游旭身上，屡试不爽。去帐篷里。游旭猛地把他拉起来，扛在肩上，都要憋出病来了。谭梦溪摔在垫子上，又红着脸爬起来，完了，没有套和油。他想要，又不想在这荒山野岭受伤生病。人生怎么这么多矛盾？
算了，享受当下。他说不管了。尤旭把谭梦溪推倒，弯起眼睛，我包里有。他什么人？早在从家里出发那天，他就做好了准备。兴许他们心里有相同的不祥预感，默契在这一刻达到巅峰。不说了，不想了，只做，尽情的做。抛弃后顾之忧，文明体面，当两头头脑简单的野兽。试试他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尤旭说什么也不做，该做的一样不落下。他生怕失去，又受宠若惊，浓烈的爱里还有复杂的东西，指不定还有憎恨，像对待生离死别的爱人，又像一生不能释怀的仇人。谭梦溪不怕他的憎恨和粗鲁，全力的迎合和舒展，要把自己的疯狂和热情用光。尤旭把谭梦溪抛向空中，恨不能抛向夜空，又重重甩落，落在自己身上。谭梦溪往后仰，往前倒，沙哑放肆的尖叫，汗水洒得到处都是。毛毯早踹到角落，垫子的表面液体斑驳，湿得跪不稳，躺下打滑。两人撞的帐篷摇摇晃晃，咔嚓一声，又是一声。帐篷其中两根支撑折了。无所谓，明天不会再到山上住。闷热到不能呼吸，谭梦溪的双膝破皮，跪在汗上，火辣辣的痛。剧烈的摇晃里，帐篷的拉链就在他眼前，他几次颤颤的伸手，没捏得住。好不容易，他揪住拉链头，尤旭俯身咬住他的后颈。他顺势直起身，仰起头，一只手从后往前掐住他的脖子，掰过他的脸，尤旭的嘴唇气势汹汹的堵上来。他回过头迎接，直到难以呼吸，终于拉下拉链，打开一半帘子，无力的扑了下去。夜风灌进来，他的身体火热，不怕冷，倒在帘子前大口喘气。一双手掐住他的腰，把他翻了个面，膝盖推到靠近胸口。已经酸痛的脚踝再次打开，架上他熟悉的宽肩。他仰躺着，正好对向夜空。银河在他眼前涣散，星星变成模糊的光圈，光圈放大，再放大，噼里啪啦炸开白色的发光的烟花。大脑舒适的放空了，他无比愉悦的跟自己开起玩笑。忽然觉得这样死了也不错，没有什么死法比这样更浪漫，更适合他了。凌晨5点，尤旭第3次拿出套。谭梦溪往他脸上搡了一下，有气无力的开口：我睁不开眼了。睡着的话，你可以一个人玩吗？很久没这么激动，没人在意疲倦和痛。冷静下来，谭梦溪发现尾椎像炸了，胳膊腿哪都酸痛，全身散架似的，不亚于跳车。我一个人玩什么？尤旭扫兴的放下，其实生理也精疲力尽，心里不知厌足。他搂住谭梦溪问：怎么样？体验怎么样？很好。谭梦溪闭着眼睛，跳车没事，再搞一次，能死你手上。一提这事，尤旭就气得咬牙切齿，气不过几秒。你不是找死，我帮你。谭梦溪懒洋洋的笑。明天有人爬山，发现这里躺了2个裸男，大家追究起原因，2个人发疯跑进山里，打野战打死了，能得今年的达尔文奖。尤旭笑得喘不上气，摊开双臂躺平，地方太破，没发挥到最高水平。你表现的水平很高，像20出头，没完没了。20出头，尤旭喃，时间过得好快。过了年，我35。20出头的时候，觉得这个数字离我很远，35比海王星离我还远。谭梦溪困得接不上话。谭梦溪，尤旭喊。谭梦溪发出一个鼻音。我承认你那句话是对的，如果有人说要为了爱情牺牲自己，我也会阻止他。现在的人跟人接触，做普通朋友还要留一手，不会为谁完全奉献自己。尤旭翻过身，抱住谭梦溪，你是个傻瓜。谭梦溪已经睡着了，尤旭也合上眼皮，轻声说，
所以我知道这辈子再也不会遇到你这样的傻瓜，也再没有人会像你这样对我。下午，一丝强光穿过天窗的缝隙，照在谭梦溪脸上。他先醒来了，尤旭还在睡。轻手轻脚的穿上衣服，他钻出帐篷，一只鞋在面前，另一只在他们种的小树下。他勾起嘴角，单腿跳着捡起鞋，捡起皮带，穿戴整齐。他摸了摸他们种下的树，扭头看向山顶的方向。没人的地方。谭梦溪独自爬到山顶，扶住身边的树。万籁俱寂，满眼的绿，雪白的淡淡的雾在山林间移动，空气里残留了雨水的气息。远处的山峦与天相接，能看见有个地方还在下雨。乌云的缝隙间泻下一片七彩的光。他缓缓坐下，心里问：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天晓得什么情况，他已经很久没有记起这个重要问题。现在看来，有两种生活，两条路，跟尤旭在一起，不跟尤旭在一起。他再次想起第二种生活，没有尤旭站在身边逼问。他发现自己过去的思考很单一，只想关于尤旭的事，只看尤旭的视角，尤旭也许会跟别人在一起之类。尤旭过什么人生，那是尤旭的选择，他想过自己吗？如果不在一起，他会去过什么样的生活？不存在逼问，这里没有人，不用担心有人看出他的胆怯，也不会有人指责他的想法不对。直面恐惧的滋味居然让他上瘾，像收到陌生人送来的礼物。一层层撕开包装，迫切的要看看里面是何种意想不到的内容。不在诊所的话，他还会当医生吗？可以当，也可以不当，他不再给自己设限。他曾羡慕少接触人的工作，比如护林员、园丁、饲养员，尤其给水獭喂食洗澡。他没这些资质，纯属白日做梦。做梦又不犯法，他花了20分钟来幻想这些。世上有这么多没体验过的生活，像他的朋友去宠物店洗猫吹狗，他有驾龄，可以做驾驶类工作，大不了继续干老本行，下班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没关系，他对自己说，不急。那些在心底埋了多年的想法，他可以去实行了。一件一件来，他仿佛看见自己躺在干净的雪地，堆出一个又一个雪人，在街头行走。一个人唱双人对唱情歌，抱起一只流浪猫，想检查全身。没人帮他抓住小猫脖子，坐船、钓鱼，鱼上钩了，只有自己在笑。他陷入沉思，也不是非要做这些，这些可以转化别的事情。比如生活了这么久的城市，他不了解，有空该去参加热闹的市民活动。再画小一点，有很多次，他在去诊所的路上，瞥见路边的梧桐树不断落叶，大片大片的黄色叶子，他知道那叶子捏起来脆脆的，闻起来会有太阳和梧桐的味道，依旧生出捡一片看看的强烈冲动。他渴望得到这些看起来不重要的时刻。感情方面，他不会再爱上别人，爱太伤人。他会独自生活，直到死亡。这不是他想要的吗？他的心像不受控，猛地发痛。计划里一直还有一个人，尤旭渗透了他的人生。在潜意识里，尤旭必须陪他完成这些事。把尤旭去掉，像硬生生挖掉他的一块肉，他做不到。走另一条路呢？他们令对方感到恼火，在很多大小事上无法相互容忍。他们相互伤害，伤害的特别深，对对方使用一生中最恶毒的语言和目光，使尽浑身解数，只为让对方心如刀绞，痛到窒息，像要把对方杀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睡再多觉，醒来再多次，也回不到生日前一天。当然，生日前那些勒脖子皮衣的生活，稍稍回味，便引起他强烈的反感和不适，似乎也不值得回去。他总在疲惫和反思中拉扯挣扎，怀疑自己，否认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希望自己变得孤言寡语，不是嘴上，而是内心，不要再谈论关于自己，
产生关于没有意义、不符合合格成年人价值观的东西。他还是做不到。站在岔路口，谭梦溪痛恨自己在矛盾上永远成立，又在自我上总是一意孤行。他从未感觉过如此浓重的茫然，还有接近绝望的悲伤。到了悲伤的最后，总会想起美好的最初。那个夏天多美好，他们一整夜的说话，蹲在茶几面前吃夜宵，坐在楼顶看日出，日夜颠倒，耳鬓厮磨。记忆携带了好多气味，谭梦溪吸着鼻子，好像在风里闻到。枕头上残留的洗发水，衣领上的洗衣粉，爱的人靠近时，会散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好闻的味道。除了嗅觉，他的指尖弹动，深深记得曾经的触觉。洗完冷水澡的青年笑着躺在他身边，他的指尖沿着对方微凉柔软的肌肤游走，落在温热的脸颊。一双明亮的满是感情的眼睛，只装得下他。掌心覆盖的不是她的男朋友，而是她莽撞的燃烧的爱。没什么比他们在一起更重要。谭梦溪不再思考要什么样的生活，自然的追问起关于他们的所有。站在第三个人的视角去看他们，他好像看见两个背着大山的人，山上篆刻了对方的姓名，有伤痛、责任、爱恨痴缠。压的两个人不能动弹，又不肯放下，好像谁都没有错，又好像谁都错了。他心疼这两个傻瓜，对自己摇头，我做了什么？一个傻瓜做了疯狂的决定，向某些东西挥起拳头，却砸向了最亲近的人。尤旭希望他以后不会有人爱，他完全同意，他是个怪胎，性格自卑又较真，忍受不了一丁点嘲弄和敷衍。他对爱的要求如此之高，要地位公平，要热情似火，要一辈子不变。他的爱又不够无私，揉杂了他的脆弱、拧巴，还有他不受控制的同理心。可怕的高度敏感，一旦认为对方遭受不公，不分理由的比对方还委屈还煎熬。为了缓解这份自找的痛苦，他经常不惜一切代价，做了很多错事。他一想人与人之间沟通简单，必须互相理解，工作要顺心如意，获得成就感，爱情只有美好，断崖式分手能维护双方最后的颜面，在没人的地方能找到生活的答案。不管不顾出来找。他一面筑起虚伪平和的高墙，一面又要求尤旭往墙里看看。他把所有事情搞砸了，又可悲的在很多地方忏悔。路走到头了，山爬到顶了，不能再要求爬别的山，再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他不会永远待在这里，接下来只有回城，他该怎么办？隆重的茫然像山上的雾，会有散去的一刻。树林透出一抹亮色，蓝黄相间，那是他们的帐篷。山顶风景好，却也寂寥。帐篷提示着游旭的存在，谭梦溪从绝望式的悲伤里获得生机，心想不管以后怎么样，我该告诉他，不管什么感受，坦然的爱，卑劣的心，恶毒或真诚的话语，说吧，看着对方的眼睛，不顾后果的说。可是过度暴露自己的内心，相当于把匕首交到别人手上。愚蠢、单纯，大概率面临后悔和伤痛，极小概率会得到一颗金子般的心。可是在路上不是已经获得过很多勇气吗？打破禁锢自己的牢笼，不合时宜的自尊，没有必要的顾虑。做不到这个，做不到那个，又怎么样？不要因为害怕未知的危险，什么也不做。时间倒流，谭梦溪不会浪费一秒钟，尽全力过好每段人生。时间不能倒流，沉浸在过去的痛苦里毫无意义。没关系，继续往前，不要管它通向哪儿。也许走哪一条路，爬哪一座山都不会满意，后悔是路上必须的风景。另一条没有去的路，没有爬的山，他们通往虚假的想象。好坏跟真实的他无关。不要羞愧，不要羞愧，像个不在乎输赢的赌徒。谭梦溪不再害怕，也不需要谁来负责，这是自己的选择。他拿出出发时的果断决绝，
起身走向帐篷。走了几步，他奔跑起来，冷风割着他的脸。他隐隐有了笑意，往游旭的方向狂奔。没跑多久，游旭出现在他面前，手里2个双肩包，肩上背了帐篷包，把东西全收拾好了。他一脸焦急，眼睛要喷出火。你跑哪里去了？谭梦溪扑到他的面前，张开双臂拥住他，中间隔了2个鼓鼓囊囊的包，他紧紧地心无旁骛的给游旭给自己一个拥抱。抱了几分钟，他说，我知道大叫不是你的本意，你担心我，可以对我小声一点。游旭放下东西，空出双手，他同样紧紧的回抱谭梦溪，小声的说，好。你要是不把手机砸了。谭梦溪叹口气，一个电话的事。游旭也觉得自己有点神经，心虚的说，车里还有一台备用的。谭梦溪牵起游旭的手，去山顶，风景很好。游旭走了2步，发现自己鞋带开了，出来太急，没系紧。谭梦溪回过头，立马蹲下给他系好，又牵起他的手。站在山顶，他们恍然发现，一直面对面吵架，不看一眼沿途的风景，浪费好多时间，静静的看了20分钟。坐。谭梦溪搬好第2块石头，游旭坐下，他也坐下。他说，游旭，我有很多次想当什么也没发生，直接跟你回家。游旭感觉血液全部冲到脸上，握起谭梦溪的手，亲了亲手背，那就跟我回家。没有抽开手，谭梦溪对他摇头，我们不能当什么也没发生。刚升起来的热血又冷下去，游旭耐下性子，我知道，我们好像浑浑噩噩的活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想给你幸福，没有我的话，你想要什么？你会追求什么？游旭张了张嘴，回答不出来。没有谭梦溪的话，那些值得奋斗的目标似乎失去色彩，变成死气沉沉的黑和白。山峰在2人身边呼啸，2块石头，2个人，没什么能干扰他们谈一谈。风景好，适合谈谈生活，谈谈疲倦、迷惘，还有他们的心和希望。谭梦溪说，一开始我以为只要我们没在工作，全身心闲下来，我们会和好的。他们没有和好，一直在吵。后来他敞开内心，保持问心无愧，情况更恶劣了。不知道怎么，我觉得那时候的我们体面一点，分开更好。再接着，我向你忏悔，放下，说点好话，痛快的做几次，用性和某一方的服软缓解气氛。到这个份上，我们应该和好了。游旭愣住，好像挨了一拳，难道不是吗？他们没有分开过，一起经历这么多，昨晚还睡了爽的要死的一觉，难道不是吗？不是，多亏你的坚持，不然我们走不到现在。我的想法是错的，体面不重要，不要避免这些问题。争吵又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把天吵破了，反而得到更多我想要的。没有责怪和怒意，谭梦溪平静的陈述，我们回不到过去，也不该回到过去。在出发之前，你不像我心里的你，过去的生活，我同样不能再忍受。他说，全部说出来。游旭每天脑子里在算账，在计划未来，变得不像他爱的游旭。他再也无法忍受半夜醒来，发现床边是空的，不能忍受看着游旭的压力大到生病，忍受不了游旭经常为了工作对他大吼大叫，忍受不了他的爱意无人理睬，放任他们冷却。他不该承受了游旭铺天盖地的焦虑，随地升起的怒火，理直气壮的推脱，还成为游旭走到今天这般田地的罪魁祸首。游旭堂而皇之的说，为了给他幸福的生活，游旭把他供为圣人，同样判为罪人。再浓烈的爱，再坚定的人，似乎也遭受不了反复的蹉跎。他发现，好像那些目标才是游旭的人生意义。他已经有了家，游旭却还在忙忙碌碌，生活过着过着，
常常迷失自我。就像他期望他们的旅行出发开始是美好，走着；渴望修复，走着；寻求理解和原谅，走到末尾。他想珍惜这份片刻的单纯和平静。兴许在忙碌的路上，尤旭忘了出发的目的已经不是身体的主人，有别的东西操控了他，赶走了他最初的灵魂。我愿意跟你一起奋斗，陪你实现目标，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我早就发现生活已经很美好，你不这么认为，你到底在追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你也追不到。谭梦溪看向尤旭，眼眶微红，我让你失望了，我跟不上你的节奏，追不上你。尤旭几乎生出敌意，怨恨谭梦溪，也怨恨自己。你一直说我没错，你受不了，为什么不把诊所砸了？为什么不大骂我一顿？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我想理解你，认同你，带入你，进入你的世界。让我觉得生活窒息的原因只有一个，我跟你的关系。谭梦溪扶住额头，山顶过于清新的空气带来清醒，过于清醒又令他难以适应。你的世界是错吗？谁说努力工作、全心付出的人有错？只是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不一样的人。那不是我要的，我在实现你的目标的过程中得不到快乐。曾经的他悲观无趣，认识尤旭后，他发现世界很好，生活很有意思，不再活一天是一天。他在有意思的生活里摸索、反思、推翻、重建。尤旭的世界却在他的眼里从亮变暗。他接受不了尤旭对现实的看法，不会像尤旭一样去追求社会的认同感。在看见尤旭的心理阴影后，更加清楚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不是他赖以生存的东西。过去不知疲倦的他，在仪器后面见过各式各样的眼睛，大多数普通，也有像玻璃裂纹，像荆棘，像棉絮，还有虹膜粘连出来的双瞳，黑点、白点、出血点，不会放大，没有光点，还有无休止的震颤，不管频繁还是罕见，悲伤还是喜悦，那都是别人的眼睛。他曾跟尤旭说，没有眼睛像没有灵魂。他抗拒的原来不是重复平淡的生活，他抗拒的是后来的日子里不再为自己做过选择，始终以感情为重，以事业优先。就像他一个人无法给自己检查，不能亲眼看见自己的眼睛，从未真正直视自己的灵魂。忽然出现的窒息、反常、疯狂，真实的他向他求救的信号那么夺目，他却用负罪感和责任感去浇灭他们。他像台机器，忘了自己是谁，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修复自己的办法。尤旭越活越成熟，他越活越倒退，还没有成为人物，承受不了一点难过，咽不下一口气。他认为世上的东西买不完，他没有远大志向，他的亲情观念淡薄，他内向，他不圆滑，难以真正融入集体。在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中，他经常手足无措，为自己陷入矛盾而懊恼。尽管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只伤害自己。现在他也不想伤害自己了，他不再与自己斗争，感受自己，体会自己，认同自己。谁又能说他维护自我世界的秩序有错？他甘愿待在自己的世界，问心无愧地做好每件小事，当一个快乐的无名小卒。你想要我骂你一顿，也不是不可以。谭梦溪没有拔高嗓音，没有瞠目欲裂，边思考边说，你不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人，只管给，不准我不接受。你还不把自己当个人看，别人压抑了，知道放下。你压抑了，不仅不放下，还怪自己承受能力不行。我这么在意你，纵容你，心甘情愿的在你身边遭受精神虐待。你这个可悲的东西，不停发火的混蛋，跟你在一起是最泯灭人性的事。尤旭机械地点点头，还有呢？还有，尽管我骂你，在我心里，你还是很好。实际上，生活没有那么不能忍受，只要我不再带入别人，多关心自己。
可是我站在一座山的山顶，抛开所有会影响我的东西，还是会想起你。有什么不对？谭梦溪对着大山扯出一抹笑，悲哀的看透了自己。这2天我过得太快乐了，我在这里找到了快乐的你，所以我也快乐。游旭，我控制不住我的内心和大脑，决定我是否自由快乐的权利，我把它交给了你。这是不对的。你把自己是否自由快乐的权利交给了那些做到最好，给我幸福无忧无虑的未来，追求这些根本触摸不到的不存在的东西。于是他吃掉了你，你吃掉了我，我也吃掉了你。总有作家写，导演拍，高山、湖泊、大海，这些大自然的震撼会给人启发，通过他们找到新的视角和新的空气。谭梦溪瞥见了痛苦的根源，这份爱的真相由蓄占有欲和控制欲强。他孤身一人，又极度缺爱。扭曲与畸形完美适配，没什么干扰的话，他们可以很好的过下去。可惜他们没有活在真空，也活得不够纯粹。游旭塑造了一个永远不能离开的谭梦溪，他把谭梦溪融进自己的身体，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亲密到诡异，媲美血缘关系。他牺牲自己，付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无论发生什么，谭梦溪不能离开他，否则就是白眼狼。他消灭不了恐惧，全力阻止他接近，不断完成目标。他阻止不了，没有什么最好，就像没有永远和完美。谭梦溪汲取着游旭的所有，与游旭感同身受，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没有掌控力的位置。哪怕他做出不违法、不伤害他人，在常人眼里合理的决定，依旧会产生负罪感。他只是缺爱，不是脑子有问题。过度在乎等于把心交在别人手上，便会得到一颗捏碎的心。迟早有天，他会感到难以承受。这天就是今天，现在。付出一定有回报吗？努力一定会被人认可吗？事事做到优秀，不会再有烦恼吗？犯错的人一定会知错吗？时刻在乎他人的感受，他人一定感受得到吗？为了不玷污神圣的爱，必须忍受双方带来的所有折磨和痛苦，甚至为他们辩解吗？爱不会带来伤害吗？他们错了，他们形成一个恶性闭环，他们彻底的侵蚀了彼此。这几年不单我一个人在难受，你承认过自己累，你好像麻木了。谭梦溪说的耳尖通红，你张口闭口全是为了我，表现的一点也不需要我，不需要我的帮助，不听我的废话，不再对我傻笑，把我那些表达爱的方式当成浪费时间。再这样下去，我会死掉。这是一场谋杀，区别只在他还活着。33岁的大男人把缺爱脆弱的自己袒露出来，羞耻心拦不住的沸腾。他让他沸腾，为此燃烧也好，只要我还在乎你，我得不到快乐，除非我远离你，一辈子不要再见你。这些远离一辈子不要再见又犯了游旭的天条，他本该怒火滔天，却颤抖地说，你不能这样。谭梦溪盯着远处的树梢，似乎在看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哪个你是真实的你？1号游旭聊起汽车就两眼发光，在山坡上打滚，躺下看银河，忘记那些追求不到的东西。2号游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追求目标的欲望强烈。我相信你会做到的。游旭整个人精神恍惚，所有事情涌到他的眼前，理不出头绪。不管1号还是2号，其实都是你。谭梦溪说，如果跟你在一起，代表我还要等待和忍受。不知道你什么程度会满足，可能10年20年也不够。我不会跟你回家，你再也威胁不了我，我会真心祝福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并且不会再感到愧疚。游旭的痛苦已经写在脸上，不想承认，不能承认，他的挽留失败了。他为他们的美好未来奉献出一切，却只是他一个人的镜花水月。他又在这份痛苦里找到清醒，需要去挽留的东西。
说明他去意已决。如果我的话让你恨我，谭梦溪捧住尤旭的脸，给他安慰和鼓励。恨我吧，没关系。尤旭扭头看向左边，离开他的手。谭梦溪的双手悬了一会儿，支着下巴看向右边，手指放在唇边，残留着尤旭的体温。他接受尤旭的恨和愤怒，反驳和责怪，不要隐忍，不要麻木，时刻感受自己的感受，不要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会好受很多。一个人看左，一个人看右，有那么10分钟，又没人看风景。山还是山，树还是树。谭梦溪和尤旭并肩坐着，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冷风送来一声怪异的嘶鸣，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不约而同的对视，再望向山下。雾气弥漫的山林间，2匹马一前一后走了出来。有人饲养的马，2匹马的头上戴了皮带，没有绳子。一匹黑白花色、乳白色鬃毛，长长的垂在脑袋一侧；一匹红棕色、漆黑色鬃毛，在马的脖子周围四散披着。2匹马体型相当，皮毛亮得反光，走2步，低头吃2口草。小跑一段，鬃毛随着他们的步子晃荡飘洒。枯黄翠绿交接的草地上，他们如此悠闲安静自在，听不见马蹄声，偶尔打个响鼻。怎么会有2匹马？他们再次对视，从对方眼里看出惊讶，还有诡异的平静，像一个浪要临头打过来，悬在半空中。他们默契的错开目光，看向2匹马。时间不知不觉间流逝，2匹马光够了，吃够了草。走进树林，再找不到踪迹。谭梦溪主动问：“你好受些了吗？”尤旭回过神，奇怪，好些了。如果可以的话，谭梦溪真的很想要尤旭体会他的感受。他来体会尤旭的感受。他们交换灵魂，语言互通，再没有什么让他们受伤。没有如果。好在他可以表达，让一切自然流露，与他们和谐相处。我逼你跟我一起出来，这是我想要的，我很高兴，很满意。不管有意无意，我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也承认我伤害了你。用爱的名义进行的伤害，到这里就够了，不要再有了。看看他们的伤口多深。他要收回自己的头颅，也把尤旭的头颅还回去。他喜欢天真热烈的尤旭，就会丢下一切跟尤旭在一起。他讨厌麻木的工作狂尤旭，就要丢下一切出来找他爱的尤旭。找不到，那么他会一个人回去。埋在心里的郁闷散开，闪过的猜测得到验证，尤旭久久没有动作。好不容易眨了下眼，你逼我？不是故意的。谭梦溪说，但很有效。尤旭心底隐隐泛起的悔恨和内疚，如今化成那道巨大的浪，打在他身上。他预想过，仍然措手不及，像有千万根针在此，疼痛感居然这么真实。颓然的坐着，他的脸上全是不可置信。喃，谭梦溪，生日那天你有赌我会不会出来？我赌你来，你说过有条件都会带我去的。谭梦溪说。他凭借本能反应，笨拙的把一切挑破了。尤旭的爱，纯粹的、专注的、固执的、疯狂的，像令人惧怕的雷电暴风雨，正是他这片贪婪的荒芜所需要的。为之生存的普通的石头和一点小雨打动不了，生不出绿洲。如果可以，他愿意用生命作为交换，保留尤旭和自己充满纯粹之爱的心境。他也为了这些爱赴汤蹈火不择手段，把他们2个推进地狱，又不得不活着出来。都说爱情经不起考验，他偏偏不信这个邪。扒开破碎的心，他在潜意识行为里也为尤旭量身定做了一场阴谋，用尤旭的底线做赌注，把生活玩得毁灭，把爱情玩死了。尤旭深吸一口气，不愧是谭梦溪，10几年的饭白吃，一点没变。他稍设想下自己差点错过什么，如果有一刻
放任愤怒和自尊压倒爱和包容，只觉得惊恐。他混乱又激动。如果我没来，如果我中途走了，没来也没关系，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放自己一马吧。你爱自己的劳动成果，爱你的父母，爱车，这份清单里面别忘了加上自己。遇见你之前，我很爱自己，不要再这样想。谭梦溪毫不留情的纠正他，不是我让你不爱自己，不是我。尤旭哑口无言。谭梦溪的语气坚定，你完全可以像遇到我之前，我跟你在一起只因为你是你，你不需要做好所有事，我也会跟你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太久，差点忘记一见钟情的原因，那是他第一次对人类产生浓厚的兴趣，有人竟然可以勾起他的探究欲，激活他的心。经历过独自奋力向上，与亲人生离死别，还透过父母看透爱情，他的心与他的年龄不符，他那么老成忧郁，尤旭却惹得他兔子似的胡乱蹦跳。他像活在黑暗里的人，瞥见光，不论在哪个方向，不由自主的去看，去追。不需要还清贷款的房子，傲人的工作，无忧的未来。谭梦溪也会爱尤旭。谭梦溪的这番话像颗子弹，在半空中高速旋转着，脱去残酷的我不能再忍受的弹壳，弹头由一种有力量的东西铸造，高温迅猛，撕碎一切阻挡，击穿了尤旭的心脏。他的感受强烈，却没尝到剧痛。奇异的感觉从心脏这个小点开始蔓延，哗一下燃遍他的全身，像要生病，像发高烧，像他对谭梦溪告白。谭梦溪说出令他欣喜若狂的还是那天。尤旭也想起最初谭梦溪第一次在他面前流泪，在他眼里摊开自己，柔软的吓人。他产生一个纯真又充满诗意的冲动，他要无条件保护他，绝不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为难谭梦溪的帮凶。他怕谭梦溪对他产生恐惧，恐惧却早成事实。谭梦溪经常对他露出犹豫和苦恼的神情，生怕他动不动进行道德指责，上升到诛心论。忠贞不渝的誓言混了毒药，谭梦溪表现得棒极了。他为什么给谭梦溪，谭梦溪都会听话的咽下去，而且知道自己迟早会因此死掉。爱是他的武器，倔强的灵魂在他的武器下受尽鞭笞，咬着嘴唇不说话，也不再落泪。12年之前的自己会想到12年之后，自己经常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对这个人大吼大叫，扼住这道灵魂的喉咙，站在世界的这一边。与这个人为敌吗？尤旭猛地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谭梦溪，漆黑的眼珠蒙了一层厚实的反光膜，那是泪水，没有愤怒，充满男人真实的脆弱、无助、绝望的美。谭梦溪也仰视了他，他想，他还是爱尤旭，再有一次，他还是会爱上他。从他们的第一面起，爱他是冥冥之中的宿命，灵魂深处无法抵抗的呼唤。远离一个爱的人是违背本能的。谭梦溪站起来，认为尤旭需要一个拥抱，有义务给对方一个敞开的怀抱。尤旭挥开他的手，声音破碎的不成句子，你为什么又抱我？谭梦溪咬牙抱上去，对他吼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为什么想离开你，为什么拒绝你，为什么不向天发誓永远不说分手？你想问我还爱不爱你？尤旭咬紧牙关，内心正这么狼狈的狂喊着，质问着。我回答你，我爱你，你不是忍受不了了吗？但是我爱你。谭梦溪理解尤旭现在的感受，做尽好事，还是会遭人拒绝，付出所有，依旧得不到永远。尤旭在面对恐惧，接纳痛苦和真实，没什么比这一刻更难熬。尤旭又推开他，攥了2个拳，你什么也不要，去他妈的那些东西！我不要了，我不在乎。他一点也不怕，再一次抱上去，知道自己可以放空，可以埋怨，可以拒绝，可以咆哮。你非要给的话，
我要你的真实想法。他要尤旭的傻笑，尤旭的梦，尤旭的眼泪和痛苦，尤旭真正的灵魂，全部给他吧。他们的目标不一样，感受不一样，有他妈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分手，从来没有完美的结局，生命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两个人像在决斗，一边向对方开枪，一边给对方拥抱，进行到声嘶力竭。但是我爱你，我爱你。谭梦溪抱住尤旭，在他胸口低下头，声音也低下去。你爱我吗？尤旭从未战胜过这个答案，甚至从未想过与他搏斗。唉，谭梦溪给了两人相对的斜肩一个微笑。怪不得他们得不到救赎和释然，妄想在痛恨和纠缠里获得解脱。他们之间爱真实的存在，一直存在。爱在困难时期带来温暖、甜蜜，蕴含无限能量；爱也会在平淡时期让人心碎。猜疑、恐惧再次失去，为他焦虑和疯狂。他们关于爱的行为不能供人参考，但把他们的痛苦和酸楚翻一个面。看看这些爱的罪证，证明他们的每一条歧途都在走向对方。哗！又是山里不打一声招呼的雨水。他们在雨里拥抱着，雕像似的一动不动。雨提醒他们，下山的时间到了，在山里淋雨没好处。谭梦溪抬起头，尤旭，这就是全部的我，一点也没有留。他一味的倾诉，不分好坏，骤雨般的情感宣泄而下，仿佛把脑子和心脏全部剖开，把所有的东西倒了出来。他在火一样痛苦中狂喊，在爱里化成了灰烬。在爆发式的毁灭后，他感觉自己空了，身体变得轻盈。曾经反复出现的悲伤和煎熬逐渐透明，没有什么再压在他的肩头，阻碍他的言行，像一瞬间活了过来。这是真实的他，无所谓尤旭接不接受。他学会了向前走。雨水沿着尤旭的脸滑下，深邃的眼眶通红，挂了一排水珠，分不清是雨还是眼泪。他欲言又止，重重的呼吸，胸口剧烈起伏。谭梦溪垂下双手，转身要走，半边身体被一股力拉住。尤旭望住地面，牢牢揪住他的袖子。你去哪里？山顶太冷了，往山下走吧。我们的事还没完。谭梦溪在雨里睁不开眼，直指乌云翻涌的天空。但我不想殉情。下雨站这么高，像两根引雷针。尤旭问，我们往下走，然后呢？然后尤旭抢在他之前开口，你不知道怎么办。谭梦溪心说，明明是你不知道怎么办。他装傻，点点头，我会告诉你。尤旭打着商量的语气，揪袖子改为紧紧拽住谭梦溪的胳膊，勉强扯起嘴角，你多给我一点时间，不止下山后。你还要做我的副驾驶，我们不能把对方丢在这个鬼地方。他要怎么做，心里有个模糊的答案和方向，多些时间会找到的。他意识到谭梦溪也找过，他不配合，所以谭梦溪失败了。做不了决定的时候，尤旭总会推自己一把。谭梦溪笑了下，好。他不担心尤旭把他推到哪里，以后他只做自己想做的，没什么在控制他的方向。雨急促的拍打着树叶，尤旭和谭梦溪的鞋底也急促的拍打地面，溅起一蓬又一蓬小水花。两人牵着手跑过能看见草坡的路段，不约而同多看一眼。光线灰暗，空气潮湿，雨把金色的杂草打歪，乱糟糟的倒成一大片，不再像油画里的麦田。他们却能看见两道打滚的身影，感受到混入血液的高温，鼻腔里钻进一丝阳光，烤着枯草的味道，泥土也温暖干燥。他们没有说话，10根手指牵得更用力，不再放任美好的回忆溜走，紧紧的抓在手心。时间好像慢了，他们不再着急，急着回家、分手，或者和好、解释。走哪里都在下雨，他们索性淋着，
慢慢的散步，无所谓天上下雨还是下刀子。雨停了，车在眼前，他们的车边上多了一辆汽车，蓝白相间，紧挨他们，正好把这块适合停车的空地挤满。尤旭和谭梦溪走近一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无法再沉浸在复杂的感情或悲伤的氛围，现实因素能瞬间打败那些有的没的。发火已经不能表达情绪，他们面对面，能从对方眼里看出默契的极度无语。大山里没见到第三个人类，他们的车却被撞了，车尾凹下去一大块，右边尾灯裂开，肇事者没逃，就是旁边这辆车门也凹下去一大块，刮掉不少蓝色的漆留在他们的车尾，两辆车的车尾还挨在一起。尤旭瞪着这辆车，车身贴着某某车行，语气沉重，电动车还是租的？第一，他不喜欢电动汽车；第二，撞他的车是租的，买没买保险是个问题，如果没买，惨了。第三，到底什么破人，什么破车技，这么宽的位子，能把这破车开到他们的车上？这辆车把他的雷点全部踩了个遍，没有法律的话，他会叫叉车把他丢到悬崖下面去。谭梦溪去这辆车的挡风玻璃前，没留电话，又去车后，留了满地的垃圾。他们碰上世上最恶劣的司机，没车技，也没素质。尤旭简直当头一棒，一棒过后没火可发。因为2个小时前，他刚接受残酷的洗礼，谭梦溪亲手打破了他关于永远的爱情观。这一棒顶多算挠痒，他面对毁灭的阈值已经拔高，高到从容，地球在下一秒爆炸也不足为奇。他打开后备箱，放下行李，等吧。谭梦溪对他刮目相看，尤旭，你没发火。尤旭佩服自己没把叉车的想法骂出来，找出备用手机，淡淡的说，我没发火。谭梦溪递根烟给他，自己也咬了一根，稀奇了。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辆垃圾。尤旭板着脸吸了一口，鄙夷的吐向这辆车。这几年电动车遍地跑，你这种汽油车才叫车的保守思想显得很小众。尤旭嗤之以鼻，我这叫痴情。他过去喜欢的车型许多停产的大排量型号，现在称得上老破车，不妨碍他喜欢。以前他爸有台真式打印机，他爱死那个声音了，现在依旧钟爱真式打印机。2个人对着可怜的爱车抽了一根烟，自然而然的从老车聊到打印机，直到身上有点冷，发现忘了把湿透的裤子和鞋换下，还得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副驾驶的门打不开，谭梦溪钻进后座，找出一双洞洞鞋，白色的，在诊所经常穿。后座换衣服不方便，他脱掉外裤，一脚把洞洞鞋的右脚踹到座椅外面，滚在泥泞的地上。谭梦溪跪在座椅上，伸手去抓。尤旭在前座换好衣裤和鞋，下车替他捡起来，拿纸擦掉泥巴。他把鞋摆在座椅下，抬眼看见一双雪白的大腿，膝盖朝他并拢着，挂了2道昨晚留下的痕迹。谭梦溪保持跪姿，拿起干净的裤子，万一这辆车是露营的怎么办？我们不能等2-3天，车里的水和食物不够2天。尤旭收回目光，坐回驾驶位，等到天黑，等不到人就报警。一前一后的2人安静的坐了10分钟，渐渐从离奇的撞车中缓过神来。谭梦溪说，要不听听歌？好。尤旭启动汽车，点了播放歌单，一首首自动放过去，听了10来首，播放到 Time is running out。 车身在晃，尤旭回过头，谭梦溪超爱这首，肩膀随着鼓点摇动，嘴里还在跟唱。2人目光对视，谭梦溪轻笑，好听。尤旭暂停音乐，下车，挤进后座，砰的关上车门。谭梦溪对上这双暗潮汹涌的眼眸，大腿上也多了一只手，直接的掐在内侧，意图明显。光线一下子暗了，
刚从行李箱拿出来的干净衣物，有股洗衣液的香气，熟悉的家的味道在车内弥散。在家里，他们是快乐的。目前，他们的感情走向未知，没有和好，相爱着。暂时没人能给出解决办法，或描绘出他们的未来。下山后，一对爱人的结局，也许美好，也许悲痛。像站在墙沿，闭着眼，不得不往下跳，底下多深？是水还是水泥地？枯坐着等，没意思，争论和指责无趣，这一路吵得够多。唇齿相依和针锋相对是他们的常态，复杂、混乱、矛盾。他们不能准确窥探对方心声，也不想再窥探，那是浪费时间。时间，他们猛地意识到时间宝贵，尤其是美好的当下。雨中散步，谈天说地，听着音乐，摇头晃脑，面对糟心的事，也能与对方笑笑。仅仅对视，他们便达成一致。充满敌意的互相撕咬，不也是四片火热的唇紧闭相接，跟充满爱意的深吻好像没有区别。跳吧，就像胡乱的跳舞，过程快乐而精彩。谭梦溪双手揪住尤旭的衣领，拉过来，凶狠的吻上去。尤旭也摁住他的后颈，同样凶狠的还击。他们拥抱跳下去的荒诞和刺激，抛弃非黑即白的传统观念，服从真正的自我意愿，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任内心的火把两个人燃烧。两个人吻得天昏地暗，大喘出声，把这些天欠的全部补上。尤旭用力一灌，把谭梦溪灌在座椅上，粗鲁的丢开一件件行李，再伸手放倒座椅。谭梦溪往后仰倒，急急的脱去碍事的上衣，踹掉短裤，留下一双袜子和针使。理出一点位子，尤旭又掐住谭梦溪吻了几口，右手轻轻抚过谭梦溪的喉结，指尖往上，中指和食指并拢，停留在谭梦溪的下唇。摁住，没动。谭梦溪撩起眼皮，吐出舌尖，湿润了两个指尖，再把这两根手指浅浅的含进嘴里。尤旭歪过头，手指缓慢又不容拒绝的往里探，过了口腔，夹住舌头把玩一会儿，直达喉咙，依旧不停。他昨天到达过喉咙更深处，不过不是用手指。多年过去，害羞的爱人只剩表情容易害羞，别的地方已经为他量身定制。谭梦溪看着他，红了眼眶，一滴眼泪滑出眼角。尤旭看见他撑在身侧的双臂颤抖，五指死死扣住座椅，断断续续发出吞咽口水的声音，依旧不抗拒。尤旭抽出湿漉漉的手指，直起身盯着谭梦溪的脸。谭梦溪还是看着他，下巴水光泛滥，喘匀了气，朝尤旭打开膝盖，作为无声邀请，把享受当下贯彻到底。尤旭对谭梦溪有求必应，不求也应。他穿了件复古款油蜡皮夹克，刚换上的做旧牛仔长裤，连鞋带都系得整齐。对比浑身上下只有袜子的谭梦溪，他的衣着过于整齐，也不打算坦诚相待。毕竟隔壁肇事车主随时回来，要有一个正常打扮的人下车处理。刺了，他拉开了拉链，淋过雨的夹克冰凉，激起谭梦溪一身鸡皮疙瘩。坚硬的衣角刺到他的肚皮，粗糙的牛仔裤磨着他的大腿。尤旭体面的不像话，显得他放浪不堪。这是堕落吗？不是，这是他的选择，他乐意沉沦。羞耻吗？巨大的形象差异里，他甚至找到隐秘又熟悉的快意，像他曾经蓄意勾引尤旭，拨开高大的酷酷的外表，得到一颗他渴求的狂热的心。两辆车的车尾还挨着，他们的车激烈的震动和摇晃，又蹭掉一些漆。后窗留了根缝隙，飘出和车身晃动同频率的喊叫和喘息。玻璃凝结一层蒙蒙的雾气，缝隙伸出三根细长的手指，死死扒着玻璃，暴露在外的指尖不住痉挛，指甲挠得玻璃咯吱响。20分钟后，车身平静下来。
又过了10分钟，缝隙飘出一缕烟雾，在半空悠闲的打卷上升。两边车后门同时打开，换换空气。尤旭若无其事的下车，两片颧骨通红，一头一脸的汗。他叼了半根烟，捏扁手里的空烟盒，扔进车内垃圾袋，再脱下夹克扔到副驾驶座，去后备箱找湿巾清理座椅。短袖领子低，露出脖子前面密密麻麻的吻痕，侧面是一根根抓痕，延伸到看不见的后背。谭梦溪已经穿上衣裤，横着瘫在座椅上，手臂软绵绵的举过头顶，朝敞开的车门外弹去烟灰。他一脚踩在车顶，一脚踩住另一边车窗的窗沿，缓解自己酸痛的腰，发现自己的袜子没了，不知道是蹭没了还是尤旭脱了。他正思考着，几道聒噪的声音出现，年轻男性的公鸭嗓，又是跑又是吵，从远到近。尤旭砰地关上车后盖，闻声看过去，树林跑出4个男生，速度太快，2个前面跑，2个后面追，嘴里还在大喊大叫，一下子把静谧的山林改成教师课间，并且这个班从没有人学习。4个大学生样的青少年抵达谭梦溪前面时，谭梦溪正扯出几张卫生纸，慌里慌张，反而全部掉了下来。他的身边车座角落还放着2个用过的套，一堆用过的卫生纸团。4人身形高矮胖瘦齐全，高的一脸痤疮，矮的戴了眼镜。胖的就是胖，瘦的是个黄毛，简称他们为痤疮、矮子、胖子、黄毛。谭梦溪的脸色瞬间变了，连忙用卫生纸去拢那些东西，一股脑塞到座椅储物箱。晚了！黄毛眼尖，发出怪叫：“我的妈呀！这2个男的在搞基！”他立马用眼神示意朋友们来看，当着谭梦溪和尤旭的面，左手环成一个圈，右手竖起一根手指，做了个下流的手势。痤疮和胖子和矮子伸头去看，嘻嘻哈哈的笑。谭梦溪的脸白了又红，你们在看什么？笑什么？没见过人。这世上好像没人有素质，哪怕他离开人类社会，走进原始森林。他重复一遍，他们不理。尤旭有80%不相信，还是开口：“你们的车？”矮子先回过头，看他这大高个，又一脸严肃，怯怯点头。高矮胖瘦一听尤旭的狂言，面面相觑，当即跟尤旭对骂起来。双方扯起嗓子对对方进行问候，上至祖宗，下至不存在的儿子，2张嘴跟4张嘴对骂，明显占下风。尤旭不想骂了，拿出手机：“谁的车？谁开的？”矮子连忙摇头，推一下痤疮，痤疮推一下黄毛，黄毛推一下胖子，胖子又推回黄毛。尤旭看他们这一轮推搡，有点头痛，停，找个人出来，打租车公司电话。黄毛站出来：“谁看见我们撞你的车了？你有监控？”谭梦溪一指车尾的漆：“你们的车还挨着我们的，不要耍无赖好不好？”黄毛跟他叫：“是你们撞了我们！”谭梦溪下车，站在黄毛面前，满脸不耐烦的俯视对方：“到底谁租的车？我们现在跟你们好好说，非要报警吗？”“不行，不能报警！”矮子大喊。尤旭刚要拨出去，痤疮飞奔上来，一把打掉了尤旭的手机。谭梦溪傻了，尤旭也傻了。黄毛捡起地上的手机，躲得远远的。“胖子，快捡个石头！”胖子搬起一块大石头，做事要往他们的车上砸，威胁道：“你们现在走，我们当什么事也没有；你们不走，我们把你们的车砸了。”局势瞬息万变，油车被撞变成被威胁，尤旭在几秒钟里清了头绪。真他妈倒霉，碰上无赖了。他把双手插进口袋，看起来很悠闲。“砸吧！”胖子把石头举得更高，对准引擎盖。谭梦溪大喊：“不要砸！万一车坏了，
他们还下个屁的山！砸吧！尤旭鼓励道。谭梦溪恨不能捂住尤旭的嘴，不要砸，听我说。矮子哆哆嗦嗦拉住胖子。谭梦溪摊开双手，试图掌控局面。你们不想承担责任，或者你们没买保险，要是把我们的车砸了，你们赔的更多。尤旭不高兴的啧了一声，对谭梦溪说，你干嘛要说出来？他们明显赔不起，就让他们履行不了，构成犯罪，直接坐牢。谭梦溪有点崩溃，你怎么这么邪恶？这么普通的交通事故，他不想车被砸，也不想让任何人坐牢。尤旭一耸肩膀，居然笑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矮子问，要是赔多少钱？尤旭预估维修费3万1对尾灯，保险杠要全部换掉，车尾钣金2个面喷漆，我只在 4S 店维修8万左右，再加上我的手机8999。8万！矮子尖叫。剩下3个人也明显慌了，这个数字把他们吓着。4个人面如土色。谭梦溪乘机转身去车上拿手机，黄毛窜回来拦住他，不准！他要绕开黄毛。黄毛急得面红耳赤，用肩膀撞开了他。谭梦溪本来就腿软，直接摔在地上，脚下的洞洞鞋都飞了，头也磕在对方的车尾，好在没有锋利的东西，只是咚的一响，闷疼。眨眼功夫，尤旭上前揪住黄毛的衣领，几乎提起整个人，利索的一拳打下去。这人正巧撞他枪口上，力道不能小，打得黄毛歪在地上，发出惨烈的嚎叫，起身还击。痤疮和胖子也冲上来，3个人跟尤旭打成一团。到底是什么催生这场混乱？谭梦溪不知道，也顾不上思考。谁他妈敢打他？他要杀人似的爬起来冲进人群，揪住一个人的衣服，不管是谁，把人拉开。矮子也没闲着，拉住谭梦溪的胳膊，谭梦溪拉住胖子，胖子挨了尤旭一脚，坐在地上带倒谭梦溪和矮子，3个人摔在一起。黄毛几次挥拳，全部被尤旭拦下。痤疮跟尤旭的体格差不多，乘机从后面勒住尤旭的脖子。尤旭喘不来气，回身扇去一个巴掌。与响亮的巴掌一同响起的，还有谭梦溪惊恐的尖叫。谭梦溪活了33年，上次打架还是儿童时期，面对比自己年轻稚嫩的脸庞，下不去狠手。胖子和矮子见他不会打架，专注于压住他，把他压在地上。下过雨的地面又有6个人踩过，搅和成泥巴汤。1敌2，敌不过，他的下巴插进泥巴汤，差点吃一嘴泥。尤旭一面跟痤疮互殴，一面过来把灰头土脸的谭梦溪拉起来，护在怀里，脚上还踹出几脚。正打成一锅粥，汽车锁车的声音响起，互殴拉扯的5个人回过头。尤旭和谭梦溪对这个声音敏感，自己的车上锁。谭梦溪冲过去拉了拉车门，锁了。黄毛站在上山的坡上，站得高高的，抱起胳膊，那叫一个洋洋得意。谭梦溪和尤旭立刻明白了，他们的车钥匙放在手套箱上，谭梦溪的手机还在车里，他们的一切都在车里。现在黄毛手上有尤旭的手机和他们的车钥匙，黄毛掐住了他们的命脉。钥匙给我！尤旭活动了一下拳头，这辈子遵纪守法，看来今天要锤扁一个青少年。我藏起来了，有种你们过来搜我身！黄毛呸了他们一口，呸出一下巴的血。谭梦溪连忙拉住尤旭，别过去。矮子冲上去，吓得手足无措，啊，好多血！怎么办？黄毛自己也慌了，又哭又骂，一把眼泪一把血，擦的衣袖上全是口水和血的混合物。胖子对谭梦溪和尤旭叫唤，你们太欺负人了。尤旭挑起眉毛，谁先动手的？痤疮说，你们敲诈我们，这点漆要我们8万。
当我们没见过车。黄毛还在呜呜的哭。谭梦溪揉着闷痛的头，太吵了，感觉矮子听得懂人话。对矮子说，我们不追究了，把钥匙和手机还给我们。谁信你们，一放你们走，你们立马报警。胖子说。尤旭舔了下破皮的嘴角，对胖子竖大拇指，恭喜你长脑子了。谭梦溪对他咬牙切齿，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们？现在的情况还不够乱吗？比做梦还乱。我发疯了。尤旭的回答理直气壮。谭梦溪要气懵了。想要钥匙，你扇他一巴掌。痤疮要报一巴掌之仇。谭梦溪再次傻眼，痤疮要他扇尤旭一巴掌。他问，你放什么狗屁？叫他扇他一巴掌，他不是护着他吗？黄毛哭喊，叫尤旭扇谭梦溪一巴掌。对对，痤疮说。忽然间，谭梦溪觉得事情简单多了，扭头对尤旭说，打我。尤旭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表达。有人拿枪抵着他的头，要他殴打谭梦溪，他只会从容的说，开枪。没事，真的，想想我甩了你这件事。谭梦溪豁达的扬起脸，他那极强的自尊心在这种时候居然没有出来发作，像个赴死的勇士。尤旭面对一张凑上来找打的脸，肚子里骂了句傻瓜。不愿别人听见，沉声说，我们不让着对方，总要有一个人打破现状。你不说分手，我们只能继续忍受。你，谭梦溪皱起眉，这一路你没开窍。这时候开窍了。尤旭心说，我又不是傻子，在山顶，你把话说得很清楚。我听明白了。他无法轻易放过他们的感情，有着几乎病态的执着，也可以称之为爱的决心。似乎前方再多的荆棘坎坷，本能的愿意走一走。谭梦溪把脸收回去，嘴角抽搐。也是。尤旭看看这4个人和2辆车，叹了口气，我们走路下山吧。天快黑了，我们没水没吃的，要走多久？谭梦溪问。车不要了。痤疮对胖子说，等会儿我拿根布条塞他们油箱里，把他们的车点了。炸了。请点。尤旭冷笑，笑他们明显犯罪动作电影看多了。不点，你是一坨屎。谭梦溪大吼，你他妈敢点？逼急了，老子把你们一个个点了。别吵，他都要晕过去了。矮子也吼。黄毛已经坐在地上，半死不活似的对痤疮和胖子喊，你们把车里的零食拿上，过来帮忙，扶他过去躺下。3个人拖起黄毛往树林里走。谭梦溪和尤旭赶紧追上去，我们的车钥匙。矮子手忙脚乱擦掉黄毛的血，烦躁的回头，让我想想，你们能不能让我想想？谭梦溪和尤旭对视一眼，跟上这4人的脚步，重新往上走，走进陌生的树林。圆乎乎的石头浅滩上，一个布置好的营地出现在眼前。白色篷布，中间一堆篝火，边上几个超市袋子。透过袋子能看见不少零食，还有2箱易拉罐可乐。他们物资好丰富。谭梦溪偷偷说。尤旭对矮子喊，喂，拿2瓶可乐过来。3人喊，凭什么？尤旭说，凭你们不拿，我们会过来抢。3人放下还在喊疼的黄毛，矮子转身拿了2瓶可乐，不情愿的递给他们。谭梦溪莫名其妙的接下自己这瓶，擦，尤旭已经开了，仰头喝起来。谭梦溪捧着这罐可乐，扭头看尤旭的喉结滚动，也不由自主打开，喝了一口，真的莫名其妙。喝掉2罐可乐，尤旭和谭梦溪在营地旁边挑了2块合适的石头，双双坐下。谭梦溪的头上顶个大包，鞋丢了一只，肩膀不知道叫谁捶过，酸痛的抬不起来。尤旭比他惨烈，嘴角破裂，眉尾一块淤青，肿得老高。
脖子上还挂了几条破口。黄毛躺下来后更是哼个不停，一会儿说自己要死了，一会儿说自己意识不清，期间还反复威胁尤旭和谭梦溪，死也别想拿到车钥匙。胖子和痤疮点燃篝火，招呼矮子吃吃喝喝。矮子一脸愁容，对着火光发呆。6个人均在泥泞的地上打过滚，没一个看起来像话。黄毛还在嚎，我呼吸不了，这幽幽怨怨的哀嚎时长时短。谭梦溪听得烦躁，歇了没5分钟，一鼓作气冲到黄毛面前。你怎么了？这人有个3长2短，他不能袖手旁观。高矮胖吓得冲过来拉住他，尤旭也拉住他。我不打人。他推开尤旭，又指着黄毛，给我看看。3个人不太信他。黄毛瓮声瓮气开口，你谁呀你？流浪汉。谭梦溪真是累了，住桥下捡垃圾吃，偶尔给人看病。尤旭听明白了，松开拉住他的手。黄毛也听明白了，叫3个护卫闪开。你有办法？谭梦溪说有，赶紧他妈的上医院。4张脸全无语了，但没人再拦着。谭梦溪叫矮子打手电筒，把黄毛的脸检查一遍，没多大事，嘴唇内侧和牙龈破了2个口子，人中合上唇充血，肿成雷阵子，有点阻碍鼻孔进出气。他对另外3个人说，我们车里有药箱，有生理盐水，止血的喷剂，我没记错的话，还有1张退热贴，可以给他冰敷消肿。尤旭对黄毛说，把车钥匙给我们，救你自己。3个人刚要起身，不行，别让他们得逞。黄毛愤恨地说，万一我等会儿出事，他们要坐牢的。3个人又坐下，局面再次僵持。谭梦溪和尤旭回到自己的位子，几次接触下来，他们看出来了，黄毛是这4个人的老大。矮子里拔高个儿，黄毛比另外3个报复心强，心思多，反应快。4人年纪太轻，缺少社会见识，撞车都想耍赖。尤旭下手又有点毒，见了血，全部吓得屁滚尿流。谭梦溪不安地看向四周，地势倒是开阔，悄声问尤旭怎么办。尤旭望向这4个人，黝黑的眸子里火光闪烁。我一个打倒他们3个，你去挟持黄毛。法治社会，你搞什么？谭梦溪嘶了一声，说话扯到头上的肿包，黄毛的血不停，完全沟通不了。车估计是那个戴眼镜的矮子租的，看他表情，他在想怎么办。高个子和胖子没什么地位的样子，矮子看起来就怕事儿，解决不了问题。尤旭说。谭梦溪抓了抓头发，静下几分钟，声线略微发抖，他们会拿我们怎么办？尤旭拢住他的肩头，擦掉他领口的泥渍，你怎么想？拿到车钥匙还是走路下山，我都可以。我想拿车钥匙，又控制不住往最坏了想，他们身上会不会有枪？尤旭啧舌，这里不是边境。谁知道谭梦溪对他使眼色，缩起肩膀。忘了我们看过的那些电影吗？那些国外青少年恐怖电影，一对情侣跑进森林露营，碰上看起来无害的青少年，实则撒旦来了，也得喊这些青少年一声大哥。矮子不知道怎么办，黄毛吓得尿裤子，高个子和胖子没想法，估计饿了。尤旭一个个观察完，他们把自己架起来了，在尤旭怀里听他平淡的语气引起胸腔细微的震动。谭梦溪冷静了一些，先解决一个首要问题。尤旭问哪个？自己的问题，我们也受伤了。谭梦溪说完，扭头对黄毛喊，你去我们车里拿药箱过来。我们不拿钥匙。黄毛还在吐血，眼泪汪汪的看向他们，目光简直充满仇恨。你不想等会儿更不能呼吸，整个脸肿成猪头。再失血休克，你别听我的。谭梦溪夸张的叹息，唉，可怜。黄毛的神情明显怕了。别烧车，
别砸车，一切好说。谭梦溪继续开导，你出什么事，我一定救你。黄毛招手，4个人聚在一起商量。2分钟的事，矮子和痤疮起身离开。谭梦溪和尤旭不约而同松了口气。20分钟后，行李箱的轮子在凹凸不平的地面滚动。2人闻声同时回过头。痤疮扛了一个行李箱，手里拖了一个，矮子抱着医药箱，把他们车内的箱子全部拿了过来。抢劫犯。尤旭深吸一口气，对谭梦溪说，你看，我之前说过的，天生单纯的恶意。谭梦溪拍拍他的手，无所谓了。矮子和痤疮打开所有箱子，拿什么？谭梦溪指向医药箱，这个小的。矮子远远递过来，谭梦溪拆开几支生理盐水，还有止血喷剂和退热贴，全部扔过去，洗伤口。洗完喷上，把这个贴他嘴上，压住。黄毛躺了回去，哼哼声明显变低，确定自己不会死了。谁能想到，他们2个没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人，没有在山里迷路，没有误食毒蘑菇，也没有碰上野兽，药箱能用的见底。第一次受伤是谭梦溪自作自受跳车，第2次是尤旭跟一群青少年互殴。谭梦溪拿出碘伏和液体创可贴，一边给尤旭清创，一边往他的伤口吹气。我们的受伤原因太离奇了。尤旭的嘴角抽搐，伤口还是有点疼的。我们这一路真是尊老爱幼。谭梦溪绷不住发笑，不该笑的，问题就是很想笑。咬了咬下唇，再也碰不到比现在更荒诞的事。尤旭垂下眼睛，我是不是太狂躁，不该打那个黄毛？黄毛先对我动手，太欠揍了，打得好。真的？骗你干什么？我一拳打不出这效果，挺有魅力的。我还有什么有魅力的时候？太多了，数不过来。谭梦溪一下子想不全，也评不出哪样最有魅力。挑了件最近的，跟力气有关的，8月份生病的男孩子。要不是你，我和小琼搞不定。今年8月，诊所来了一对母子，儿子16岁，是脑瘫患者。母亲简短的提了要求，儿子看不见，然后坐到沙发里等待。助理领着男孩进检查室，10几分钟后向谭梦溪求助，谭哥。他没法把脸放上去，谭梦溪过去一看，不止不能把脸放在仪器面前，他控制不了自己，甚至需要自己掰起眼皮才能看向前方。于是检查变得异常艰难。谭梦溪坐下，跟男孩聊了聊。男孩行动不便，连续不受控的碰倒周围的东西，口齿不清，每个字中间要喘很多口气，但他的思维清晰，能准确表达出自己的视觉状况，并说上副眼镜没弄好，戴上也看不清，希望能做一次精准检查。说完这些，他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笔，还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谭梦溪听见这句礼貌的不好意思，再看男孩，看见一个善良聪明的灵魂被迫困在生病的躯体里。他沉着脸思索几分钟，把男孩母亲叫进来，询问可不可以摁住男孩的头。母亲笑得勉强答应下来，摁了不过2分钟，把谭梦溪叫到一边，说不用那么仔细，像上一家店那样随便试试，稍微看清就行。站在诊室门口，谭梦溪的目光掠过母亲，看向诊室内不断抽搐的背影，拧起的五指和歪斜的脖子，能理解这位疲惫的母亲。他的体力不足以控制这么大孩子，也许在别处遭受过难堪，不愿再试。他难受的深深呼吸，当下做了个决定，满足男孩的要求，给他好好检查一次，绝不敷衍了事。他对男孩母亲说，我会帮他检查，时间长一点，可以吗？母亲诧异的点头，可以。他打电话给尤旭，挂了电话，又对男孩说，我们会帮你，好吗？男孩频繁的眨着眼睛，额上全是说话时憋出的汗。好。5分钟后，尤旭从仓库到了诊所，来得及，脸上
还带着工作需要的护目镜和口罩，裤子和袖子上全是雪白的粉尘。谭梦溪见到尤旭，差点流眼泪，大约因为救星到了，或心里难受，见到最亲近的人，变孩子似的要发泄情绪。接下来检查事项受刑事，尤旭力气大，负责固定住男孩的头和脖子，谭梦溪掰起男孩的眼皮。两个人把男孩子压在一台又一台仪器前，助理战战兢兢的操作仪器。因为知道男孩控制不住自己，他们用了很大力气。期间两个人对视，在对方眼里看见浓浓的痛苦和无奈。一趟检查下来，4个人满头大汗。尤旭拿了数据单，主动让谭梦溪给这对母子打5折。马不停蹄回了仓库。1个小时后，谭梦溪把眼镜戴在男孩头上。男孩看了看诊所外面，谢谢。男孩的母亲说，你们人太好了。这件事过去几个月，谭梦溪偶尔想起，跟想起那些不听劝的患者一样，心里堵得慌。此刻谭梦溪不去带入他人，体会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无助，把目光投向自己，学会了视角转变，没觉得心里堵。他用肩膀撞一下尤旭，微微笑着，你不知道，你一进门，你回头说给他们打5折，在我眼里，你的魅力值爆表。一件平常的事，尤旭没放心上过，叫他夸得耳朵通红，几乎受宠若惊，低下头也笑，我担心你会怪我，害我们到这个地步。哦，谭梦溪饶有兴趣的看向他，你想起你上次打架？尤旭的软肋，谭梦溪全部知道，比他还记得清楚。他上次打架在中学时期，被同校的学生霸凌，他没惹谁，放学骑车回家，被几个学生堵在路上，他跟他们打了一架，蹬着自行车跑了。谈恋爱的时候，尤旭要面子，没说过这件事，也没有告诉过别人。同居后，他们看见新闻里被霸凌的小孩，偶然聊起来。谭梦溪听完，揉了揉他的脸，说他是个大可怜，问他爸妈有没有替他出面。没有，他们骂了他一顿，怪他不该跟人打架，罚他1个礼拜走路上学。同样荒诞的情况上演，祸从天上来，要是不出来这趟，怕是一辈子也碰不上。谭梦溪没有怪他，更不会罚他，还夸了他。他接过谭梦溪手里的消毒湿巾，眼眶有些热，换我来。这才是他们人生中最窝囊的一夜。2个人坐在地上，轮番给对方检查清理伤口。人生真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谭梦溪没什么明显的伤，尤旭还是把他的脸和手仔细擦了一遍，扒开他的头发，看看头上的肿包严不严重。肿包有点轻，没破皮。他放下担忧的心，理顺谭梦溪的头发，没什么问题。好歹跳过车的人，平地摔一跤，小事。谭梦溪故作风轻云淡，精神和身体疲惫不堪，半躺在地上，支着头。说起来，我跳车摔下去的时候，大脑有一瞬间空白了。痛觉出现时，我在想，我很走运。尤旭不能理解，走运？我长这么大，没中过奖，没捡过钱，没什么好运降临在我身上。谭梦溪在运气方面实在平庸，他吃过的苦记得清清楚楚，赚的每一分钱，享受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脚踏实地挣来的。那根钩正好那一段堵满东西，我摔下去才没什么事。这不是走运是什么？你走运了，我吓得跟傻逼一样，飞进沟里捞你。谭梦溪别开脸，却发出一连串压抑的笑声。尤旭探出上半身去看他笑盈盈的样子，你现在运气这么好，回去记得买张彩票。现在又碰上这种破事，谭梦溪点头，嗓音很懒。尤旭，幸亏你在，那我回去买张彩票，如果中了，跟你1人1半。好。高矮胖瘦那边，矮子照顾黄毛，胖子跟痤疮一起翻动谭梦溪和尤旭的行李，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看，
又扔回去。没有值钱的东西，这两人也不打算抢劫，执着找出谭梦溪和尤旭的不痛快，当着他们的面故意把行李弄得一团糟。谭梦溪抱起胳膊，目光发直。你在想什么？尤旭问。想抽烟。我也想。我还想给他们装4个开碱器，抓把石灰混1瓶辣椒水，洒进他们的眼睛，再拿走我们的车钥匙，最后报警。尤旭点评：专业、歹毒。谭梦溪又笑，好像尤旭随便发出一个音节，他都能笑出来。这是什么？胖子举起一个漆黑的玻璃瓶。谭梦溪皱起眉头，直直望着他。香水，他的生日礼物。尤旭差点应激，咬咬牙，沉下嗓子，威胁意味十足：你他妈给我放下！胖子和痤疮对视，终于找到他们的不痛快。搞基的人才用这东西。半天没吭声的黄毛接话。尤旭说：你们千万别用，用了也搞基。胖子和痤疮像见了鬼，你丢给我，我丢给你，没接住。瓶身往地上一甩，香水砸在离他们半米远的地方，砰的巨响，玻璃瓶4分5裂。谭梦溪吓得闭上眼睛，尤旭下意识挡住他。正好冰凉的夜风袭来，卷起飞起的香水，毛毛雨似的飘到身上。这一刻，他才仔细闻到这瓶香水的气味。对比生日那天的漫不经心的迎接，此刻的香味霸道又铺天盖地。刺鼻的酒精打头阵混合尤旭的体温，炸弹一样在鼻腔炸开，疯了似的扩散，跟尤旭带给他的感官刺激一样，直达天灵盖，几乎逼出他的眼泪。谭梦溪抬手在面前挥了挥，让香味散去一些。冷冽的金属感和雪松的酸香先后弥漫，中调有熟悉的烟草和深沉的木质，渐暖渐浓，其中夹杂淡淡的柠檬和阳光，像披上尤旭穿过的羊绒线衫，低头去嗅，能嗅到爱人在领口残留的体味，能看见他们以丝丝缕缕的形态在眼前升腾。谭梦溪缓缓睁开眼睛，眸子亮晶晶的，溢出来的真心实意。尤旭，谢谢你的礼物。尤旭紧张的面孔呆住。你说过谢谢。我再严肃的说一遍，我很喜欢，太适合我了。喜欢就好。不对，用喜欢太肤浅了。谭梦溪继续夸，我爱他，决定这辈子只用这一支。尤旭的五官和心情一起舒展，情不自禁的微笑，好像也回到谭梦溪生日那天。他满心期待的追问谭梦溪喜不喜欢，没得到想要的真实回答，怨气比鬼还重。他得到了，他来得晚，他不在意错了的时间和地点，依旧能感到美好和满足。尤旭换了坐姿，背对那4个人，盯住谭梦溪的嘴唇。快奖励我！谭梦溪欠身圈住他的脖子，亲了上去。鼻青脸肿不影响他们偷偷接吻，坦然面对各种未知的恐惧，要更强烈的示爱。夜在不知不觉间深了，银河再次出现在头顶。尤旭和谭梦溪干脆半躺在石头上，仰头再次欣赏银河，看漫天星光在对方的眼里闪烁，诡异的尝到甜美和浪漫。他们把车钥匙和这4个人忘在一边，不急不躁，仿佛和这4个人一起露营。1个小时后，黄毛从半死不活的状态里活过来，坐到篝火旁边，开始跟矮子商量对策。你有多少钱？黄毛问矮子。矮子说快2000。胖子和痤疮也差不多。4个人凑不出5位数。谭梦溪听见他们的对话，低声说他们在商量了，凑不出赔车的钱。尤旭玩着他的手指，除非卖肾。4个人发现凑不齐钱，顺理成章的开始互相指责。4张嘴噼里啪啦说话，把人物关系和事发缘由说了出来。胖子、痤疮、矮子3人是同学，黄毛是矮子邻居。车果然是矮子租的，但没花钱。矮子的舅舅开车行，
矮子仗着脸熟，带黄毛去跟车行的修车工打了招呼，把车开走了。没经过舅舅同意，不是第一次干这事。矮子的爸爸脾气大，妈妈和舅舅感情深，要是这事捅出去，男女混合双打，活活打死不可。黄毛开的车，因为4个人里只有黄毛会开车，驾照没拿多久，技术巨烂。他俩又开始指责痤疮，都怪痤疮心情不好，说要来基地放松，他们才会来。胖子全程在吃东西，这边骂2句，那边骂2句，看着像混吃混喝。原来这里还是他们的秘密基地，四周漆黑，动不动有枯草响动，头顶除了树叶，身边一点遮挡物都没有。谭梦溪咽了口唾沫，他们在这里过夜，安全吗？我问问。尤旭对4人清清嗓子，你们带防身家伙了吗？万一有老虎豺狼什么的。黄毛熊啾啾站起来，别吵。尤旭刮他一眼，仿佛又要往他脸上冲拳。黄毛有点发怵，又坐下，嘴里小声骂着。尤旭给他竖了个中指，不再搭理，搂住谭梦溪。有野兽的话，我过去当诱饵，你先跑。谭梦溪轻轻的笑，感人。尤旭问，要是我死了，你怎么过？我会给你办一个华丽的葬礼。谭梦溪在他怀里笑得发抖，穿上最贵的全黑西装，红着眼睛站在人群里，不肯落泪，像个矜持又隐忍的贵妇。尤旭的想法还是现实，我们的钱都会归你一个人。对哦，我们的财产，买2个人的养老保险很难，一个人倒是快够了。我会买的，等到了年纪，我就退休住进去，再也不要看人脸色遭人白眼。尤旭掐他的腰，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磨牙，你怎么这么无情？无情吗？你连哭也不哭一声？我不要面子的。那等你寂寞了，是不是还要拿着我们的共同存款去找别人？尤旭故意刻薄，故意冷笑。不会。谭梦溪望着星空，双臂枕着头。你让我明白男人的可恶。我对男人丧失了兴趣。我会叫人雕刻一个你的形状，晚上边哭边用。尤旭怔住，我可千万不能死。我还无情吗？无情，但迷人。他们不想别人听见私房话，用气音胡言乱语和开黄腔。无奈大笑的声音压不住，几乎盖住那边4个发愁的人。篝火边的说话声一下子大了。看来4人暂时想不到办法赔偿他们的车，开始破罐破摔，喝酒聊天。这个状态，谭梦溪和尤旭再熟悉不过。他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吵开了架，该干什么干什么。谭梦溪和尤旭竖起耳朵，矮子说自己不想挨打，也没钱赔。黄毛开始吹牛，自己认识好多富二代和混混，赔个屁。胖子说明明在超市买了鸡腿，谁偷吃了？痤疮说起自己的网恋女友，3个人跟着说起自己喜欢的女生。他们的话题十分接地气，接到原始人类，离了生理冲动。大脑的皱褶自动展平，放不出几个有内容的屁。谭梦溪和尤旭听得发笑，人活着就是吃喝拉撒睡。4个年轻男孩子坐一起，能聊什么话题？又不是希腊3贤。痤疮喝着啤酒，还在说自己的网恋对象，我能怎么办？胖子说想想办法。痤疮又说，我家里不同意我走太远，我想等说通了我爸，换到跟他一个城市的学校，再去跟他说，这样我们可以在一起了。听到这里，尤旭对谭梦溪说，这小子想得很美，十全十美。说通他爸是哪年哪月？要是他没说通，他是不是还得等他？谭梦溪点头，他要他爸妈赶紧跟人家分了，要他滚去找他。讨论只限于他们的悄悄话，他们没有随地指导别人的爱好。再者，对方也不值得他们上前聊上一聊。他们经历过社会的洗礼，论发疯，在这伙猫嫌狗气的纯粹男孩面前，
逊色不少，称得上景区优质游客。双方的认知中间隔了一道海峡，开枪只有挖苦、嘲讽、咒骂。4个人在那边说来说去，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选择题，横竖不能满意。痤疮沮丧的回击另外3个人，他们又没有错，凭什么要抛弃一个？尤旭听不下去了，朝他们阴沉沉的开口：没错，你把自己撕开，送他们1人1半。4人没想到他们会听，他们神经病啊！胖子惊呼。黄毛喝一口啤酒，故作成熟的口吻：早听说基佬很刻薄。谭梦溪冷笑，好不容易止住血，你还喝酒？想死就喝吧。黄毛把啤酒吐了出来。矮子接话，明明是他们太老了，以为自己很懂的样子。谭梦溪不高兴了，你们是未成年。矮子说，我17，他17，他17，他19。尤旭和谭梦溪大这些人快一轮，眼前一黑，未成年偷开家里的车。他们在10秒钟转变想法，理论那是不可能的，走正常程序也是登天的难度。谭梦溪低声说，现在的小孩怎么这么成熟？尤旭说，麻烦了，这车索赔起来麻烦了。痤疮的心情还没好，站起来往边上走，到那边说去。他们还插嘴，烦死了。篝火边安静下来，尤旭也沉默了几分钟。搞笑，他居然通过骂人看透了一些事。大家总会不受控的追求完美，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自己曾经也想得很美，对美好的未来的追求迫切。痛苦在他的内心扎根发芽，影响到了住在他心里的另一个人。他摸了摸谭梦溪的手，冰块似的拉谭梦溪去烤火。在火边舒服的发了会儿呆，一个问题在尤旭心里油然而生。这个问题的类型是他曾经的禁忌，过去的谭梦溪要是提，他非给谭梦溪判一个试图抛弃罪。他捡起一边的棍子，拨动火苗。你在山顶的时候想过一个人过？谭梦溪回答，想过。什么样子？普通人什么样子，我什么样子，有空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我以为你会去开民宿，或者到一个岛上生活，最少也该不踏进这行，不跟人合伙创业，那种生活成本太高，太艺术了。向往吗？向往，但不够好。哪里不好？像你说的，爱一个人必须抛弃点什么。如果我要想象你的生活，我必须否认爱，抛弃爱，当一个冷血无情的人。谭梦溪伸出双手，侧脸在火光下明暗分明，下颚线比平时更锋利。我想起湖边那个女生，她果断失恋，失恋后发泄，能立刻走出去。我佩服他们这样的人，敢爱，敢结束。爱在我身上很罕见，对我来说很难得，很珍贵。尤旭说，爱很珍贵，这是事实。谭梦溪说，所以我发现没有正确的选择。接受现实。尤旭好像也学会了接受现实，怎么学会的？谭梦溪用行动告诉他的。情感是不可预测和掌控的。他害怕不能跟谭梦溪幸福一生，做了很多让谭梦溪受不了的行为。谭梦溪受不了想走，他更害怕向对方施加更多压力，走入了死循环。循环在山顶断了。尤旭竟然有些庆幸他断了，伤痛停在断的那一刻，没有剧增，多么神奇的一件事。不受约束的谭梦溪脱离这场关于爱的审判，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不近人情，反而身上那股子任性四处乱闯的洒脱感不停的松弛的发酵，更令他熟悉和着迷。幻想又不会少块肉，他爱的人特质之一正是天真烂漫。他无需再给谭梦溪判什么罪名，沉重的害怕失去的心理负担也跟着变轻了。他继续问，什么是你眼里的完美生活？谭梦溪放开了想，你跟我说，谭梦溪，我们中彩票了，不干了，开车去南极。我跟你说，好，出发。尤旭心口一震，几次压下嘴角，
内心的喜悦难以掩盖。南极太冷，去澳大利亚吧。好。再从澳大利亚开去撒哈拉沙漠。好。尤旭想了想，把奖金花光以后，我们一起回去，咬牙再苦10年，再出发。谭梦溪对他皱眉，好。说不出什么滋味，尤旭不要这个答案，又仿佛得到想要的答案。为什么答应？我开玩笑的。你说了10年，明确的日期，12年我都过了，还怕10年？谭梦溪苦笑，这些话没有说，会后悔一辈子。尤旭，我不会再向你隐瞒任何感受，我向往我想象中的自由，自由的身边有你更好。我也接受真实的生活，我知道自己什么样子，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又不是小孩，不会去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中彩票这种白日梦，开玩笑说说就够了。不工作不现实，也没有工作完美符合朝9晚5，压力小，乐趣多。这个世界需要科学家和宇航员，3甲医院里的主任，职业赛车手，单位里的公务员，也需要不用微波炉做菜的小饭店，味道就是比外卖好。小夫妻的牙医诊所，收费比连锁的实惠。没有宠物美容师，可爱的小猫小狗该怎么办？还需要骑行进藏的老师，为每辆车投入热爱的销售，轻易崩溃的心理咨询。任何职业不分大小，胜任起来都不轻松。进山的村口小卖部，世界需要他和他的老板，否则进山的人吃不上热乎的茶叶蛋。同时，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小小的医生，没有什么卓越的学术光环，做些傻瓜行为，靠1年又1年的认真和耐心，成为老顾客们的指定医生。也需要一个小小的商人，白手起家，吃苦耐劳。岁月打磨掉了轻狂和浮躁，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底线。在臭名昭著的暴利行业，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如果认为自己优秀，世界需要优秀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平凡，那么世界需要平凡的人。大海需要鱼群，鱼群由小小的鱼构成。一条小鱼对大海来说也许不重要，对小鱼自己来说非常重要。每个选择都很重要。谭梦溪感觉过去的自己没哪不好，造就了今天的他。他对尤旭说，从头再来，我还是会跟你合伙开诊所。不管怎么说，谈恋爱很爽，经济独立的感觉也太他妈爽了。不用活成富豪，够他大骂和撒欢，痛快的逃离这些天，已经知足快乐。尤旭沉思几分钟，从头再来，我还是会跟你出来。谭梦溪瞪大眼睛，有些意外。往好处想，我们终于出来旅游了。也许我该谢谢你陪我出来，其实我一点也不感谢。在我心里，这是你该做的。尤旭下意识抓住时机，我还该做什么？谭梦溪不好意思的笑，把心里的事一件件往外拎，慢慢说，生怕遗漏什么。尤旭该做的事不止这一件，要陪他完成他的人生清单。尤旭也要列一个人生清单，他会无条件陪同完成，每天聊天聊地，表达不完的爱意，睡进对方的眼睛，再从对方的眼睛里醒来。他爱分享他的梦，尤旭要听，也要分享自己的梦。收工后，他们会一脚踢开扰乱心情的小事，一起四处游荡，寻找浪漫。他们要真正意义上的肩并肩，尤旭不能跑在他的前面，也不能走在他的后面。谭梦溪觉得自己像个被惯坏的小孩，要怪就怪他得到过，跟他们以前那样。眼前浮现他们经历的、得到的，还有这些也许得不到的，曾经不在意的。尤旭的心里泛酸，谭梦溪，我真的太要强了。是吗？谭梦溪把字咬得特别重，非常要强。尤旭塌下肩膀，回想自己狰狞的面目，为什么非要强调自己的付出比谭梦溪多？一个诊所没有医生，不叫诊所。他们合伙创业，没有因为钱撕破脸，却还是撕破了脸。他要的不是钱，他在感情中如狼似虎的
争夺权力与地位，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占有与被占有。他要永远保持高位，不去争夺高位，关系一下子清晰明了。他对自己深入骨髓的胜负欲感到震惊和不耻。我们互相成就，没有你，没有我。谭梦溪喜欢他这话，我们分财产的话一定要公平公正，不然我跟你打官司。你之前还说自愿放弃，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没问题，床垫、电视机、遥控器我都会劈成2半，绝对公平。谭梦溪笑得整个人乱摇。尤旭脑子一抽，你打我一拳，你的脸已经花了，我再打要破相的。谭梦溪爽快地承担一半责任，什么锅配什么盖。过去的我允许了你对我进行精神虐待，要是我不同意，你跟猴子玩去吧。他现在说话一句比一句直白，事实没什么可争辩。关于爱，千万种形态，让人搞不明白。尤旭听了，对谭梦溪傻笑，我也爱你。谭梦溪偏头看向他，睫毛在火光下颤抖，眼里一片饱含暖意的温柔地。不知道是在现实的共同敌人面前，他们总能瞬间变回天生的搭档，还是他们在感情的绝境里凭着本能前进。好像找回聊天的方法，吵不起来了。谭梦溪看了眼腕表，快凌晨1点。4个青少年回到篝火边，把他们赶回原来的石头上。夜越深，山里越阴凉，不止空气冷，地面也仿佛要打霜。地上的水汽往上升，把他们的裤子浸湿，坐不安稳。要熬到什么时候？谭梦溪搓了搓胳膊，肚子不合时宜的叫了几声。尤旭也饿了。在城市发生交通事故，同样要协商很久，但没碰过这么刁钻惨烈的境地。协商到2个人饥寒交迫。谭梦溪翻动药箱，找出维生素片，扔了2颗在嘴里，咔嚓咔嚓嚼起来，问尤旭要不要。尤旭的脸一黑，起来走向4个人。4个人吓得差点抱一起，又摆出防御的招式。尤旭提起他们的袋子，冷声问：你们是猪吗？全吃完了，剩下1包瓜子，真他妈烦，快想。尤旭对矮子说：拿走这包瓜子。4个人继续低声说话。2个人惨兮兮的嗑起瓜子。谭梦溪吐掉一片瓜子皮，我被打脸了。尤旭认真的问：谁打的？被自己。谭梦溪说：坐在诊室里忍受白眼，点个外卖。累了可以放下椅子躺一会儿，比现在坐在地上舒服多了。还有钱拿。被自己和现实狠狠的打脸。网上说去大山生活一段时间，走出舒适圈，会找到救赎，回归到淳朴的人生态度。抛下一切本来就代表离开舒适圈，他们未免离得有点远，简直不像在人类社会。他低头看自己身上乳白色套头毛衣和白色灯芯绒宽松长裤，穿一身白，在泥里滚过10圈，这不叫淳朴，这叫乞丐。他是虚假的文艺青年，自我救赎之路还没走到雪山之巅，现在只想飞回舒适圈，永远不出来。有张平整的床，而不是各背的石头。床上有床垫、磨毛4件套，蓬松的鹅绒被和枕头，放松的躺进去，把被子盖到肩膀，再吹吹空调，换条干净的居家裤，并找回自己遗失的洞洞鞋。谭梦溪骂了句脏话，我的腿在抽筋，屁股这块裤子全湿了。尤旭替他揉起膝盖，忍着点。谭梦溪哎呦叫了几声，愁得欲哭无泪，鼓震那些没吃的烧烤。我不该嫌弃他们。他不后悔自己的善行和恶行，后悔以前没多吃点好的。以前吃饭不香，因为饿的时候总在忙，把不值钱的饥饿丢在一边，随便喝点东西垫垫，再去吃时又满脑子思考，甚至边工作边吃，吃什么都一个味道。他没有真诚的一口一口的品尝食物，用各种理由搪塞最基本的身体反应。怪不得没有食欲，还得了胃病。一旦承认过后悔，过了这个坎儿，
仿佛没了顾忌。后悔完了，更知道珍惜。他单纯的饥饿着，回味过去吃腻了的便饭，好像从没吃过。口水疯狂分泌，他用发誓的口吻，要是现在我能吃100串，再把盘子舔干净，等下山了，我给你点200串。尤旭说，还要喝奶茶？好的，不另外加糖。还有呢？尤旭自然的接道，只要珍珠，茶要绿茶或者乌龙茶，放植物奶。谭梦溪说，我也给你点单，3分糖，只要椰果。超多奶盖，把你们店里的奶盖全部给我倒杯子里。两人相视而笑。他们还剩什么？什么也不剩。他们之间没有秘密，互相哄起来多么简单，这份简单又来得多么不容易，花了大代价来磨合。话匣子一开，现代化生活的好处一件件蹦出来，应验那句老话，越是得不到越美好。除了吃喝玩乐，谭梦溪还想起他们嫌弃透了的老小区，天天在那儿为了鸡毛蒜皮吵架。那些老人性格泼辣，但本性不坏。结合现况，尤旭表现得非常大度。头上有人扔垃圾，小事，没人往我们车上丢石头、炸油箱，也没人跟我们打起来。忽视难闻的楼道和拥挤的停车场，花圃里的桂花肯定开过。有次停车位备战，我停隔壁小区去了。谭梦溪不甘心地说，隔壁小区有一棵很大的金桂，比我们小区的都香，我在树下闻了好久，今年没闻着。可惜尤旭没发现过，是吗？谭梦溪想了想，那天他回去打算告诉尤旭，尤旭得知车停到1公里外，立刻火冒三丈，去楼下看哪个王八蛋占了车位。他面不改色地说，忘了跟你说。尤旭有些惋惜，跟着他的思路，同样立刻找出一份不甘心。卧室里的大尺寸电视机，买的时候他们站在超市的电视机区域，周围布满屏幕，从对方眼里看见不断绽放旋转的花朵，反复落下的水滴挑得晕头转向，真正的眼花缭乱。结账的那一刻，他们肉疼，又对美好的生活充满希望，畅想往后他们会并排躺在床上，透过这口薄薄的窗，欣赏美丽绚烂的世界。1年才看几次？尤旭对他们的行为发笑，回家就倒头大睡，电视机天天黑着。早知道买个模型。再顺着电视聊起他们的房子，谭梦溪说，我们都没空看书，买带书房的房子又怎么样？把不必要的东西扔了，哪会不够用？不过我们要是分手，我走之后，你一个人够住，还能回你爸妈家。尤旭已经不为他说这种话应激，把真实的想法道出来。之前一直怕你嫌弃房子老和小，单方面害怕，我也单方面表示难以理解。谭梦溪的笑意渐浅，有些沮丧和懊恼。我们好像只看得见不好，没仔细去看过好的事，哪怕是我看你，你看我，我害怕向你坦白，觉得你会变得很可怕。现在我看见了你，你一点也不可怕。那些恐惧源自他的臆想，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自己把自己吓得瑟瑟发抖，精神衰弱。尤旭皱起眉头，也对自己这种想法感到懊恼。他观察起谭梦溪，谭梦溪坐在脏兮兮的地上，拉起自己的毛衣下摆，随意扯长，把膝盖包了进去，瞧着像朵沾满泥巴的白蘑菇，白蘑菇还在咔嚓咔嚓嗑瓜子。可怜的纯羊毛衫，他买的，谭梦溪不知道价格。车里搞完，他亲手把毛衣套进谭梦溪的脖子。他意识到贪婪现实的想法由自己内心滋生，投射在谭梦溪身上，同样把这些想法套上谭梦溪的脖子。他对自己要求高的同时，也对谭梦溪的要求很高。他认为谭梦溪值得拥有优越的物质条件，需要精细周全的照顾，为此奋斗，奉为真理。
谭梦溪顺他心意照单全收，不代表谭梦溪是个娇惯的人。离开他搭建的温室会活不成。他对自己不诚实，他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大和无私，任由恐惧和胜负欲把自己吞噬。他在给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我多大方，在全身心投入到自我感动。我对谭梦溪太好了。谭梦溪一拒绝他，他立刻跳脚。到底是谭梦溪不知好歹，还是他不能再从谭梦溪身上获得这份自我感动？相爱不是一个人的事，没谁拿刀架着谁的脖子。看看我为你做了什么的想法，谭梦溪放下了，他也该放下了。有时候他们将对方理想化，要求对方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现在他们打破了滤镜，永远拾不起来，也不打算拾起来。谭梦溪始终在强调自己胆怯、失败、懒惰，他根本不这么认为，因为他同样脆弱、自私、蛮横。谭梦溪看得明白，却没减少对他的爱。有时候他们在看向对方时，照起镜子，企图照出完美的自己。多一点热情，多一点甜蜜，不要有错处，不要有愧疚，极力避免对方遭受痛苦，希望对方爱自己爱到死。他们惶恐的多疑的度日，走入忘记自己是谁的深渊。照镜子时，是否真正的端详过自己？为什么要当对方眼里的完美爱人？世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人永远独一无二，包括自己。他们不是在给，是在参与对方的人生，有爱，还有不分对错的大小事。有人付出，要有人接受，有人讲冷笑话，有人得低笑点，有人倾诉抱怨，要有人回应和包容。两个不同的人自然会形成争吵，把对方和自己当两个独立完整的圈，而不是半个，缺谁不可。二人之间可容忍的差别显形，可退让的余地也就跟着出现了。尤旭握住谭梦溪的手，我也看见了你，我这人没安全感，多虑又自以为是，你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谭梦溪点头，当然，我还太急了，再急再紧迫，一天还是24小时。说真心话，我不喜欢还贷款，养老金也可以慢慢来。谭梦溪呆呆地望着他，你喜欢猫，为什么不养？太忙了，怕没时间照顾，再是会打扰你休息。你经常倒时差，睡眠又浅，罪魁祸首又是自己。尤旭难堪的放低声音，握住谭梦溪的手更用力。我也喜欢猫，我可以照顾好它。谭梦溪依旧呆呆的。他继续说，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固定诊所每日接待数量，每周休一天，到点就关门，不接超出工作时间的预约。有人同理心没地方释放，就去搞义诊，像那些给老人免费套餐的饭店，每年拿出1个月给老人小孩免费检查，顺便宣传了诊所，省得那些平台两头吃了还嫌不够。那样我再也不用通宵赶工，跟你的工作时间同步，该干活干活，该回家窝着就窝着。谭梦溪缓慢地眨了下眼。尤旭说，你养猫吧。谭梦溪说，我会养的。现在身处麻烦，他却有种奇怪的美好的感受。一直所渴求的东西，无意义又自由的时刻，离自己那么近。没有得到正面回答，尤旭也不气恼。谭梦溪，你没找到没人的地方？谭梦溪反应过来，笑了，好像是。不仅没找到，周围的人还越来越多。尤旭啧了一声，假装无可奈何的样子，因为你身边一直有我。谭梦溪一眼看穿，不跟他装，我也希望有你。过去的生活没变，面前的人也没变，只是他们的目光已然不同。回首往事，他们发现那些时刻可以美丽而珍贵，过得好浪费。谭梦溪毫无愧疚的感叹，我把一切搞砸了。尤旭也感叹，我也一样。呼的一下，营地里一丛灌木烧了起来。30秒不到，夜风把火苗卷起，火势迅速蔓延到白色篷布下。
烧掉地上的零食袋子，发出塑料燃烧的黑烟和臭味。谁叫了一声，围在篝火边的4个人连忙散开。谭梦溪和尤旭吃惊的嗑不下瓜子。有人比他们搞得更杂，着火了。不知道4人中的谁踢到篝火，带出起火的木头，秘密基地着火了。火势倒没有很高，在地上星星点点爬着。4个人拿鞋底踩，溪水在旁边用啤酒瓶舀水，一瓶一瓶往棚子上泼。谭梦溪和尤旭的行李还在地上摊着，痤疮和胖子随手捡起一件，浸湿了去扑灌木丛里的火。4个人忙得4脚朝天，在黑烟里呛得咳嗽，边大叫边救火。谭梦溪和尤旭并排站着，一个抱住胳膊，一个双手插在口袋，笔挺高挑的2抹身影面向起火的营地，望着这荒诞又混乱的一幕。谭梦溪无语半晌，怎么感觉他们大脑没发育，小脑也没有，聊天能聊得放火。尤旭捡起2条毛巾，走过团团转的4人，在溪水里浸湿毛巾。本来你们折腾我们一顿，算私人恩怨，可以私下调和。现在好了，你们快叫爸妈准备准备，卖房子请律师替你们辩护，大概率不会成功。矮子还在洒水，胳膊抡出虚影，为什么？放火烧山，牢底坐穿，这他妈不是常识。尤旭赶紧走开，捂住谭梦溪的鼻子。4个人立马拉下4张黑脸，救火的动作也加快。更怕了，尤旭盯着矮子，继续恐吓：你笑我们基佬，等你进了大牢，100来个男的盯着你，不知道你的小屁股1个月能不能休2天。谭梦溪对尤旭挤眼睛，这种情节太国外电影了。不要说了，矮子大叫。3个人劝他冷静，赶紧救火。谭梦溪几乎于心不忍，我们的行为像不像电竞比赛前的垃圾话环节？尤旭反问，这一路上的垃圾话还少，光他们对对方说的够他们打10架。谭梦溪抱起胳膊，傻逼邪恶的青少年们。尤旭拉他站远一点，别被烟呛着，该不会我那时候在30几岁人的眼里也这么傻逼？哪有？谭梦溪摇摇头，你只比我大1岁，却养了我很久，很厉害的。毕业那年，他能打工的时间很少，尤旭一个人负责2个人的日常开销。尤旭风轻云淡的喝一声，那时候老子恨不得偷电动车养你。明明是一个老梗，尤旭说出来，谭梦溪弯下腰狂笑。因为尤旭太能吃苦，早出晚归，考资格证的同时打2份工，真的只差偷电动车，不是夸张和玩梗，这叫写实。谭梦溪笑出眼泪，你真倒霉，街上那么多人，你把我捡回去。尤旭挑起眉毛，心说还不是因为你好看，我口味刁钻，太好的日子不爱过，不贵的人我不屑养，没难度多没意思。说完自己也狂笑。苦难的岁月他们走过来了，有资格大笑。在着火的地方大笑容易吸到烟。谭梦溪咳嗽一声，眼泪汪汪抬起头，你怎么这么了不起？尤旭若有所思看了他一会儿，眯起眼睛，叫我一声爸爸。谭梦溪笑着骂，抹掉眼泪，这个词在我这里不太好，我不玩这个类型，别的都玩。尤旭听出他的话外之音，磨着牙，特别想亲他，咬他，你也了不起，一个爱哭的废物变成大家都夸的谭医生。他指谭梦溪之前对自己的点评。谭梦溪抿了抿唇，我不会再那样说自己了。他在用别人对他的方式，用最大的恶意揣摩贬低自己，真是不应该。看向尤旭，他又肯定地说，我们成长了好多。尤旭同意这份对他们的肯定，是啊，他们坚持成长，才有资格去批评以前的自己。黑夜中的火势渐高，烧掉地上的落叶和树枝，有往树上去的趋势。火星子漫天飞舞，黑白的浓烟混合，滚滚往上升。4个人已经灰头土脸，
8只脚踩的乌黑，累得坐在地上，大声喘粗气。尤旭舔了下干燥的嘴唇，受不了了，他们的行为惹人烦，让人说不了话。我也觉得。谭梦溪与他的意思达成一致，捡起地上的衣服，往着火的草地上甩。尤旭弯腰挑了一根长长的树枝，对他们大吼：“别他妈坐着！你们在学校没参加过消防演习，全部去找棍子！” 4个人见他们加入灭火队伍，又歪歪扭扭的爬起来，折了几根树枝。尤旭挥着树枝对谭梦溪说：“我又想起我爷爷。”我也是。谭梦溪说。他们怀疑对方心里装了窃听器，又没有想象中那么诧异。尤爷爷去世那年，回尤旭老家下葬，火也不小心烧到墓地的树上，好在一下子就灭了。他们一脸的泪，在墓地挥着锹，铺下在风中打卷的纸钱，踩灭匀速蔓延的火苗，承受巨大的悲伤和巨大的慌张。他们同样在面对眼前的一塌糊涂，又不得不维持一切正常。谭梦溪撩起眼皮，仿佛透过尤旭看见一位犀利又慈祥的老人。我喜欢你爷爷，怀念你爷爷。尤旭笑了笑，他也喜欢你。他去世的时候，我们还没买车，急着存钱把诊所独立。谭梦溪顿了顿，如果能用现在这辆车送你爷爷回家，该多好。他们第一次见面分别，老人说等他们以后有车再送。他没有年迈且亲近的亲戚，却在尤旭爷爷身上得到长辈的温柔和包容。讲话也许不好听，全是过来人的经验，没什么贵重礼物。走很久的路架，亲手做的汤，够他记住一辈子。过了这么多年，那个满是钢丝球擦痕的老式保温桶依旧清晰。祝他鼓起勇气，在原地大哭，没问题，哭完别忘了擦干眼泪。往前看。尤旭对着火光有一瞬间出神，闷头不语，专心去消灭他们。专心不下来，一语激起千层浪，当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个人情绪灌进全身每个毛孔。多久没有单纯的去回忆挚爱的已经逝去的家人？亲切的面孔随着时间流逝不再清晰，爱却能跨过时间，引起他心底最原始的震颤。他吸吸鼻子，情绪不能受控，一滴亮晶晶的眼泪滚下脸庞。谭梦溪看见了，以为有烟熏了他的眼睛，叫他站到没烟的位置。尤旭摇头，低声说：“那时候不该埋头挣钱。死亡带来的不可挽回，还不够提醒时间和生命的宝贵。”他无视身体的警告，屏蔽精神的痛苦。实际上，没有东西能无视和屏蔽。知觉开始反噬，无尽的后悔跟海似的，要把他淹没。他赶紧抹掉眼泪，梗着脖子，又哭又笑。妈的，我好后悔。谭梦溪拍着他的肩膀，声音很轻：“爷爷不会怪你，他对你特别满意，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乐意，只要尤旭乐意。”他们开诊所的第一个月末，请爷爷吃饭。爷爷问尤旭爱吃什么，尤旭说喜欢大排档。3个人坐在街边大排档里，烟熏火燎的锅和灶，重辣重油的炒菜，爷爷辣出满脸眼泪。谭梦溪在桌子底下偷偷踢尤旭的腿，眉毛拧得能打个结。带老人家吃这么刺激的东西。尤旭的爷爷喝了2瓶啤酒，对尤旭竖大拇指，赞不绝口：“我孙子会选地方，真带劲。”尤旭对谭梦溪挑眉：“看见没？我爷爷要的就是这种刺激。”谭梦溪哭笑不得，这爷孙感情太深厚了。2少一老红着嘴唇喝啤酒的景象，热热闹闹，温馨感人。前面火光冲天，背后阴影笼罩，尤旭一张深邃的脸也忽明忽暗，眼眶通红，泛着泪光。谭梦溪决心要安慰好他，绞尽脑汁想想美好的。更美好的，他居然找到新的东西。尤旭，你爷爷第一次来找我，跟我一起打扫阳台。他当时的语气特别恨铁不成钢，说你们不会生活。
尤旭不解的看他，一双眼睛黑漆漆又水汪汪的。他说，我一直以为他在提醒我没工作不上学，天天躲在房间里。他去搬了2个椅子，叫我一起坐下。他说他最喜欢晒太阳，天这么好，找个藤椅一躺多舒服。谭梦溪恍惚地说，原来他真的在说你们不会生活，不管他们在高山还是低谷，奋斗还是堕落，始终没有认真的专业的生活。他们在自己眼里既不出色，又不甘平庸，不贫穷，又不够富有。他们把目光放得很远，能力仅限于此，别人说要努力，他们便努力；别人说要乖巧，他们便乖巧。他们没有认清自己，活在别人的目光里，扮演各种角色，释放真实的自我，好像犯了法，时刻担心造成他人伤亡。他们不爱自己，他们不能熟练的炒一盘西红柿炒鸡蛋，规划好1日3餐，睡个好觉，多笑一笑，抛弃这些活着的基础要求。他们却花了太多时间争论是非，不看风景，为了太多应该这样，万一老了，要是当初这些看起来的合理，确保万无一失，不断透支自己。事业要有成，什么商品独家供应，平台主推，行业标杆，爱情要保持激情，感同身受又要从一而终，观点稍有偏离就是背叛，住所要中心地带，高档大面积洋房，邻里邻居要素质极高，父母要交口称赞。顺从的同时，别忘了光宗耀祖，做人态度要儒雅随和，工作态度又要八面玲珑，做决定要不容置喙，决定后要宁死不屈，要活得融入众生又与众不同。哪有这么多合理？生活一直不合理。有人随地大小便，有人出家行善，有人一拍脑瓜子结婚，有人熬一辈子不离婚，有人死了，有人出生。他们好好过着日子，把诊所一关，骂骂咧咧到了山里，买了一系列疾病意外保险，阻挡不了他们要气死对方。山里莫名其妙出现2匹马，还有一群傻逼青少年，在他们面前诉说爱情，接着放火烧山。没人按理出过牌，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去他妈的合理，狗屁！生活有这么多值得探索的珍贵和美丽，为什么要埋头追求根本不存在的圆满？现在认清自己想要的，朝着想要的前进。做错了，后悔了，失败了，搞砸了，有什么关系？打扫自己，整理自己，给自己煮一碗营养的汤。狂野的珍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天这么好，他们怎么不肯找把躺椅，舒服的晒一晒太阳？有了尤旭和谭梦溪的加入，棍子灭火比鞋底的效果显著。火没有烧到树上去，把石滩上的野草烧了个干净，雪白的篷布熏成奶牛花色。月光下能看见的地方一片狼藉，包括6个气喘吁吁的人。大家把周围1-2公里检查完，找不到一点火星子。4个人坐在地上丢了魂的模样，全身脏兮兮的，淋淋漓漓滴着水。尤旭蹲在溪边，用溪水抹了把滚烫的脸。谭梦溪拧动湿透的袖子，凝出一地黑水，对4个人说：孩子们，屁股给你们擦干净了，该想想正事了。黄毛咬牙切齿的开枪：你们为什么不走？你他妈累傻了，没车钥匙，我们怎么走？尤旭反问。多亏矮子定定的看了他们2个一眼，抿起唇不说了。推3个人，要他们去一边。谭梦溪随地坐下，双手撑在地上，仰起头喘气。营地找不出一片卫生纸，该烧的都烧没了。尤旭只能用手当纸，把他脸上的黑灰擦掉，再用自己的衣服下摆当毛巾，一下下摁掉水渍。熬过来了。谭梦溪在他的手里摇头晃脑，说话有气无力。我们真该什么也不干，晒晒太阳。尤旭在他身边坐下，嗓子哑得不像话。没错。他们无言的疲惫的坐着，把理论和索赔抛到脑后，无比期待天亮。
天亮有太阳，光线充足，照在身上很温暖，烤干湿透的衣服。指不定还能碰到来山里游玩的人，有车载他们一程。碰不到，他们也看得清路，可以慢慢走回去。太阳还是过去那个太阳，期待中的太阳，仿佛比过去的更耀眼。身后响起脚步声，两人警惕地站起来。矮子一个人匆匆跑了过来，频频回头，像是害怕，双手在袋子里掏。谭梦溪以为他要掏危险物品，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反复去盯矮子的双手。你想干什么？你他妈要掏什么？至于吗？撞车而已。矮子终于把裤兜里的东西掏出来，塞进尤旭手里。尤旭低头一看，沾满泥土草根、车钥匙和自己的手机。他妈的，黄毛把他们埋起来了。亏得他一心跟谭梦溪谈情说爱，没有倔驴上身。火气大发，自己满山去找，找到哪年哪月。我还能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人想这么花？矮子气哼哼的翻好口袋，拿出自己的手机，你报个电话给我。我联系上了车行的人，他们说有保险，能赔给你。不就是一顿打？我想通了。尤旭冷眼打量他，报出自己号码。谭梦溪感到意外，黄头发的那个，他要是去医院还提他。他气得要死，打了好几个电话出去。我这是背叛组织了，你们走吧。谭梦溪脸色讪讪，望了眼大山，这么黑，往哪里走？矮子用下巴指指向右边，放心，我们经常来山里玩，没有老虎，也没有狼，野猪都没见过。你们城里人真没见过世面。好一个成年人的警惕和恶意，外加城里人的没见过世面。尤旭问黄毛打电话什么意思？万一他叫他的混混朋友来怎么办？还是不要惹他们，快走。矮子说话带了点哭腔，我不想坐牢。谭梦溪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这回直接悬到体外。一会儿邪恶青少年，一会儿混混，仿佛跌入双重恐怖片。混混是什么形象什么行为，他只能通过看的港片来想象。满背纹身，拿个大砍刀，二话没说，尤旭拉起谭梦溪，往矮子指的方向跑了起来。看不清脚下的路，全凭直觉，步子迈得一步比一步宽，能感觉到再往下跑要飞起来似的。谭梦溪几乎不敢喘气，一颗心在胸腔里狂跳，眼里只有尤旭的背影，别的东西一概看不见。漆黑的山林间，借着一点稀薄月光，两人不顾一切的狂奔，居然没有跌倒，直到看见一道泛白的轮廓，是那辆讨厌的电动车。他们冲过去，他们的车自动解锁，他们跳上座位。等等！谭梦溪眼尖，下车上车，对尤旭举起一只洞洞鞋。找到他了！尤旭保持紧张的同时又发笑。关门，关门，上锁，系好安全带。还不够安全。引擎轰鸣，车身产生微微又熟悉的震动。大灯照亮面前黄澄澄的山体和张牙舞爪的树干。按照正确的行驶方式，他们应该把车倒出来，再找块空地，将车掉个头，开回忏悔路。尤旭一脚油门，不过两辆车的车尾还挨着，硬生生把车倒了出来。他上一次这么干，是在游戏里，现实没体验过。这车买了这么多年，在拥挤的小区停车场穿行，哪次挪车不比考驾照更谨慎？车身发出剐蹭的刺耳声响，不用看，又掉了一大块漆。车身凹陷更多，没人在意。谭梦溪说话都发抖，在哪里掉头找不到了。尤旭看向四周，树这么多，路只有窄窄一条。谭梦溪问：你看得见吗？尤旭皱起眉头，还在倒车，看不见。我们前面没路。谭梦溪说：不能浪费时间，万一有人抄着砍刀来了怎么办？无所谓了，开吧。又不是在悬崖边，往前开不了往后开，开着开着就有了。
他把心一横，摁下车窗，费劲的往后看，倒车，倒车，直接倒车。尤旭也把心一横，借助车尾单侧的一点光，不断修正方向盘，倒着开了起来。他们驶向那条叫忏悔的路，在路上倒车，一直倒车，倒着前进。怪异的向来的时候，不断闪回过去的人生。倒着开了20分钟，一大片细碎的闪光出现在他们左侧。忏悔湖，它又出现了。湖的出现代表湖边营地的到来，他们在营地停过车，树下宽敞，足够把车完全掉头。到营地掉头的地方，谭梦溪忽然说：“把车摆那边。”西湖后面隐约有车灯。尤旭迅速摆好汽车，熄火关灯。没错，那辆电动车，他追上来了。他们的手又牢牢牵在一起，两道粗重的呼吸交替，冷汗涔涔，好像能听见双方震耳欲聋的心跳。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这辆车，生怕它停下，又或者来更多的车。在昏暗的车内，在这一刻，谭梦溪和尤旭抵着额头，近距离深深对视，汗珠在他们的鼻尖和人中凝结，两双眼睛雪亮，里头的感情纯粹，跟湖水一样宁静平和，再找不到任何引起波澜的杂念。滴滴的咕咚一声，尤旭的喉结滚动，上前一点点，吻上谭梦溪的双唇，他们温热着，在颤抖。他把他们含进嘴里，像保护起来，再用舌尖安抚。谭梦溪仰起头，轻轻的回应。吻了一会儿，他们又对视，好像释然了。真的，什么工作、忏悔、爱不爱的，还有那些血淋淋的算不清的旧账。不怕丢脸的说，他们同时摁好了报警电话，并且在心里写起遗书。乱糟糟的，没有语法，凑不出一点具体内容。首先感谢对方的存在和向我的手，暂时还没来得及感悟人生。那辆车没有停留，开得比他们还快，不像追什么，像闯祸后的开溜。10分钟后，四周陷入漆黑和平静，湖面倒映出天空的星光。小鸟鸣叫，芦苇沙沙，听不见一丝现代化的可怕动静。两人不约而同的松了口气，在车里缓了半个小时。没有车灯再出现。谭梦溪回过味来，整个人耳清目明，一脸沉思，会不会尤旭街上矮子在耍我们，然后他们跑了？有点丢脸。你不说，我不说，谁又知道？他们看着对方，好像看见傻瓜。意识到害怕和惊吓是假的，庆幸和开心便真实的不得了。一个拍着方向盘，一个扶住车门，他们没完没了的大笑，笑对方也笑自己。笑够了，他们找出2个面包，一罐素食粥，再搭配矿泉水。你一口我一口，味道堪比山珍海味。去湖里洗了2遍澡，把香喷喷的脏衣服摊在车顶。他们躺回车里，拥抱着入睡。这一觉睡得特别沉，阳光透过天窗照在2张憔悴的脸上。一个大好的晴天，他们同时睁开眼，一人推开一边车门，隔着车站在太阳底下，用力吸着新鲜空气，有种睡了几年的错觉。他们对这样明亮的光线和湛蓝的天空感到陌生，又为宜人的天气和温度单纯的快乐着。他们简单的收拾一下自己，车又开回了忏悔路。路况还是糟糕，尤旭开得很慢。过一个坑，车身颠簸一下，谭梦溪歪一下上身，保持平衡。次数多了，尤旭学他的样子，跟他一起摇晃。两人勾起嘴角，跟着颠簸摇动，好像在玩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谭梦溪给2台手机充电，低下头找数据线的功夫，一段音乐由远到近的传来。两边车窗没关，正巧暖融融的微风涌入，有人在弹吉他。轻快的和弦和风和阳光搭配，迫使他们抬眸去寻找声音的来源。尤旭轻踩刹车，舍不得发出一丝噪音，小声说：“那边。”
谭梦溪看见了一辆普通的家用车，斜斜的停在树林间的一块空地。远远的，他们看见两个人坐在车顶，从穿着打扮来看，年轻的一男一女。男孩抱着吉他，女孩偏头看着男孩，飞发垂落，小腿跟着音乐摆动。谭梦溪收回目光，看向游旭，微微笑着：“你感觉到美好吗？”游旭也微笑了，感觉到了。他们继续往前开，吉他声渐渐听不见，发自内心绽放的笑意还留在他们的脸上。过去有很多个瞬间，他们在心里说完了，好像地球要爆炸了。完了吗？没有。度过极黑难熬的夜，他们感受到了美好，为阳光、绿树、暖意、吉他声，还有偶然见到其实又随处可见的甜蜜。他们为自身的存在和参与这个世界而感到美好。两台手机开机，屏幕弹出红点。谭梦溪先看游旭的，略过顾客们的消息，果然还有不少游旭爸妈的。他清清嗓子，学着游旭他爸的语气：“游旭，乱发脾气没有意义。”下面还有一些人生道理，句式有点像带脏话的网络鸡汤，没念。游旭扯了扯嘴角：“我回个谭梦溪问。游旭陷入思考：“我帮你回。”好。对着屏幕哒哒哒打了一些字，谭梦溪发过去。游旭问他发了什么，他放下游旭的手机，我说手机不小心摔坏了，已经在下山的路上，有些地方没信号，不用担心，到家给你们打电话。游旭皱起眉，这不像自己会说的话，自己真的会回个谭梦溪问：“这不是你要说的？”游旭回答：“是，只是他经常说不出来。”谭梦溪理解他这副表情的意思，我们已经知道，大人很难改变，也很难放下面子。不说别人，光他们两个为此受了一路的罪。他们说什么不重要，你的做法才重要。就像我们说过，以后还会劝患者去大医院，哪怕他们对我们的好意套上各种罪名。谭梦溪真心希望游旭以后会快乐，真正的快乐。不管是什么，他都不会真正的攻击你，只是话，只是情绪，你是真实的。相信我，你真的很好。面向挡风玻璃，游旭的目光发直，有一会儿没说话。承认吧，承认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差别。做再多努力，别人也不会满意；买再多东西，也填不满缺乏安全感的心。做事和思考再全面，也做不到万无一失。承认自己演不好完美的角色，又不犯法。不需要外界的认同，便不再为自己感到委屈和不甘。追求不到时的难挨和无力感便消散了。事实上，他不需要迁就任何人，只需要迁就自己，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他有缺点，会犯错，没有掌控一切的超能力，还有很多优点。负责、善良、重感情，像谭梦溪说的，数不过来。再看谭梦溪，游旭的眼眸颤动，眉毛挑得十分自信。我相信。目光好像望到很远的地方，他又说，人真的会跟着岁数和经历变，某些地方还不如以前。谭梦溪茫然的皱眉，他说，以前我爸摔筷子，我把筷子捡了，给他放回去，继续吃自己的。不要因为别人摔了筷子不吃自己的饭，不要因为别人的情绪不享受自己的快乐。是啊，我都吓傻了，你没事人一样。我装的，心里在稀里哗啦流血。我害怕他们说我没用，估计他们也怕我又走投无路。害怕很正常，我经常害怕。我家的人总把害怕变成发火，有点不正常。谭梦溪扑的笑出来，这话别说出去。以后我随他们说什么，不要求他们认同我的所作所为，也不同意他们没事找苦吃的观念。血缘关系不是吵两架能吵断的，大家该怎么过怎么过。游旭啧了一声，
对自己的肺腑之言表示满意。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最现实的处理方法。何必跟一些没有实体的东西较劲？听见的是气话，随口一说，侮辱、期望，取决于他的看法。他在很多人眼里做不了自己，自己不饶过自己，却可以在谭梦溪的眼里做自己，已经是一种幸运。兜兜转转，他还是他，自负莽撞，也热血无畏。一个完整又真实的自我形象，在他的脑海里熠熠生辉。他要好好掌控的只有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正是自己的心，使他舒适且洁净，让美好温暖的阳光进来，心里的人才会住得惬意。他想打滚就打滚，滚完也不后悔，谁犟得过他？谭梦溪也表示满意，打开自己的手机，精神科医生给他发了消息：我这周回医院了。洗猫狗太累，还是正式工作箱？他回以前的医院。几分钟后，对方回了，两人聊了几句近况。想了想，谭梦溪又发：我打算养猫了，以后你休假可以来撸我的猫，不用去猫咖。发送的圈圈转啊转，发送失败，没信号了。没关系，他们已经习惯说话，脱离电子产品，看着对方的眼睛，真正的表达。谭梦溪把消息分享给尤旭，他换了家新的医院，比较远，不过同事之间氛围特别好，比上一家待得开心，工资还高了。尤旭记得出发时，他把精神科医生的行为视为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现在再看，一点也不可怕。多么专业，多么健康的精神状态，拿得起放得下。做自己，就别管太多。谭梦溪的右肘支在窗沿，任阳光照亮他的脸。看来，哪怕所有人都说糟糕的决定，结果也不一定是糟糕的。尤旭故作严肃的样子，绷着下巴点头。我诚心收回之前对你们的评价，在这条忏悔路上，发自内心的忏悔。谭梦溪笑得灿烂。尤旭，你也有今天？尤旭猛地记起什么，今天几号？谭梦溪报了日期，怎么了？没错过，还有半个月。尤旭的两眼放光，亚洲最大的汽车展览，全球各大汽车制造商的最新车型、技术、概念车都会有。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去，给自己洗脑没空。每次都在论坛上看个屁，等有信号了。查一下半个月后的门票和飞机票。谭梦溪也两眼放光，对车还是兴趣不大，跟着尤旭高兴。好，看完车展到周边逛逛，当个正经游客，去东方明珠打卡什么的，安排不错。很多东西早就知道，亲眼看才有意思，跟那天的银河一样。对，2张票。什么？这是我人生清单里必须完成的一项。尤旭说：你想去，我从你的表情看出来了。谭梦溪的脸颊有些热，好像燃起一只小仙女棒，呲呲冒小火花。我想，我又没看过车展，人生嘛，什么都要体验一下。他坦诚的笑。你还有什么想做的？尤旭的下巴胡子拉碴，想用新剃须刀，还想体验新主机，画质能开最高，一定很震撼。对于未来，他们没有远大的构想，一件件触手可及的日常小事，使他们充满期待。开了1个小时，两人烟瘾犯了。谭梦溪的身上没有烟盒，估计收进了双肩包，包在后备箱。尤旭说：看我包里有没有。谭梦溪把尤旭的包拿到自己腿上，翻出药膏，问尤旭擦药了没。尤旭伸出胳膊给他看，皮炎好了，淡淡的，几乎看不见。谭梦溪继续翻，卫生纸、口香糖，零零碎碎一包东西。没有烟，倒有5盒套。他疑惑的拿出1盒，你怎么带这么多？尤旭耸了下肩膀，有备无患，怕不够。谭梦溪把盒子放回去，你失算了，剩这么多。
不止失算，走向还特别极端。尤旭哭笑不得，谁不想丢下一切，住高档酒店？天黑就用一个，天亮就悠闲的逛逛景点，到了野外再玩点刺激的。可惜他们的脑门上贴着倒霉，景点关门，看不上电影，住破烂小旅馆，还有一系列随机发生的离奇事件。谭梦溪笑得要命，难道不刺激吗？尤旭说刺激极了，要他拆一个套过来。谭梦溪问干嘛？他说吹气球玩，练肺活量，以防又碰上有人跳湖烧山什么的。他还让谭梦溪也吹，以后跟人大声对骂，不至于半天接不上一句。谭梦溪让他别说了，脸都笑酸了，仿佛天塌了，他们都能开个玩笑。村口的小卖部门口的锅里依旧煮着茶叶蛋，跟他们来时没两样。他们下了车，谭梦溪走在左边，低血糖使他走不了直线，病殃殃的踏着肩，拖着双腿。他曾经穿了身纯白衣裤，现在乍看像灰黑色迷彩服，还结了一块块青苔，野外生存款。尤旭走在右边，眉骨发青，嘴角破裂，欲盖弥彰的穿上了干净的夹克，里面的短袖全是黑灰，下摆皱皱巴巴，像甩在地上晒干的毛巾。两人均是头发蓬乱，眼下乌青，并不情愿的携带了一斤山里肥沃的黑泥，半斤粘在谭梦溪的鞋底，剩下的半斤粘在尤旭的牛仔裤上，干透了，用手拍不掉。回头再看看他们的爱车，还讲究脏不脏？大探险家显然在探险途中遇见诸多困难，带着荣耀和伤痕归来，战损版。他们一点也不心疼，还调侃起来，不出来探险算什么探险家？以前天天用来代步，摆在小区里，他们喜欢归喜欢，像喜欢一个展品。这次他们对未知的世界进行探险，与这辆车同生死共患难，对他有了真感情。类似电影里的将军看自己的坐骑，他们同样对他投以欣慰的目光。小卖部的老板出现，进山的人不多，对这高挑体面的两男的印象颇深，扯着嗓子问：老天爷，什么情况？两人要了4个茶叶蛋，狼吞虎咽吃掉了，又要了1包烟，一人1根。尤旭回答：跟人抢车位，起了点小矛盾。抢什么车位？山这么大，停哪里不是停？老板表示难以想象。谭梦溪边吐烟圈边笑：老板，这条路好难走，没想到要忏悔的人这么多。尤旭接他一句：还好比去雪山净化心灵的少。哎呀，你们去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了，忏悔路不好走，走的2个脚打站忏回来，谁没事走它？老板唉声叹气。尤旭和谭梦溪对视一眼，又问了一遍。老板拿出手机给他们打字忏悔路，在膝盖上来回比划，走的打站。明白了。他们把忏悔路听成忏悔路，并且向自己和对方一路忏悔。谭梦溪问：福气路叫福气路吗？晚上都是夫妻钻去打野炮，不是夫妻路是什么？老板说：这回不用手机打，老板的乡音再重，结合前后词语，他们还是能听懂的。尤旭一脸后悔莫及，回头对谭梦溪说：早知道走福气路，一路干过来，把那5盒用掉，就没空吵架了。两人同时发出爆笑。老板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找出创可贴，叫2个东倒西歪的人贴上，又叫妻子多拿2个茶叶蛋给他们敷一敷。还是有好人的。谭梦溪的头上顶着茶叶蛋，眼泪都笑出来了。尤旭的脸上顶个茶叶蛋，昨天晚上不知道谁家小孩在山上放火，你们看见了吗？小卖部老板说没看见山上，但是好多个大人追到我门口，说小孩子偷车上山，好在车上带定位，吓得家里人半夜出来找。谭梦溪挑重点问：抓到了？抓到了。打了吗？打了。老板说起来绘声绘色，
竖起4根手指。4个小孩在出来的路口抓到的，我们村里人都爬起来去看。大人打的小孩坐地上哇哇叫，一提脖子全部踢回去了。说完，老板进了小卖部。尤旭说：“今天天气真好。”谭梦溪说：“真美，给你看看更好的。”尤旭拿出手机给谭梦溪展示几张照片，4个人和2辆车的现场事故合影。谭梦溪下巴差点掉地上：“你什么时候拍的？”打架前，拍完手机就飞了。尤旭要是有尾巴，已经翘天上去了。他什么人，心眼多着呢，留了证据，对方家长不联系他，他自会联系对方家长，跑不掉的。谭梦溪把最坏的猜测亮出来，要是他们扯皮，不肯赔偿呢？自己修。尤旭无所谓的挑眉，亮出自己烧了几个洞的裤腿。我有能力承受最差的结果，人没事就好。谭梦溪点头，有道理。他们回身再次仰望这片群山，在一座座深沉包容的大山，几十亿年前已经形成的石头面前，100多亿年前形成的宇宙。公平的空气与太阳下面一动不动的直立着。昨晚黑夜与黎明的交替间，露水落在肩头，把他们从内到外浸的潮湿。生活困境中的出口，人生意义的思考，令人苦苦挣扎的困惑、错误、烦恼，早已无关紧要。他们体会这种仰望带来的渺小，当下要做的，并且以后经常会做的，只有一件事，在阳光下发一会儿呆。10几分钟后，村民扛着锄头路过，他们并排往车的方向走。尤旭问：“你会回来看那棵树吗？”“不会。”“为什么？”“这地方值得来第2次。”尤旭轻轻笑了下。谭梦溪同样勾起嘴角，他会记得他也会有新的树。尤旭又问：“你想没想过，回去后又是日复一日？”“你说的日复一日是有床垫睡，走2步能买到好吃的，每天平平淡淡，没什么大事，挣钱。”谭梦溪反问：“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这个普通人，谭梦溪指住自己胸口，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到属于他的世界了。尤旭定了会儿，也指指自己，这个普通人也是。再说了，不会一样的，哪怕每天看一页书，喝一杯不同的饮料，做一件昨天没做的小事，每天都不是一样的。谭梦溪拉开车门：“上车吧。”尤旭说：“好。”迟早要出发的。回到车上，谭梦溪伸了个懒腰，系上安全带，重读一遍2条路的名字。忏悔，有一瞬间，我怀疑过这个邪门的路名。他给了我一些心理暗示。幸亏他是无神论者，很多东西早就埋在心里，等待合适的时机爆发罢了。尤旭打开导航，扶好方向盘，踩下油门，不止路名，还有忏悔湖、忏悔山这一大块邪门的忏悔地。这2个字又引得他们发笑，在车内笑得停不下来，真实的感觉到了愉悦和轻松，好像把什么不重要的东西落在那座山里、湖里、草坡上、陡峭的山顶，一整个忏悔的地方。导航记得他们来时的路，自动导回他们家地址，很长很长又蜿蜒曲折的一条线。他们需要导航的提醒播报，却没人提起车将开向哪里，只想快些离开这地方。开下细雨蒙蒙的盘山公路，他们在车里左右摇晃，海拔猛地降低，耳膜又一次闷堵。加满油箱，开上国道，路过放老电影的小镇，广场空荡荡的。谭梦溪微侧过头，看反光镜里高耸的群山。渐渐的，拐个弯，看不见了，反光镜内留下无垠的蓝天，白云一朵朵的走。他收回下巴，直视前方。开完国道，熟悉的旅游城市道路只是排除线。尤旭问要不要去古镇吃200串烧烤，喝2杯奶茶。谭梦溪说不饿，再走走看。路过这座城市，商场、酒店，一片毫无新意的现代建筑中，古镇的白墙黛瓦遥遥露出一片角。
他们没有说话。一个看向前方，用一点点余光观察着右边的人；一个看向车窗，利用车窗的倒影观摩自己，也观摩左侧的人。谭梦溪拿出烟盒，咬一根在嘴里，擦地点好了，递给尤旭。正好再过小路口，龟速前进，尤旭接下。谭梦溪吐出这口烟，又给自己点了一根。前面有点堵车，尤旭闲闲的靠向椅背，挑眉望向他。他半抬着眼皮，眼尾两抹绯红，咬住嘴唇忍笑。尤旭也忍笑，借吸烟掩盖过去。他们还是没有说话。过路口，上高速，风在玻璃外呼啸，120码。车内嗡嗡的闷响。高速公路平稳丝滑的驾驶感，尤旭想死他们了。白噪音令人昏昏欲睡，他们不想睡，头脑和眼神反而越来越清醒。回忆起这荒诞的一路，谭梦溪低头看身上的衣服，淡淡的笑了下，扭头看向车窗外。栏杆飞速倒退闪过，他勾着的嘴角不住抽搐，情绪开始失控，欲盖弥彰的换个坐姿。他把脸扭向更右边，毫无征兆的流了眼泪。他按下一点点车窗，肩膀在颤抖，牙关咬紧，心口好像破了一个大洞，任冷冽强劲的空气穿过身体。高速的风大，尤旭怕他吹得生病，关上车窗，调高空调温度。没有巨大噪音的掩盖，谭梦溪还是在座位上弯下腰。经历这么多次心碎和无助，他没有真正的哭。在这安全平静的空间和时刻，灵魂里的情绪找到一个薄弱口，全部释放，他嚎啕大哭了起来。山洪似的眼泪裹挟着过去二人之间的愤恨、怨念。恶言猛地席卷他的全身，跳车时的绝望遇到邪恶青少年的慌乱，两种不同又束手无策的惊恐和屈辱，像洪水里的木刺和巨石，轰隆隆的，饱含痛楚的，把他们在旅途上亲手筑起的乌烟瘴气的罪恶的一场梦境夷为平地。隐忍了很久，爆发式的泪水淋透了他，淹没了他，盖过他的头顶，控制不住的迫使他回忆自己这一路。这一生把每件散发着霉味的事件拿出来抖抖，自我蔑视，自我厌恶，自我忏悔，再自虐式的读一遍，让这眼泪和大叫来得顺理成章。过于脆弱的谭梦溪一遇到困难，免不了要流泪和沮丧。流过好多眼泪，他回头看看，居然也咬住牙，倔着劲儿走过来了，身边还有尤旭的陪伴。读完一遍，他还在流泪，牙缝里发出呜咽的声音，痛苦品尝起来却很淡，已经左右不了他。他们像两颗不太坚固的石头，生活的苦难把他们的棱角蹉跎。12年的感情化成细碎又连绵的雨，砸得他们凹陷。他们用愤怒做惯性，滚过长长的路，翻过一座高山，在自作自受的暴风雨里相击。他们引来一道道真实的雷电，把脆弱斑驳的表皮劈成粉末，已经不是最开始的模样。他欣赏提分手的自己和山顶的自己，也正是现在的自己。凶猛又英勇的放了一把火，把想要的不要想的全烧了。也欣赏坐在身边的尤旭，现在的尤旭再没有那么多冷酷和坚硬，充满熟悉美好的生动。他在久违又无穷无尽的泪水里获得好的感受，为自己，为尤旭，为他们深深感动。两位青年20出头到30好几，做了这么多不值一提的荒唐事，变了又好像没变，总之还是不能称为合格的成年人。谁定义的合格？他们不按规矩来，自己给自己打满分。待车里的哭声渐弱，几乎听不见，尤旭喊谭梦溪。谭梦溪捂着脸嗯了一声。尤旭说，你看前面很美。谭梦溪不想尤旭看见自己此刻的脸，整张脸涂了胶水似的紧巴，做不出表情，太浮肿，应该不好看。前面很美这句话的诱惑力太大，他不能错过任何美好。抬起头，睁开朦胧的双眼，无限延伸的高速镜头，
天空的深蓝与灰暗交际处，太阳已经完全落下，漫天绚烂的玫瑰色晚霞，暮色笼罩公路两侧的平原，远处的房屋陆续出现灯光，隐隐的落地上的星星似的，一闪又一闪。在这片浓稠的玫瑰色光线下，游旭的脸庞看起来无比温柔。想不想家？家，他们为自己搭建的永恒的庇护所。谭梦溪出神的重复，家。游旭说，我们的家。我忘了捡行李箱，我的东西都丢了。再买过，我给你买，我喜欢给你买东西。谭梦溪的声音细微颤抖，我伤害了你。花了10几分钟组织语言，游旭开口，带着一点笑音，谈谈你的恐惧。你害怕我以后会想起你的错，给我带来的伤害，反复陷入痛苦。我不原谅你又怎么样？你也没原谅我。没有符合想象的人，跟人谈恋爱哪有这快乐不伤心的？我有脑子，我权衡过，这些短短的痛苦对比你不爱我，我不能爱你，根本算不了什么。跟你在一起，伤心一下又怎么样？还是值得。没人比得上你，你给我带来的幸福早已经超过伤心和痛苦很多很多，占比差不多9比1。什么我爱你一辈子，离了你我会死，不管发生什么都爱你，这些带太多修饰的情话已经说服不了谁。权衡，值得，9比1，清晰有力的回答，没有否认，没有遮掩，真诚的人想要的真实答案。再谈谈我认为的勇敢吧。游旭又说，这一路我们像他妈的2条野狗，又脏又恶，可怜也可恨。我同样给了你很多痛苦，用网上的话说，我让我们的关系变得不健康。有一段时间，我的形象在你心里很丑陋。我们带着双方的黑历史一拍两散，这很洒脱，纠缠真的很蠢。前提是双方之间没有爱。我们之间有，我对你有，你对我也有，你的爱是我坚持下去的底气。我还是想要你，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想要的生活。我说的有点乱，你能听懂就好。相爱的2个人没有理由不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可以克服所有困难。谭梦溪缓缓转动脖子，看向游旭。天已经黑下，对向的车灯照过来，游旭的脸庞全是晶莹的反光，已经泪流满面。谭梦溪，不要害怕，我给你一次机会。他的嘴角在保持笑意，泪水大颗大颗掉出眼眶，不住的哽咽。你也给我一次机会。那日的山顶，他当时没在，此刻仿佛在观察独自坐着的谭梦溪。在雾雨风中，谭梦溪站在岔路口，面对自由和理想的诱惑。谭梦溪选择停一停，冒着失去的风险，接纳他带来的痛苦，直面自己的同时看看他的真实。他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一对恋人遇到难以跨越的阻碍，分手是最简单的办法。最难的是绝望过后重新抱有希望，保持信任，坚守一个信念，爱。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听起来美好，坚持下来很难。2个人小心的收起刺，相拥跳舞，不小心刺到对方，短暂的理解一下，再起争执，再短暂的包容一下，重复下去，你来我往，破皮流血掉眼泪，直到学会用自己的方式与对方达成最高的契合度。谭梦溪写过，会修东西的男人性感，他会修很多东西，不会也能慢慢学会，他选最难的，修复他们的感情和生活。如果谭梦溪难，游旭依旧在开车看路。如果我对你不好，你可以走，跟我打声招呼，我不会再折磨你，就像你对我真心的祝福。我会走的。谭梦溪别过脸，眉眼间倔倔的嗓音轻声细语，我一定会选个大晴天，跟你平分财产，跟你拥抱告别。游旭在心里说，不会有这一天。不是威胁，也不是给谁上到枷锁，他深深的知道，以后他会用谭梦溪爱他的方式爱谭梦溪，他们做自己时很快乐，他会快乐，
谭梦溪也会快乐。没有人能与过去和解，自己都不能与自己和解，何况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也没人需要道歉或原谅，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道歉和原谅，但可以剥去痂，带着疤，审视过去的伤痛和失败，吸取其中的经验，然后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人生还长。谭梦溪带着哭腔把没说的话说完，如果我忍受不了，我会说出来。你也不要只对我冷笑，什么都不说。好。尤旭补充，你也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伤害自己。谭梦溪连连点头，遵从内心，握住尤旭的右手，不准自己做出符合心意的选择，也不是自由。紧紧的，紧到他的指关节泛白，指尖嵌入对方的掌心，手臂连带着肩头一起发抖，紧到再不能分开。无需四目相对，他们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在对方眼里无比透明，跟他们脸上的泪水一样透亮。他们选择重新成为伴侣。像溺水的人得到空气，尤旭扬起脖子，大口大口呼吸，感动的眼泪又不断掉下来。你找到了吗？什么？谭梦溪还在流泪。泪水并不象征软弱，它很美，这是灵魂在震荡时激起的水花。柔软又特殊的符号，跟勇敢不冲突。自由不意味着抛弃责任，爱情同样不代表束缚，他们也不冲突。尤旭说，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谭梦溪摇头，不重要了。这次寻找生活方式的经历只能用糟糕来形容。他承认自己鲁莽行事，承认自己是个傻逼，承认一切的一切。糟糕里也有头破血流的成长和收获，他不会再在矛盾里夹缝生存，不再伤害自己和爱的人。他允许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允许失望，允许怨恨，允许意识到错了时后悔，允许受到不公时发出抗议，接纳负面的情绪和不合理的自己，呵护自己敏感又可贵的心。他不是矫情的玻璃，他充满情感和活力。愤怒他会吼叫，恐惧他会颤抖，感到绝望，那就绝望的走下去，绝望后面又不是没有明天。他厌恶自找的或不请自来的痛苦，同时也允许他们发生。他不再害怕，他们算什么东西，往后拿他们当下韭菜，当被子盖。如果爱克制不了灵魂向爱狂奔，自由的风也甘愿停留，那就允许自己去爱。尤旭在问，我说的那些想法，那种生活，你觉得怎么样？谭梦溪回答，很好。不管这个人实不实现他的梦，去不去他的乌托邦，他的勇气不减当年，带着希冀朝未来纵身一跃。生活根本没有具体参考和使用手册，只能亲身体验。最重要的是现在不在他们的回忆或臆想中车烂了，衣服脏，伤痕累累又狼狈的形象如此不完美。他们感觉良好，接受自己和体会当下。车一直在行驶，他们沉默，流泪，擦干眼泪，喝水，停车休息，再出发，没人再流泪。谭梦溪在心里哼起一首轻快的歌，不禁哼出声。跟他的声音一起响起的还有尤旭的哼唱，他们同时在心里哼唱相同的调子，忍不住笑了。尤旭打开音乐软件播放，屏幕上的歌名显示出来， Aurora 的 Runaway。 谭梦溪开玩笑说，世界存在一定规律，每次随手放歌都应景。导航传出机械的女声，你已经连续驾驶4小时，不要忘记自己的起点，也不用太在意终点，不妨停车看看沿途的风景。尤旭瞥了眼地图，马上经过一座城市。一天到不了家，别急着，给旅游中的助理多放2天假。他们可以去这座陌生的城市买些特产和纪念品，带回去给诊所的邻居和亲朋好友。找家酒店吃顿好饭，洗半个小时热水澡。
再到酸痛的后背和小腿垫几个枕头，放松的躺下。他们可以看部电影，商业片、文艺片、恐怖片、搞笑片，随便什么题材，不在乎结局是喜是悲。重点是躺在一起，享受看电影的过程。看完电影，他们会舍不得入睡，抱着说话。跟过去一样，谭梦溪会在尤旭的耳边说个没完。跟过去一样，尤旭会倾听他所有的奇思妙想，并冷不丁的逗他发笑。他在往笑料里添油加醋，不断延伸。哪怕他们从宇宙起源讲到一只蚂蚁，双方也不会放一句话掉在地上。他们会这样过下去。尤旭踩下油门，享受着提速带来的推背感，掀起暴躁嚣张的声浪，像和这头心爱的野兽融为一体，令他热血沸腾。谭梦溪同他一起享受，攥着安全带，发出兴奋的尖叫。不用他开口，已经读到他的心意，抬手关掉导航。路还很长，我们还会继续前进。本次导航结束，期待下次与您同行。车流逐渐密集，意味很多人类和忙碌的生活，还有一份久违的正常。正常的世界保持着它该有的颜色和形状。他们照旧开向一条湍急的未知的河流，在五彩缤纷的光晕之间穿梭。在驶离匝道，车身平缓减速，前方无数道尾灯排着队，在他们的眸子里闪烁，像有什么东西悄悄落入尤旭的心头，使他充实和宁静。谭梦溪，我的心里很舒服。谭梦溪蜷进座椅，猫似的眯起眼睛，轻声说：“这叫幸福。”两个人衣服散发着同一种香味，温度刚好，音乐好听，这里什么也不缺。他迷恋这种氛围，也迷恋他们的家，一起看过的电影和纪录片。楼下脑袋很圆的咬过他的小流浪猫，卧室空调偶尔漏水时，发出小小的滴答滴答滴答。这些看起来不重要又鲜活的瞬间，他正为他们而幸福着，赋予他们伟大的意义。他爱他们。曾经有道声音钻进他的大脑，丢出一句：“我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现在他在说：“爱吧，爱吧，爱谭梦溪，爱尤旭，爱人类，爱猫爱狗，爱没有答案的生活，爱荒谬真实的世界。”这一刻的平静和勇气，足够他们重走一遍来时的路，回到他们的家。再爱12年、24年，甚至更多。